一名红发女子合上手中的折扇。谁会成为今年的年度名媛？显然今年不会有这样的人。陛下将与皇后一同出席，皇太子也因讨伐魔物离京多年，所以今年不会有与皇室成员一同入场的名媛了。3名聚在一起的贵族女子面露惊疑，其中一人压低声音：“可是魔塔的卢希尔大人不也是皇室成员吗？”红发女子用折扇抵住唇角，露出一抹轻蔑的笑意。这些从偏远学院出来的无知小姐，她开口说道：“她绝不会出席这种场合。卢希尔是皇室唯一的污点，患有魔力回流症，极易陷入暴走状态，那是他被流放到魔塔的原因。空有大公头衔，却是皇室最悲惨的成员，他绝不可能出现在这种地方。”几位名媛聚在宴会厅一角，发出阵阵笑声。我们对首都的情况不太了解。红发女子压低声音：“但是听好了，今天罗德里克大人告诉我，侍卫大声宣布，卢希尔、温特罗斯、格雷斯贝尔大公殿下入场。”卢希尔身着白色军礼服，肩披红色绶带，神情冷峻地步入会场。红发女子猛地转过身，满脸惊愕地望向入口处。什么？周围的名媛们陷入一片骚乱。侍卫继续喊着：“以及他的舞伴达芙妮·佩里格林小姐入场。”达芙妮身着粉色层叠长裙，裙摆缀满黑色蕾丝与蝴蝶结。她牵着卢希尔的手，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走来。红发女子僵在原地，注视着那对身影，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达芙妮微微侧头，粉色长卷发垂落在肩头，神情从容而优雅。几名名媛兴奋地挥动双手欢呼：“天哪，达芙妮小姐，您终于到了！”达芙妮挥着手，大家会感到惊讶，也是理所当然的。达芙妮·佩里格林，她是那本暗黑言情小说里的恶女。当女神前往帝国驱逐恶魔时，身后跟随着4位英雄：和平的格雷斯贝尔、正义的凯罗南、力量的埃文斯，以及最后一位恶魔监视者佩里格林家族的后裔。佩里格林家族的成员要么拥有卓越的魔力，要么拥有斩杀怪物的强大剑术。但令人惊讶的是，达芙妮完全没有魔力，而且她的母亲阿米拉·佩里格林在生下达芙妮时不幸去世，墓碑孤零零地立在血色残影中。公爵因失去妻子而悲痛欲绝，从此无视自己的女儿。达芙妮坚信，只要成为圣女，就能从所有的屈辱中解脱。正因如此，帝国中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由于扭曲的心性，达芙妮对周围所有人恶语相向，无论对方身份高低，因为到处惹是生非，最终被放逐到了偏远领地。这就是原著小说里关于我的故事。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卢希尔微微低头，靠近达芙妮的耳畔：“你看到了吗？小姐，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看。”达芙妮侧过脸，注视着身旁的卢希尔：“我知道，所以我才会参加这场聚会。”卢希尔的神情透着一丝意外：“你似乎比我想象中更习惯这种关注。”达芙妮露出灿烂的笑容，内心却在疯狂呐喊：“不可能！虽然这是我的目标，但这种场面还是太让人紧张了。”他竖起食指，神情严肃地发出警告：“殿下，我必须告诉您，不准嫉妒。”卢希尔微微一怔：“但是我真希望没有其他人盯着你看。”达芙妮露出无奈的表情：“抱歉，但这毕竟是宴会厅，本来就是为了社交和见面才存在的场所。”卢希尔步履沉稳地向前走去，他完全没上钩。周围的宾客纷纷侧目：“达芙妮小姐真漂亮。”卢希尔的眼神变得幽深，瞳孔中闪过一丝烦躁：“我真的很不喜欢那些家伙投向他的眼神。”达芙妮开口说道：“无论如何，您才是我的舞伴。”卢希尔低头注视着他，神情渐渐舒展。达芙妮继续说着：“殿下，如果不是因为您，我根本无法参加这场宴会。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所获得的关注，以及向首都宣告回归的机会，全都要归功于卢希尔。”他的眼神中透着真挚的谢意：“我真的很感激。”卢希尔猛地用手捂住脸，呼吸变得急促，脸颊瞬间染上红晕。达芙妮神色慌张，双手不知所措地挥动：“你怎么了？是不舒服吗？要我去拿点药吗？”卢希尔伸手握住达芙妮的手：“我没事。”他低头注视着达芙妮，目光深沉而炽热：“只是觉得我又一次被你迷住了。”身后传来窃窃私语：“卢希尔大人简直像天使一样。”达芙妮沉思着：“是的，只要你开心，那才是最重要的。”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样说了。更重要的是，我成功活到了现在。他迈开脚步，裙摆扫过红地毯。我已经回到了首都，而且是带着魔塔主座为舞伴。他紧紧握住拳头，指尖陷入掌心。到了这一步，应该可以确定，我避开了死在监狱里的结局。达芙妮挺直脊背，向着围拢过来的贵族们露出灿烂笑容：“等着瞧吧，无论原著女主角是否出现，在这一生，我要在死之前享受一切。”乐团在露台上演奏，音符随光点跃动，宾客们在红地毯上旋转，裙摆如花朵般绽放。卢希尔与达芙妮在舞池中央起舞。卢希尔低声询问：“你的第一次皇家舞会感觉如何？”达芙妮扬起脸：“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这里既华丽又宏大，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她环视着四周，每个人看起来都如此光彩夺目。卢希尔俯下身，靠近达芙妮的耳畔：“但我还是希望，在小姐眼中，我才是最华丽的。”达芙妮露出灿烂的笑容，内心却在疯狂呐喊：“又来了，又来了！”她轻声提醒：“殿下，所有人都在看着呢。”卢希尔神情自若地反问：“那又怎样？我不在乎别人的目光。”达芙妮注视着他，眼神中透着一丝无奈：“您还真是个独特的角色呢，不是吗？”他挺直脊背：“当然，我在这世上也是这样的存在，但在前世，我只是个普通的韩国女孩，祖母是个非常严厉的人。”她双臂交叉在胸前，神色冷酷地质问：“如果你去上大学，那这对双胞胎怎么办？你甚至没有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所以拿不到奖学金。你应该为你的弟弟妹妹做出牺牲。”
父亲和继母也同样对我漠不关心，他们紧紧抱着年幼的弟弟，将我隔绝在家庭的温情之外，总是要我牺牲。我背着沉重的书包，低头走在街道上，双手紧紧攥成拳头，身体因愤怒而颤抖。一旦我找到了工作，我就要和这个家庭断绝一切关系。凭借着坚定的意志，我考入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多亏了这些努力，我获得了一家大公司的实习机会。只要赢得内部竞赛，就能转为正式员工。我独自坐在深夜的办公室里，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再努力一点点就好。然而，通过金经理提交竞赛材料，是我犯下的最大错误。我站在走廊里，身体因极度的愤怒而颤抖。经理，你怎么能这样？金经理转过身，眼神冷漠而轻蔑。你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你的创意吗？我冲上前去，试图夺回属于自己的文件，却只换来对方无情的推搡。手机屏幕亮起，弹出一条冰冷的通知：实习合同结束，该实习生的表现不符合公司标准，我们将不予录用。到头来根本没有人关心真相。对于公司来说，解雇一个实习生远比惩罚正式员工要容易得多。双胞胎弟弟们接连发来简讯：为什么还不回家？今天是祖母的生日，家里现在的气氛糟透了。顺便问一下，你有钱吗？长辈们都在问你要钱呢，还有给我点钱去网吧。我站在斑马线前，愤怒地对着手机屏幕咆哮：这些家伙到底几岁了？连字都打不清楚，难道他们把我当成自动取款机了吗？刺眼的灯光突然从侧方袭来，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鸣笛声。我转过头，瞳孔在强光下猛地收缩，大脑瞬间陷入空白。沉重的撞击声撕裂了寂静，身体像断了线的木偶般飞出，重重摔落在冰冷的路面上。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原本我是这么想的。睁开双眼，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眼前展开。这里完全不像医院。我环顾四周，视线所及之处尽是奢华。为什么那面镜子这么大？比起这些，更重要的是我到底是死是活？我反复翻看掌心，确认着身体的触感。我还活着，谢天谢地。所以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一名女仆走进床边，达芙妮小姐，您醒了吗？达芙妮刚开口，你是？喉咙深处猛地涌上一股腥甜，她死死捂住嘴巴，鲜血从指缝间喷溅而出。怎么回事？喉咙像被火烧一样灼热。女仆惊慌失措地冲上前，天娜小姐，您现在还不能说话，您体内的毒素还没有完全中和。达芙妮满心困惑，中毒？我不是被车撞了吗？她转过头，视线落在床边的梳妆镜上，镜中映出一张陌生的脸孔，以及一头如樱花般的长发。达芙妮愣住了，不对劲，我得看清楚自己现在的样子。她不顾女仆的阻拦，猛地掀开被子下床，跌跌撞撞地冲向镜子。镜中映出一张极其美丽的脸庞，这不是我。她站在原地，大脑陷入一片混乱。这里是哪里？我又是谁？女仆站在身后，神情担忧地注视着她。达芙妮小姐，您还好吗？达芙妮的瞳孔骤然收缩，她痛苦地蹲在地上，双手死死扣住头颅，发出压抑的哀鸣。脑海中无数画面如潮水般炸裂。佩里格林家最小的女儿，是因为生下那个孩子才死掉的吧？如果没生下他夫人，本可以活下来。达芙妮，佩里格林是个天生的恶女，她不仅无能，还死缠烂打得黏着未婚夫，大家都要小心她。罗德里克双臂交叉在胸前，眼神中满是厌恶与愤怒。达芙妮，我爱的是圣女，不是你，你竟敢试图毒害圣女！无数根手直指向前方，处死这个恶女！达芙妮双手抓着冰冷的铁窗，在昏暗的牢房里绝望嘶吼：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是那个女人勾引了罗德里克大人，我不想就这样死掉。达芙妮猛地抬起头，眼神中透出难以置信的惊愕。这些是原来的达芙妮，佩里格林的记忆。难道是那本小说里的达芙妮？我竟然穿越到了书里，而且偏偏成了那个角色，那个因为嫉妒而发疯，试图毒害圣女，最后落得凄惨下场的人物。他自嘲地垂下头，前世的生活已经够糟糕了，这一世看起来也没好到哪去。女仆小心翼翼地凑近，声音里透着不安：小姐。开门声响起，雷厄斯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达芙妮，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你终于醒了。自杀这种行径已经给家族带来了足够的耻辱，难道你对养育你的家庭就没有一点愧疚感吗？达芙妮扬起脸，注视着眼前这个神情严肃的男人。如果记忆没出错的话，这个人就是达芙妮的叔叔雷厄斯，佩里格林家族的下任公爵。雷厄斯·佩里格林，世人称颂的小公爵，他是帝都学院的权威学者，亦是受人尊敬的骑士，却唯独憎恨着达芙妮，那个害死他姐姐的罪魁祸首。达芙妮瘫坐在地，双手死死揪住睡裙，身体因极度的不安而颤抖。可现在我竟然成了那个达芙妮。雷厄斯俯视着地上的侄女，仅仅因为罗德里克王子伤害了你，你就选择自寻短见吗？真是可悲。达芙妮低垂着头，此时正是未婚夫出轨，而我选择服毒自尽的时刻，确实可悲。为了那种转瞬即逝的爱，竟然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曾是书中令我最无法理解的部分。拥有一切却又如此愚蠢的达芙妮。雷厄斯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这是我最后的仁慈，至于对你的惩罚，稍后会再做决定。药瓶滚落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达芙妮的眼神中透出一丝疑惑，是药吗？雷厄斯迈步离去，丢下冰冷的宣告：对你这种可悲行径的容忍到此为止，不会再有下次机会了。从现在起，在公爵回来之前，禁止你踏出府邸一步。达芙妮紧握着药瓶，眼神中透着迷茫。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禁足？他推开沉重的木门，这里就是达芙妮的温室，还是说这只是我的幻觉？枯萎的枝条四处横生，原本该生机勃勃的植物，如今只剩下干瘪的残骸，散发着腐朽的气息。为了成为圣女，
达芙妮曾苦学草药学，甚至在府邸内建造了专属温室，用来培育各种珍稀药草。曾经的努力与执念，如今都淹没在这一片死寂之中。达芙妮站在凌乱的实验台前，虽然原主钻研过草药，但她真的学到了什么吗？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难道她就是用这些东西配制毒药的？达芙妮拎起一盏提灯，她迈开步子，独自走向温室深处。雷厄斯的药剂中和了部分毒性，但并没有完全清除余毒。如果是真正的达芙妮，恐怕无法配制出解药。但换作是我，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毕竟我曾在韩医诊所工作过5年，为了筹集学费和生活费，在那段日子里拼命磨练。那时他总是耐心地搀扶老人，赢得了一片赞誉。他能迅速背下所有复杂的药材名，甚至连老医师都感到惊讶。熟练的山火熬药，精准地掌握每一道工序。难怪院长把我当成宝贝，甚至在辞职前还想让我转正。不过我拒绝了，因为后来我入职了一家制药公司，多亏了那段经验，我对药材的认知早已烂熟于心。达芙妮收回思绪，让我看看，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和前世记忆中相似的草药。一个声音传来：“快点，哥哥！”达芙妮回过头，眼睛里透着一丝疑惑：“怎么了？”尤利在走廊上飞奔，他回过头，大声催促着身后的兄长：“哥哥，你动作这么慢，以后怎么当骑士啊？”阿尔马诺气喘吁吁地跑来：“太过分了，我才不慢！”他猛地停住脚步，眼睛因惊讶而睁大。危险！沉重的撞击声响彻走廊，两个身影重重地撞在一起。达芙妮跌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好痛！这下撞得可真不轻。他抬起头，眉头微微皱起，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是谁在走廊里乱跑？”阿尔马诺急忙扶住弟弟，神情中满是担忧：“尤利，你没事吧？你能站起来吗？”尤利倔强地站直身体，揉着撞疼的肩膀，这点小事根本不算什么。达芙妮回忆着，想起来了，他们是雷厄斯的儿子，也是我的堂弟。他们的母亲在产后不久便去世了，雷厄斯也从未给予过他们温暖。这两个孩子在冷漠中长大，直到后来遇见了女主角，才第一次感受到爱，并成为了守护她的英雄。达芙妮无奈地站起身，发出一声叹息：“无论前世还是今生，我似乎总和双胞胎纠缠不清。”两人看着达芙妮：“什么？是那个魔女？”达芙妮愣在原地，在这些孩子眼中，原主竟然是这种形象。仔细想想，这两个孩子在传闻中可是被称为小恶魔的顽劣存在。尤利挺起胸膛，大声质问：“你应该看路才对，难道你没长眼睛吗？”阿尔马诺躲在弟弟身后，也跟着小声附和：“没错，你没长眼睛吗？”达芙妮额角青筋猛地一跳，这群小鬼竟然敢这么跟姐姐说话，简直太没礼貌了。尤利看着达芙妮阴沉的脸色，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缩：“我说错什么了吗？”达芙妮眯起双眼，注视着这两个强装镇定的小家伙。如果你不结巴的话，这话听起来还挺有说服力的。明明怕得要死，却还要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他猛地伸出手，真是的，简直和我前世见过的双胞胎一模一样。尤利和阿尔马诺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得闭紧双眼，身体僵硬得像2块石头。达芙妮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双手在他们柔软的头发上疯狂揉搓。这次就先放过你们，下次可别再撞到我了。尤利挣扎着，脸颊因为羞恼而长得通红。放开我！你在干什么？你这个疯魔女！他拽住阿尔马诺的手臂，头也不回地向走廊尽头跑去。快走，哥哥！魔女的毒可是会传染的。达芙妮注视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发脾气吗？他们比我前世的双胞胎弟弟要小得多，简直就像2只乱吠的小奶狗。亲眼见到之后，发现他们真的很可爱。2名女仆神色慌张地跑来，在走廊转角处停下脚步。阿尔马诺少爷，尤利少爷。当他们看清眼前的身影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大小姐，达芙妮侧过头，大拇指漫不经心地指向身后，在那边照顾双胞胎一定很辛苦吧？我很清楚那种滋味。女仆们猛地弯下腰，行了一个标准的90度鞠躬礼，谢谢您。随后像逃离瘟神一般，朝着指引的方向飞奔而去。太可怕了！达芙妮站在实验台前，注视着瓶中翻滚的烟雾。我尝试用相似的草药来制作，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必须喝下去。她端起药瓶，指尖微微颤抖，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随后猛地仰起头，喝了一大口。她睁大双眼，感受着液体滑入腹中，味道竟然很不错，身体的疼痛感显著减轻。一声呼唤传来：“宝贝！”达芙妮发出一声惊呼，药瓶从指缝间滑落，她迅速伸手将其稳稳接住，动作敏捷的连自己都感到惊讶。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你还好吗？过来点，让我好好看看你。”弗洛亚猛地冲上前，一把将达芙妮紧紧搂入怀中。“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达芙妮身体僵硬。“你是谁？”弗洛亚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你怎么能不记得我？我是你最喜欢的老师弗洛亚呀。”达芙妮回忆着，难道是那个弗洛亚？夏拉坦，前任皇后赫拉，年轻时曾被佩里格林公爵拒绝，那份羞辱让她怀恨至今。她利用达芙妮恶名昭彰的机会，悄然渗透进了公爵府。酒杯破碎的声音在大厅回荡，液体溅落在地。我的宴会上竟然出现了毒药！达芙妮小姐不是在学习草药学吗？在找到证据前，先将她关起来。达芙妮挣扎着，真的不是我。虽然还没有物理证据，但所有的间接证据都指向了她。皇后轻抚着下巴，眼神中透着算计。为了防止这种行为再次发生，我必须指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去监视他。于是弗洛亚、夏拉坦作为皇后的间谍，以教导的名义被送往公爵府。达芙妮侧过头望向窗外，这些大人不觉得幼稚吗？弗洛亚说道：“罗德里克王子宣布分手的事，一定让你深受打击吧？”
平时见到我都会放下一切跑过来，现在却如此心不在焉。达芙妮随口应合着，是的。弗洛亚猛地抓紧达芙妮的手，没关系的，我会帮你处理好一切，只要像以前那样听我的话，你就能成为圣女，赢回未婚夫的心。让我看看。达芙妮僵在原地，他为什么要那样盯着我？弗洛亚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至少你的脸没受伤，真是万幸。达芙妮下意识的反问，眼神中透着一丝迷茫。我的脸？弗洛亚伸出手，指尖轻柔地划过达芙妮的头发。你的名声早已毁于一旦，但幸运的是，你还拥有这举世无双的美貌。你应该好好磨练这唯一的资产。男人都喜欢视觉上的冲击，所以作为女人，你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弗洛亚嘴角勾起阴险的弧度，语调中充满了蛊惑。如果你想赢回罗德里克的心，你的美貌是必不可少的。达芙妮侧过脸，避开那令人不适的触碰。这个人特意跑来探望，却从未问过一句关于我健康的事。他是在把我当成商品一样安慰吗？这种虚伪的关怀简直令人作呕。弗洛亚双手按住达芙妮的肩膀，看看镜子，巴罗德里克一定会爱上你的。我什么时候说错过？只要相信并跟随老师就好。达芙妮低垂着眼帘，这些话在以前或许有用，但在我这里行不通。我再也受不了被当成工具对待了。达芙妮猛地挥开弗洛亚的手，动作干脆利落，眼神中透着前所未有的冷淡。那么奶奶，你也应该多注意一下。弗洛亚愣在原地。什么？达芙妮挺直脊背。你刚才不是说男人喜欢视觉冲击吗？所以女人必须做出努力，对吧？所以你也该多注意一下奶奶。弗洛亚猛地拔高音量。达芙妮，你现在在说什么？达芙妮歪过头，语气中透着无辜的挑衅。难道你不是奶奶吗？他抬起手轻抚脸颊。抱歉，我刚醒过来，记忆还有些混乱。我想起了以前教导过我的奶奶，所以不小心弄错了。达芙妮静静注视着颤抖的弗洛亚，她还没老到被称为奶奶的年纪，而且对单身身份极其敏感，这一定伤到了她的自尊心。如果她对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发火，只会让自己显得更加愚蠢。被你轻视的达芙妮反击了，这种滋味如何？弗洛亚嘴角剧烈抽动，强行挤出一抹扭曲的微笑。谢谢你这么担心我，亲爱的。达芙妮双手合十，神情显得天真无邪。别这么说，关心老师是学生该做的。说起来，我常去的那家店，对家庭成员一起光顾的客人有特别优惠。你要和我一起去吗？弗洛亚额角青筋暴起，奶奶、家庭这些词在脑海中疯狂盘旋。此时，弗洛亚的心里一定只有一个念头：这个疯女孩是真的打算把我当成她奶奶带出去。弗洛亚猛地转过身，神情显得极度不耐烦。你太爱管闲事了，我没兴趣。两名侍女看着他，弗洛亚咬紧牙关，意识到自己刚才失态了，必须立刻挽回局面。他转过头，脸上重新挂起虚伪的笑容。我会处理好其他事情，你只要休息就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我需要向神殿和皇室报告你已经醒来的消息。达芙妮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她双手交叠放在胸前，神情显得温顺而乖巧。好的，谢谢你，弗洛亚真是一位善良的长辈。弗洛亚咬紧牙关，额头渗出冷汗，在交锋中节节败退。为什么平时听话的孩子今天会变成这样？达芙妮猛地挥出一击，动作迅猛而精准，将弗洛亚彻底击溃。弗洛亚的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绝对有什么东西改变了，我必须盯着他。达芙妮双手叉腰，是谁允许你开始的？他轻抚着颈部，喉咙竟然一点也不疼了。那种药诀不可能有这种奇效，暂时保住了性命。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表现出反省的样子，或许会被发配到偏远的领地；如果安静的住在郊外，佩里格林家的人就会渐渐忘记我。在山清水秀的地方，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凭借我这恶名昭彰的脾气，肯定没人敢来打扰。达芙妮拖着下巴，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喜的光芒。这主意简直太棒了，很好，这辈子就当个有钱有闲的恶女吧。夕阳将高耸的尖塔染成瑰丽的色泽，飞鸟掠过宏伟的城堡边缘，晚霞在天际尽头缓缓铺开。卢希尔侧过脸，嘴里叼着一支细长的烟，烟雾在空气中缭绕升腾。他坐在华丽的办公桌前，神情显得有些慵懒。难道就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吗？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达芙妮步调平稳地向前走去，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两个年幼的身影紧紧跟随。达芙妮猛地停下脚步，长发随着动作在空中划过弧度，冷淡地注视着后方。你们两个找我有什么事？阿尔马诺牵着尤利的手，两人并肩站在走廊中央。尤利猛地吸了一口气，我才没有跟踪你，只是刚好路过，对吧，哥哥？阿尔马诺的手大声地辩解着，我们也经常走这条走廊。达芙妮侧过脸，平静地注视着两个孩子。原来如此，看来你们在这里有事要办，所以你们也是来图书馆的吗？尤利急忙点头，没错，我们是来读书的，对吧，哥哥？阿尔马诺用力点着头，是的。两个小小的身影猛地转身，一溜烟跑向图书馆。快点进去吧。达芙妮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嘴角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真可爱。达芙妮步入室内，环视着高耸入云的书架，这里简直像电影场景，或者是著名的海外图书馆。尤利牵着阿尔马诺在堆满书籍的走廊间穿行。哥哥，我们走这边。达芙妮指尖划过书籍，图书馆真整洁，竟然在没有电脑的世界，把书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这么好。要从这一本开始吗？他抱着选好的书，整个人陷进柔软的沙发，一直梦想着能蜷缩在壁炉旁读一本好书，现在真的做到了，感觉太棒了。好了，开始沉浸在书里吧。阿尔马诺和尤利正悄悄观察，目光交汇的一瞬，空气陷入了沉默。达芙妮合上书，为什么？你们想一起读吗？
尤利大声反驳：“才不想，我们平时也总是在壁炉旁读书，所以才看这边的。”达芙妮拍了拍身侧的空位：“那就坐到我旁边来，这里很宽敞，你们两个坐下，绰绰有余。”尤利故作镇定地坐到沙发一侧，阿尔马诺则安静地坐在另一边。既然你这么想让我们陪你坐，那好吧，我们就勉为其难答应你。就这一次，我平时可不习惯和别人一起看书。达芙妮一脸无奈：“真是荣幸，今晚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指尖划过书页上的插图，陷入沉思。这里的草药种类确实和前世见过的很像，虽然知道贵族该有的素养，但实践经验显然更重要。至于剩下的部分，他侧过脸看向身旁，这两个孩子怎么这么安静？难道是睡着了？尤利正专注地盯着书页，目光在字里行间游走，神情异常认真。我以为他们只是随口说说，没想到真的这么喜欢看书。达芙妮悄悄凑近，让我看看他在读什么书。那是一本深奥的魔法骑士理论书。达芙妮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内容。这是什么书？你真的是个孩子吗？难道你也被人附身了？也许是因为长得像雷厄斯才这么聪明，真令人担心他的未来。他收回目光，转而看向另一侧的阿尔马诺。是童话书吗？他注视着阿尔马诺手中摊开的页面，上面画着奇特的符号与图案，是神话书。达芙妮伸长脖子，试图看清书上的细节。原来阿尔马诺对神话感兴趣，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我需要的信息。阿尔马诺猛地缩回身子，紧紧抱住手中的书。达芙妮有些尴尬：“哎呀，吓到你了吗？抱歉，那本书看起来很有趣。”他试图缓解气氛：“你喜欢那本书吗？”尤利抬起头：“那是哥哥在世界上最喜欢的书。”达芙妮问道：“那你在书里最喜欢谁？”尤利大声喊道：“英雄！”达芙妮无奈地撇了撇嘴：“没问你，你这个小鬼。”他看向阿尔马诺：“阿尔马诺，你最喜欢谁？”阿尔马诺低着头：“我也喜欢英雄，英雄很强大，他们和女神一起击败了恶魔，给帝国带来了和平。”达芙妮双手叉腰：“我倒想知道是谁先开始传这种话的。”尤里躲在灌木丛后：“哥哥，你看到了吗？刚才魔女像英雄一样打败了恶魔弗洛亚。”阿尔马诺喃喃自语：“我也想变得像传说中的英雄一样强大，总有一天我一定要亲手打败恶魔。当然，那是我小时候的事了，现在已经不那样想了，那只是个神话而已。”达芙妮侧过头：“真是个美妙的梦想，我从没想过要拯救世界，但阿尔马诺想成为英雄，这意味着阿尔马诺比任何人都具备成为英雄的潜质。”尤利说道：“英雄是协助女神击败恶魔的人，但现在既没有女神，也没有恶魔，所以你成不了英雄，对吧？”阿尔马诺涨红了脸，语气显得有些急促。“我知道。”他低下头：“我只是在想象而已。”达芙妮突然凑近尤利，虽然现在女神不在，但如果你做了坏事，恶魔会不会再次出现？尤利吓得缩起肩膀：“我才不会做坏事，你这个魔女！”你达芙妮深用力揉搓尤利的短发，语气带着一丝威胁：“刚才又叫我魔女？”尤利缩着脖子拼命挣扎：“我不是那个意思。”达芙妮猛地举起双手：“你知道吗，尤利，魔女可是站在恶魔那一边的，我要召唤恶魔了。”尤利吓得跌坐在地，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达芙妮说道：“如果恶魔真的出现，女神也一定会降临，到那时我们的英雄就有机会大显身手了。”阿尔马诺伸出手，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没错，我会保护你的，尤利。”尤利拉住他的手，慢慢站起身来：“谢谢哥哥。”虽然阿尔马诺胆子很小，但他确实是我的哥哥。达芙妮转过身：“我想看的书都看完了，现在准备回房间。”阿尔马诺立刻放下书本：“那我也要走。”尤利紧跟在后：“我也去。”达芙妮停下脚步：“难道是我打扰了他们的学习进度？”他开口说道：“不用在意我，你们继续做自己的事就好。”尤利挺起胸膛，眼神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我们已经学完了。”达芙妮看着这对双胞胎，心中泛起一丝涟漪。这种时候倒是挺可爱的。在原本的故事里，达芙妮和这两个弟弟并不亲近，但如果他们是我的亲弟弟，情况也许会完全不同。阿尔马诺问道：“你以后还会来书库吗？”达芙妮语气平淡的回答：“不知道，我想应该不会再来了。”阿尔马诺僵在原地：“你不打算再来了吗？”达芙妮轻抚下巴，陷入沉思：“难道他们真的想再跟我一起来？我是不是该趁机逗逗他们？”他开口说道：“虽然不会经常来，但偶尔还是会露面的。不过我有条件。”阿尔马诺歪着头：“什么？”达芙妮说道：“叫我姐姐，以后就这样称呼我。”尤利僵在原地，双手抱住后脑勺，脸颊瞬间长得通红。尤利大声反驳，脸颊气得鼓起：“谁会把魔女叫做姐姐？”达芙妮单手叉腰：“难道我的耳朵出问题了？为什么一直听到魔女这个词？是恶魔在召唤我吗？”他的指尖抵住下颚，该怎么办呢？尤利绝对不会那样叫我。那么阿尔马诺呢？你会那样叫我吗？阿尔马诺身体僵住，视线不安的晃动。达芙妮一脸无奈：“我能从你们的脸上看出来，你们现在都很苦恼。虽然很可爱，但还是不能欺负得太厉害，否则他们又会讨厌我了。”阿尔马诺快步跑上前，伸手紧紧拽住她的裙摆：“姐姐，你会再来的吧？”达芙妮毫不犹豫地给出回答：“当然。”真是太可爱了。那么你们什么时候再来？阿尔马诺回答：“明天。”尤利跑了过来：“什么明天？”达芙妮疑惑：“可是你们不用上课吗？”阿尔马诺和尤利瞬间僵住。达芙妮直起身子：“这么一说，现在不正是上课时间吗？你们今天没有课吗？”阿尔马诺低垂下头：“我不想去上课，太无聊了。”尤利牵住哥哥的手：“没错，反正我们已经学会了所有内容，没什么好学的了。”达芙妮心想：发生什么事了吗？一名女仆急匆匆跑来：“尤利少爷，阿尔马诺少爷，达芙妮小姐。”达芙妮轻声询问：“怎么了？”女仆的神情有些局促：“已经过了少爷们上课的时间，可以让我们现在
带走他们吗？尤利猛地转身，我不去。女仆面露难色，少爷，如果您缺席今天的课程，我们会很麻烦的。或者是小姐找少爷们有什么事吗？达芙妮眉头微蹙，她双手环抱在胸前。等一下，听你的语气，倒像是我一直抓着他们不放。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尤利小声嘀咕着，真无聊，因为和魔女在一起才被抓到的。女仆压低声音劝阻，少爷，称呼小姐为魔女有点不太合适。尤利大步朝前走去，不叫魔女还能叫什么？他看向阿尔玛诺，真可惜，我们以后再找那个魔女算账吧。阿尔玛诺低声应和，就那样做吧。达芙妮注视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难道是在帮我解围？真是反常的行为。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浅笑，这可不像平时的他们。红发女仆快步走近，神情显得有些急促。小姐，达芙妮从怀中取出怀表，指尖轻轻拨开表带。已经这么晚了吗？她收起怀表，提起裙摆，迈开脚步，走吧。阳光洒在街道上，维恩区的建筑整齐排列，拳头重砸在柜台上，发出沉闷的巨响。你真的要收这个价格？柜台后的男人盖尔说道：“这个价格简直荒谬，尤其是考虑到你们是在非法经营，拿出点良心来。”顾客冷冷地反问：“为商品收取合理的价格有错吗？你竟敢顶撞顾客，我是不是该让你再也做不成生意？”盖尔缓缓站起身：“你刚才说什么？”顾客的身体猛地一颤，冷汗顺着脸颊滑落，原本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他缩起肩膀，声音颤抖着求饶：“我会付钱的。”盖尔目送对方仓皇逃离，慢走顾客。店门重重关上，发出砰的声响。盖尔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欢迎下次再来，你们这些糟糕的家伙。”他抬起手，用力按压着隐隐作痛的额角。我真的在考虑辞职了。一个声音响起：“辞职？打算去哪？”盖尔下意识的回答：“当然是离开这家店。”店门被一股巨力撞开，一名披着深色斗篷的男子站在门口，兜帽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银色的发丝。“你好，盖尔，好久不见。”盖尔站起身：“你看上去心情不太好，发生什么事了吗？”交易很成功，男子说道。“那真是太幸运了。”盖尔缩起肩膀，神情显得局促不安。“你刚才没听到我说话吧？”他小心翼翼地开口询问。“主人，您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卢希尔摘掉兜帽，就在你说太累了想辞职之前。盖尔的内心充满了绝望。“顺便问一下，您刚从魔法塔回来吗？”卢希尔漫不经心地脱掉衣服。“有人哭着求我过去，说自己快要死了，所以我过去确认一下，那是不是真的？”他伸出手：“有什么新订单吗？”盖尔急忙翻开手中的记录单，有一份关于爱情灵药的订单，但那东西制作起来很麻烦，而且也不是您擅长的领域，所以目前还搁置着。卢希尔接过订单，扫了一眼，语气冷淡而果断：“告诉他们我接。”盖尔面露一色：“真的吗？”卢希尔说道：“你要知道，盖尔，人类的感官是很愚蠢的，他们有时会把紧张和恐惧误认为是爱情，所以如果你把两个人一起倒挂在半空中，他们坠入爱河的速度会比喝下任何药水都要快。”卢希尔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委托解决了。”盖尔垂下眼帘，在内心默默吐槽：“没错，主人只擅长杀人。”卢希尔转过身，走向店内的陈列架。“还有其他有趣的消息吗？”盖尔翻动着手中的情报。佩里格林小姐在婚约破裂后试图服毒自尽，正如传闻所说，她真的爱得发疯。盖尔看着正欲上楼的卢希尔：“主人，您今天不离开吗？”卢希尔停下脚步：“是啊，我很担心你真的会辞职，所以打算盯着你。”盖尔惊慌地摆着手：“那只是我随口一说。”一本厚重的书落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卢希尔坐在书桌前，为了买解毒剂，佩里格林家终究还是为侄女买下了药，那是他唯一的亲人了，真是一个可悲的女人。不过他的家族总算保住了。爱情到底有什么重要的？额角突然传来一阵刺痛，卢希尔皱起眉头，这种感觉又来了。虽然讨厌麻醉草的味道，但现在似乎别无选择。房门被猛地推开，盖尔慌乱地开口：“达芙妮，佩里格林小姐请求见您，她想和您谈一笔交易。”卢希尔停下手中的动作，语气中带着一丝厌恶：“那个疯女人吗？”他咬着烟斗，告诉她我不在，没空见她。盖尔犹豫着开口：“他还让我转告您一件事，关于您一直在黑市寻找的那件圣物，那是假的，最好别买。”盖尔猛地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什么？”桌上摆放着精致的茶具，杯中升腾起袅袅热气。卢希尔低垂着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是怎么知道我一直在寻找那件圣物的？又是怎么知道那是件赝品的？”达芙妮端坐在沙发上，在对面摆放沙发，应该是为了方便客人入座吧。卢希尔微微侧过头：“我当时有点赶时间，为我的失礼感到抱歉。”他伸出手指向桌上的茶杯：“请喝茶吧，这是专门为客人准备的。”达芙妮说道：“你应该先喝。作为客人，如果主人还没动过杯子，我怎么能安心喝下去呢？”卢希尔微微仰头，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看来你对我的店做了不少调查。”达芙妮紧盯着对方：“所以真的在里面放了土真剂吗？为什么我会这么紧张？”因为眼前这个人是与男主角皇太子为敌的人，是企图毁灭这个世界的最终反派，这就是原因。关于这个反派，原著中并没有太多信息，只记得他是这家店的主人，并打算通过破坏圣物来毁灭世界。达芙妮在内心反复告诫自己，别害怕，比起资本主义社会的求职面试，这根本不算什么。我可是从那个比反派更可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存活下来的人。卢希尔轻声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放心吧，茶里什么都没有。”他端起茶杯，仰头一饮而尽。达芙妮注视着对方，原著中并没有详细描写他的长相，没想到这个幕后黑手竟然长得这么好看。卢希尔放下茶杯：“现在你相信我了吗？”
达芙妮用力握紧拳头，试图驱散脑海中多余的念头。清醒一点，卢希尔说道。那么你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达芙妮从怀中取出一个药瓶，你能确认这瓶药是在这里制作的吗？即便是在禁足期间，我也必须偷偷跑出来确认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毒药的来源，无论我如何搜寻记忆，都没有达芙妮制作毒药的印象，这意味着一定是有人把药给了他。而我认识的那个反派绝不会接这种麻烦的委托。卢希尔扫了一眼药瓶，语气平淡：“很抱歉，这并不是我们制作的。虽然我们制作各种东西，但对于暗杀委托非常谨慎。”达芙妮垂下眼帘，原来是这样。虽然是抱着万一的希望来的，但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卢希尔语气平静：“不过我以前见过这种瓶子。”达芙妮猛地抬起头，眼神中透出一丝急切：“你知道卖家是谁吗？”卢希尔点头：“是的。”这种设计主要由暗杀工会使用。听说他们通过瓶子的颜色以及软木塞的样式来区分客户。这种暗杀委托的费用高得惊人，连普通贵族都难以负担，所以雇主很可能是某位高阶贵族。达芙妮感到一阵恶寒，对达芙妮怀恨在心的高阶贵族吗？仿佛有无数业火在身后炸裂，这简直是业力大爆发。无法保证这次暗杀就是最后一次，既然获得了第2次生命，就必须好好利用。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找出幕后黑手。达芙妮身体前倾，我需要你帮我查出是谁订购了这种毒药。卢希尔语气冷淡的拒绝：“抱歉，这恐怕很难办到。暗杀工会与我并无瓜葛，我也不想卷入这种麻烦事。”达芙妮挺直脊背：“但我帮你节省了时间，不是吗？如果你去买那件假圣物，会浪费掉很多宝贵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既然是交易，就应该保持公平。”卢希尔沉默着，没有立刻回应。达芙妮微微垂头，额角渗出一丝冷汗：“我必须得到他的帮助。如果我亲自去暗杀工会，那是死路一条的结局。如果派仆人去的话，甚至会牵连到整个家族，让处境变得更加糟糕。”达芙妮的眼神变得坚定，必须说服眼前的男人，这是我唯一的选择。通过反派来寻找死亡旗帜。在原著中，反派与地下世界的头目关系密切。卢希尔声称毫无关联，那一定是在撒谎。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就绝对不能退缩，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卢希尔发出一声轻笑，嘴角微微上扬。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办吧。达芙妮睁大眼睛，成功了吗？卢希尔的语气透着一丝慵懒。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圣物的真伪，但我会去调查清楚。达芙妮深吸一口气，太好了，趁着他现在还有兴趣，这就是我寻找反派的第2个理由。他从怀中取出另一个物件，还有一件事，这是我亲手制作的解毒剂，因为是随手调配的，药效和成分尚不明确，所以希望你能帮我进行专业的分析。卢希尔接过药剂瓶，这是你亲自制作的吗，小姐？难道现有的解毒剂都没有效果吗？达芙妮说道。虽然有一点帮助，但是他猛地一惊，他怎么知道我服用过其他解毒剂？卢希尔拿出一份文件，佩里格林大人曾向黑市请求过解毒剂，他想要某种既有效又对身体温和的东西。达芙妮愣在原地，瞳孔微微收缩。我的叔叔竟然向黑市请求过解毒剂，这个消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雷厄斯的一生都活得正直诚实，只为了不给家族蒙羞。难道他比我想象中更关心自己的侄女？那是不可能的，他真的很聪明。佩里格林家族的下一任继承人，在侄女解除婚约后出入黑市，这种行为对他名声的益处远大于亲情。卢希尔端坐着，语气中带着一丝探究。那是市面上最昂贵的解毒剂，难道有什么问题吗？达芙妮摊开手掌，只是我做的药味道更好，这里的解毒剂味道简直糟透了，那是我尝过最难喝的东西，而且气味也令人作呕。但我做的药味道很好，香气也十分宜人，服用后立刻就能感觉到好转，所以它绝对有效。卢希尔低下头，明白了，那么我会尽快调查这瓶药剂。达芙妮沉思着，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古怪，也许是我的错觉吧。卢希尔说道：“现在轮到你了，小姐，你是怎么知道那件圣物是赝品的？”达芙妮屏住呼吸，必须谨慎回答。如果我说自己是穿越者，他一定会觉得我疯了。我需要一个听起来合理的答案。他端坐在沙发上，神情肃穆。真正的圣物只能由圣女找到。如你所知，为了成为圣女，我愿意付出一切。卢希尔侧过身，所以你提前调查了黑市所有的拍卖品？达芙妮简短的回答：“是的。”卢希尔发出一声轻笑。但如果那件圣物是真的，而你的计划原本是想得到它呢？并没有证据能证明它是赝品。达芙妮垂下眼帘，这很当然难让人相信。他开口说道：“我是违背了叔叔的禁足令，偷偷跑出来的。如果我这个名声狼藉的人在黑市见到了你这样的危险人物，消息一旦传出去，我这辈子就只能在郊外某个角落腐烂，或者被迫嫁给叔叔选中的男人，那样我成为圣女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像我这样的人，难道会大老远跑来这里赌博吗？”卢希尔微微点头，明白了。达芙妮在内心欢呼：“太棒了！”卢希尔说道：“调查大约需要1周时间，一旦确认完毕，我会联系你的。”达芙妮看着对方，很好。卢希尔打开门：“你是坐马车来的吗？”达芙妮点头：“是的，家族的马车就在外面等着。”卢希尔停下脚步，伸出戴着深色手套的手。达芙妮愣在原地，他要护送我吗？这个世界的反派也讲究这种礼节吗？除了雷厄斯和那2个孩子，我还没接触过其他人，应该接受吧？卢希尔突然停下动作，猛地将他拉近。达芙妮身体僵住，怎么了？卢希尔低声提醒：“台阶很陡，请小心。”达芙妮暗自松了一口气，紧绷的肩膀稍微放松。原来只是单纯的护送。高跟鞋确实有些不便，但他的细心和照顾无可挑剔。如果能得到这位黑魔法师的支持，解除婚约的事或许就有希望了。
盖尔站在店门口，双手局促的交叠在胸前。那位讨厌与人身体接触的主人，竟然在护送别人，甚至还约定了下次见面。虽然佩里格林小姐确实很美，难道是那种关系？这绝对是爱情。盖尔发出一声闷哼，双手死死捂住嘴巴，却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卢希尔转过身，语气冰冷：“我已经听到了你所有的心声，你甚至打断了我短暂的沉思。少看那些奇怪的书。”盖尔拼命挥动双手，试图解除禁言魔法，但我必须把心里话说出来。接受那个委托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卢希尔微微侧头，目光中透着不悦。安静，难道需要我再次对你使用魔法吗？盖尔立刻噤声，双手紧紧捂住口鼻，不敢再有任何动作。卢希尔推开店门，走进屋内，耳根清净多了。盖尔，你是对的，但这难道不有趣吗？一个失去挚爱的人，并非选择了自杀，而是即将被他人杀害。你相信这种说法吗？盖尔关上门，关于佩里格林小姐的传闻，全都是些糟糕透顶的评价。他想把制作毒药的罪名嫁祸给我们，他肯定是在撒谎。卢希尔低头注视药瓶，一个梦想成为圣女的人，竟然会尝试自杀。他醒来后一定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盖尔疑惑地探出头，那是什么？卢希尔握紧药瓶，是佩里格林小姐制作的解毒剂。盖尔恍然大悟，所以你才护送了她。卢希尔能够通过接触吸收他人的魔力，并在此过程中读取他们的情感。盖尔坐在台阶上，无论如何，那位小姐确实有很多可疑之处。她到底在想什么？卢希尔摇了摇头，没什么。盖尔停下手中的动作，您说什么？卢希尔低垂眼帘，陷入沉思。刚才触碰他时，没有感受到任何魔力波动。粉色手帕掉落在地，盖尔瞪大双眼，这绝对不可能。没有魔力的人根本无法存活，这种人真的存在吗？这简直违背常理。卢希尔回忆着，与传闻不同，他似乎对恋爱毫无兴趣，眼神平静的可怕。他竟敢提出条件，甚至贬低我的药剂，感到厌恶也是理所当然。这种感觉究竟是什么？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某种异样。卢希尔转过身，盖尔，你觉得这药比我做的更有效吗？盖尔站在货架旁，神情有些迟疑。堂堂魔塔之主的药剂，竟然不如一位小姐的作品，这简直荒谬，更像是掺了毒药。卢希尔点点头，我也这么认为。他拔开瓶塞，我要弄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他仰起头，将瓶中液体一饮而尽。即便这药里真的有毒，也无所谓。失控的魔力反正会再次救我，就像往常一样，用这具身体亲自实验就好。他猛地睁开眼，瞳孔骤然收缩。盖尔神色慌张，主人，您还好吗？难道又要像以前那样失控了吗？快用这个麻醉烟草。卢希尔开口，我没事。盖尔停下脚步，真的没问题吗？失控的诅咒魔力，那是无法摆脱的梦魇。唯一的压制方法，只有使用与魔力对立的神圣力量。卢希尔跪倒在冰冷的地板上，四周散落着破碎的残骸。即便如此，神圣力量也无法完全奏效。被魔塔抛弃之后，为了毁掉这具躯体，制造了无数种药剂。卢希尔抬起头，眼神中透着疲惫。如果就这样死掉，大家都会感到幸福吧？如果能永远从这种痛苦中解脱，他摊开手掌，但这真的可能吗？那种剧烈的头痛竟然消失了。达芙妮是唯一一个无法被读取任何情感或想法的人，或许她能治愈我的疾病。卢希尔猛地攥紧拳头，那个女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暴雨倾盆而下，冲刷着宏伟的宅邸建筑，水汽弥漫在庭院各处。达芙妮提起裙摆，迈下马车，脚步略显踉跄。她单手捂住口鼻，感到一阵恶心。原来这个时代的晕车是这种感觉。她走向台阶，公爵在哪里？女仆为她撑着伞，微微躬身。小姐，她并没有指明要见您。达芙妮转过头，看向身旁撑伞的女仆，看来你一直很担心我回来。幸好公爵不知道我出去了。他移开视线，注视着雨幕中的城堡。既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互不关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达芙妮从怀中取出一个钱袋，递向身前的仆从。拿着这个。仆人们慌乱地摆着手。不用了，小姐，我们只是在尽本分而已。达芙妮注视着对方，目光平静。我理解你们的想法，但有时候给予帮助的人应得的报酬是必要的，所以请收下吧。他将钱袋稳塞进女仆手中，动作不容拒绝。仆人们低头致谢，谢谢您。达芙妮伸手接过伞柄，我来打伞吧。女仆神色慌张的想要夺回，还是让我来吧。达芙妮说道，我担心你的肩膀会被淋湿，你也该用一把伞才对。女仆愣在原地，谢谢您，小姐。达芙妮沉思着，适当的贿赂能确保以后没麻烦，毕竟作为被讨厌的角色，谁都不能信任。一名男仆快步走近，小姐，晚餐刚刚准备好，需要送到您的房间吗？达芙妮点头，当然。她猛地停下脚步，等等，晚餐是现在才准备好的吗？他从怀中取出怀表，指尖轻按，表盖弹开，发出清脆的响声。已经这么晚了，孩子们应该已经吃过饭了吧？女仆面露难色，轻轻摇头，我想还没有。少爷们书房的灯现在还亮着。达芙妮转过头，什么？现在还亮着？女仆低声解释着，少爷们学习非常刻苦。达芙妮侧过头，那是他们亲口说的吗？说不想在学习时被打扰，所以要晚点再吃。女仆垂下眼帘，倒也不是，是他们的家庭教师门特斯·贝尔丹伯爵代为转达的。达芙妮眼神微冷，我想起来了，佩里格林家族的分支，贝尔丹家族的成员，他是这栋宅邸里除了我之外最卑劣的人。门特斯·贝尔丹，难怪双胞胎之前的表现那么奇怪。达芙妮收回思绪，孩子们吃不吃饭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他猛地攥紧伞柄，指节用力。书房在哪里？尤利和阿尔马诺并排站立，低垂着头，双手交叠在身前，任由责难落在头顶。
门特斯猛地合上手中的厚重书籍，发出沉闷的响声。真可怜，佩里格林家族的成员竟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解不出来。你们翘课时那么自信，我还以为你们长进了不少。你们的剑术缺乏基础，知识和理论水平也低得离谱。尤利咬着牙，抬头反驳：这问题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这种难度的魔法理论大纲，我们怎么可能写得出来？门特斯发出一声冷笑：那还真是奇怪啊，在你们这个年纪，年轻的公爵大人已经无所不能了，为什么你们两个却做不到？或许是因为你们两个更像那位已故的艾琳。他双手抱胸，俯视着两个孩子，这种表情简直和雷厄斯一模一样，真是令人惊叹。该死的雷厄斯，佩里格林，我从小就是剑术与学术的双重天才，即便来自旁系家族，也有自信被佩里格林家接纳。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雷厄斯手持长剑，站在训练场中央，阳光勾勒出他冷峻的轮廓。门特斯跌坐在地，狼狈地仰视着对方。那个男人雷厄斯·佩里格林夺走了所有的光芒。他站在讲台前发表毕业演讲，那是佩里格林家族最耀眼的时刻。但我永远无法战胜雷厄斯。门特斯站在人群中，仰望着那个高高在上的身影。如果他不在那里的话，我才是最适合佩里格林家族的人。门特斯面部扭曲，眼神中充斥着不甘与嫉妒。他收回思绪，嘴角挂着一抹扭曲的笑意。既然无法向摧毁我自尊的雷厄斯复仇，那么毁掉这两个长得像他的小鬼，倒也十分有趣。我真该感谢弗洛亚给我这个机会。他开口说道：我想艾琳在天堂一定很自责，生下你们这两个废物后就撒手人寰。雷厄斯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讨厌你们。一想到我心爱的艾琳竟然被你们这两个没用的怪物吞噬了生命，尤利咬紧牙关，愤怒在胸中炸裂，拳头颤抖得愈发剧烈。他猛地踏前一步，大声嘶吼着。埃尔马诺伸手拽住他的手臂，尤利转过头，不甘地质问着：为什么拦着我？埃尔马诺垂下眼帘，声音细微而颤抖：父亲会失望的，我不想再看到父亲叹气的样子了。尤利咬紧牙关，满腔怒火化作无声的委屈，重新低下了头。窗外大雨滂沱，雨水顺着玻璃急速滑落，模糊了外界的一切。书房内死寂一片。门特斯发出一声轻蔑的嗤笑：既然明白了，就给我乖乖坐回位子上，继续刚才没做完的功课。那么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明天我会加大训练强度。书房沉重的大门被猛然撞开，木板碎裂的声音在走廊回荡。门特斯惊恐地瞪大双眼，额角青筋暴起，是谁胆敢在授课时间打扰？达芙妮站在门口，眼神冰冷而锐利。听到废话的时候，我总是习惯在思考之前先行动。门特斯猛地按住胸口，瞳孔因震惊而颤动。你刚才说我说的都是废话。达芙妮踩着高跟鞋稳步走近，我可没指名道姓说是你。他停下脚步，不过难道是被我说中了？门特斯脸色涨红，咬紧牙关。他和那两个孩子的关系明明很差，为什么会突然跑出来干涉？难道他听到了刚才那些诋毁的话？如果他把这些事告诉雷厄斯，那个男人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我身上，而这个被禁足的大小姐反而会获得自由。那样一来我就死定了，甚至会被逐出家族。雷厄斯俯视着前方，语调冰冷而严厉：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无可救药。门特斯猛地攥紧手中的书本，指节因过度用力而颤抖，绝对不能让那种事发生。他重新站稳身体，整理了一下衣襟，在如此庄重的课堂上，这番骚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达芙妮侧过身，那个词更适合你，竟然对年幼的孩子提起他们死去的母亲，真是丢脸。门特斯面色阴沉，所以你全都听到了，你是打算以此来威胁我吗？如果是这样，你倒是找了个不错的借口。但达芙妮是佩里格林家族的耻辱和麻烦，雷厄斯绝不会相信这种人的话。至于唯一的证人，这两个孩子对他们的父亲充满了怨恨，绝不会主动提起自己的惨状或是母亲受到的侮辱。只要我坚持到底，胜利就是属于我的。达芙妮微微歪过头，眼神中透着一丝嘲弄。你打算装作不知道吗？门特斯的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我看到的只有大小姐您的无理行为。达芙妮缓缓走近，既然如此，那我也没有办法了。门特斯的语气中充满了威胁。我也一样，既然我负责佩里格林的教育工作，我会将今天发生的事详细报告给公爵大人。茶水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猛地泼洒在门特斯的脸上，顺着发丝和鼻尖不断滴落。门特斯僵在原地，原本整洁的面容变得狼狈不堪。他猛地睁大双眼：你在干什么？达芙妮端着精致的茶杯，神情淡然地注视着他。发生了什么事？门特斯大声咆哮，愤怒地向前踏出一步。你刚才把热茶泼到了我的脸上。达芙妮的语气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你在说什么奇怪的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眼神中透着冰冷的笑意。门特斯面色铁青，这就是为什么佩里格林家的人。他怒吼着：我会把这件事详细上报，公爵大人绝不会放过你。达芙妮松开五指，茶杯从指尖滑落，是吗？瓷器撞击地面，发出刺耳的碎裂声，碎片四处飞溅。门特斯惊恐地向后退缩，这是在干什么？达芙妮直视着他的双眼。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把话说明白。他向前迈出一步，鞋尖踩上瓷器残骸，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原本打算割掉你的舌头。门特斯僵在原地，看着他步步逼近，呼吸变得急促。达芙妮微微仰头，直视着男人的眼睛。如果你想去告状，那就去吧。不过等舌头被割掉之后，你恐怕就没法把话说清楚了。门特斯猛地打了个冷战，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瑟缩，这种眼神简直和雷厄斯公爵一模一样。这太危险了，眼前的女人绝不是在开玩笑。
他猛地转身，脚步凌乱地冲向门口。这事绝不会就这么算了，你给我等着！达芙妮静静伫立在原地，注视着那道狼狈逃离的身影。我本不想把事情闹到这一步，但对孩子们提起死去的母亲，这种行为实在太卑劣了，真是个混蛋。总之，孩子们的情况更重要。他迈开步子，停在尤利和埃尔马诺面前。你们两个还好吗？小心地上的碎片。尤利愣在原地，为什么要帮我们？达芙妮的眼神中透出一丝疑惑。埃尔马诺低着头，毕竟做错事的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母亲才去世的，父亲确实很难面对我们。那个人说的全都是事实，如果我们没有出生就好了，那样母亲还会活着，父亲也会过得幸福。埃尔马诺突然转向达芙妮，大声质问着：为什么要帮我们？达芙妮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孩子，语气平稳而自然：帮你们还需要理由吗？他俯下身，而且我觉得他说的全都是错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不该虐待孩子。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该出生的，当然，刚才那个垃圾除外。达芙妮的嘴角泛起温柔的笑意。况且，如果这里有一位英雄，他一定会说要拯救每一个身处险境的人。他伸出手，轻柔地抚摸着埃尔马诺的脸颊。所以，别再哭了。他转过头，看向一旁抽泣的尤里。哥哥已经停下来了，你也该收住眼泪了。尤里猛地扭过脸，避开他的视线。我才没有哭。埃尔马诺看着弟弟倔强的模样，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笑。尤里气急败坏地大喊：你笑什么？埃尔马诺眉眼弯弯，因为你忍住不哭的样子太努力了。尤利的眼眶再次泛红，都怪哥哥。两人低着头，发出细碎的抽泣声。尤利猛地抱住哥哥，放声大哭起来，哭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达芙妮注视着这一幕，嘴角露出一抹欣慰的弧度。宏伟的宅邸矗立在雨幕中，喷泉水池泛起层层涟漪。达芙妮僵直地站立着，尤利和阿尔马诺一左一右，紧紧拽住她的裙摆。为什么我会陷入这种局面？他开口说道：孩子们这样没关系，但能不能先松开我的衣服？尤利扬起脸庞，眼神中透着一丝不安。姐姐，难道你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吗？达芙妮急忙摇头，不是不想，我只是担心你们会觉得不舒服。阿尔马诺眼眶湿润，泪水在眼角打转，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难道你和我们待在一起不舒服吗？达芙妮的额角渗出冷汗，不是的，完全没有不舒服。你们可以一直抓着我。阿尔马诺破涕为笑，和身旁的尤利对视一眼，露出满足的笑容。达芙妮看着两人，只要孩子们开心就好。尤利低头看向自己的腹部，那里传出一阵沉闷的鸣叫，他有些局促地捂住肚子。达芙妮说道：对了，你们还没吃饭吧？我们要不要现在去吃晚饭？他微微弯下腰，注视着尤利的眼睛。你想和姐姐一起吃饭吗？尤利的脸颊瞬间涨红。我才不想。达芙妮直起身子，虽然不该这样，但我还是想再逗逗他们。尤利开口说道。我想。达芙妮愣在原地。什么？尤利低着头，手指局促地搅在一起。我想和姐姐一起吃饭。达芙妮双手捂住胸口，身体微微后仰，这种感觉就像是被害羞的小猫接受了一样。他迅速收敛神色，如果表现得太明显，他们可能会感到尴尬并逃跑。达芙妮伸出手，紧紧握住阿尔马诺和尤利的小手。我们走吧。埃尔马诺停下脚步，指着角落里的物件。那是姐姐的伞吗？为什么会丢在那里？达芙妮瞬间流下冷汗。那是刚才慌乱中丢掉的，那是失去冷静的证据。埃尔马诺仰头注视着达芙妮。姐姐，我想和你一起撑这把伞。尤利紧紧抓着伞柄。姐姐是要和我一起撑伞的。哥哥，你自己用手遮着吧。埃尔马诺反驳。我先问的。达芙妮闭上双眼，额角跳起愤怒的青筋。你们两个！他猛地睁开眼，双手叉腰。如果你们继续吵架，姐姐就一个人走了。埃尔马诺瞬间僵住，脸色变得通红。你用吧，哥哥淋湿也没关系。尤利也红了脸。我让给你。达芙妮弯下腰，轻抚着两人的头。我们三个人一起撑伞不就好了？但从现在起，你们不能再吵架，要好好相处好吗？尤利和阿尔马诺异口同声的回答。好的。达芙妮注视着他们，嘴角不自觉的上扬。真可爱，孩子一旦敞开心扉，就会如此直接的表达爱意。雨势愈发猛烈，弗洛亚站在雨中，愤怒地扭曲着面孔。你们在磨蹭什么？撑的伞等待有那么难吗？如果我的裙子湿了，你们要负责。侍从低着头，卑微地撑着伞。对不起。弗洛亚咬紧牙关，眼神阴冷。最后我甚至听说皇后陛下很失望。以前达芙妮顺从我意愿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达芙妮咬着指甲，神情焦虑。我觉得罗德里克不爱我了，这样下去不行的。救救我！那个女人不仅没被毒死，反而变得更难对付了。达芙妮双手交叠在胸前，神情变得从容而优雅。奶奶，您是不是该管好您自己？弗洛亚的嘴角剧烈的抽搐着，她的一举一动都让人想起她的母亲阿米拉·佩里格林，那个被公认为蠢货的女人。作为英雄家族的耻辱，这对母女都无法使用魔法，简直丢尽了脸面。弗洛亚深吸一口气，平复着胸中的怒火，必须在佩里格林公爵抵达领地前彻底解决掉那个女孩。现在只能想快乐的事，愤怒对美貌没有好处。他闭上双眼，发出一声轻哼。雷厄斯·佩里格林，那个男人总有一天会成为我的爱人。弗洛亚斜视着身旁的侍女。我不在的时候，小少爷们有没有惹什么麻烦？侍女缩起肩膀，眼神飘忽不定。这个，他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他们今天又拒绝参加课程，不过最后还是进去了。弗洛亚双眼圆睁。什么？又是这样？我已经辞退了所有平庸的教官，亲自请来了专家门特斯伯爵。到底还有什么问题？侍女被吓得后退一步。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是他们似乎和大小姐走得很近。今天我也看到他们在一起，也许是因为这个。弗洛亚
咬牙切齿。达芙妮那个小畜生竟然敢插手孩子们的教育！那个女孩现在在哪？侍女缩着脖子，声音颤抖着回答：“她正和2位小少爷在别馆的餐厅里共进晚餐。”弗洛亚猛地停住动作。餐厅？自从阿米拉去世后，那个家里的人就再也没在那间餐厅聚过餐。可现在达芙妮竟然带着他们在那里吃饭，你到底在策划什么？弗洛亚猛地转身，大步迈入雨中。我必须去见小少爷们。门特斯伯爵正站在雨中，浑身湿透，发丝凌乱地贴在额头，神情显得狼狈不堪。弗洛亚皱起眉头：“门特斯伯爵，这种大雨天您在这里做什么？”他略带疑惑地询问：“课程已经结束了吗？”门特斯猛地睁大双眼，眼球布满血丝，他发疯般的大喊：“你知道我在教导那2位小少爷时到底经历了什么吗？大小姐把热茶泼在我身上，甚至还威胁要伤害我。”弗洛亚掩住嘴唇，眼神惊愕：“什么？竟然有这种事？”门特斯猛地甩开手臂，雨水四溅。为了皇后、陛下和弗洛亚夫人的面子，我一直忍耐至今，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立刻向神殿报告，正式提出投诉。弗洛亚呼喊着：“伯爵，请等一下！”皇后的话在他脑海中回响：“我不希望再从你身上看到任何失望。”弗洛亚攥紧拳头，指节剧烈颤抖。“达芙妮，你竟敢再次挡住我的路！”仆从颤抖着开口：“弗洛亚夫人，我有话要对您说。”弗洛亚双眼圆睁，又怎么了？仆从缩着脖子，声音在雨伞下颤抖：“其实大小姐今天去了维恩区，她叮嘱我们要保密，但我实在太担心了。”弗洛亚的嘴角微微上扬，发出一声轻笑：“真是个自寻死路的好时机。他大概只是去那里买些奢侈品，但谁会相信呢？所有人都会认为他是去那里接触暗杀工会的，不是吗？”弗洛亚死死盯着前方：“这一次，我一定要彻底解决掉你。”尤利握着叉子，将食物塞进嘴里，腮帮鼓起，不停地咀嚼。阿尔马诺坐在长桌另一头，同样低着头，大口吞咽着盘中的肉块。达芙妮轻声提醒：“慢点吃，就算食物再好吃，吃太快也会生病的。”尤利突然剧烈摇晃，捂住嘴巴，发出痛苦的咳嗽声。达芙妮伸出手轻拍他的后背：“看吧，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沉思着：“应该饿坏了吧？毕竟一直饿到现在也是没办法的事。温暖美味的饭菜，还有可爱的孩子们，和别人一起吃饭的感觉确实不错。一旦搬到郊外，就再也没法和孩子们一起吃饭了。也许我会感到寂寞。”他猛地一惊：“我在想什么呢？清醒一点，现在该考虑的是如何逃离这里。”尤利停下手中的餐具，侧过头询问：“姐姐，你身体不舒服吗？”达芙妮的脸上挤出笑容：“没有，没有。”他侧过头注视着阿尔马诺。阿尔马诺觉得怎么样？味道好吗？阿尔马诺挠了挠脸颊，小声嘟囔着：“其实我叫埃米尔。”达芙妮的嘴角微微抽动，这是在要求我叫他的昵称吗？他露出温柔的笑容，改口询问：“好的，埃米尔，饭菜怎么样？”阿尔马诺握着叉子，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很好吃，而且因为是和姐姐一起吃，感觉更美味了。”达芙妮静静地看着他，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开心。尤利的嘴里塞满食物，他突然瞪大双眼，随后剧烈咳嗽起来。达芙妮神情慌张地惊呼：“尤利，慢点吃！”尤利端起杯子，大口灌下液体。窗外雷声轰鸣，雨水冲刷着建筑，沉重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雷厄斯披着长袍穿过空旷的走廊，脚步声在寂静中回响。弗洛亚站在宽敞的办公室内，注视着雷厄斯的身影。小姐向门特斯伯爵泼了茶，甚至还威胁了他，所以伯爵说他要辞职，而且今天他偷偷去了维恩区。如您所知，那里的郊外有很多非法商店。雷厄斯按住额头，这意味着……弗洛亚点头，是的，我很担心他到底在寻找什么。另外，我听说他最近和少爷们走得很近。既然门特斯伯爵已经辞职，不知道少爷们是否会受到那位小姐的影响。雷厄斯愣住，什么？孩子们在哪里？他快步冲向餐厅，猛地推开沉重的大门。雷厄斯站在门口，胸口剧烈起伏，死死盯着眼前的景象。你们现在在做什么？达芙妮回过头，雷厄斯，他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雷厄斯大步上前，一把夺过达芙妮手中的杯子。尤利，你喝了这个吗？身体还好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尤利缩起肩膀，父亲。达芙妮的指尖悬在半空，难道他觉得我在给孩子们下毒？雷厄斯垂下眼帘，把孩子们带走。管家微微躬身，明白了，小少爷们，我们走吧。雷厄斯将杯子重重砸在桌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我听说了你和门特斯伯爵的谈话。他抬手按住额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那是真的吗？达芙妮垂下眼眸，语气平静。是的。雷厄斯怒视着他，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现在说出来。达芙妮猛地抓起杯子，将杯中残余的液体一饮而尽。雷厄斯瞳孔骤缩，伸出手想要阻止。什么？达芙妮放下杯子，你为什么这么惊讶？雷厄斯肩膀一颤，指尖微微发抖。达芙妮语调冰冷，我喝了这杯水，是这么令人震惊的事吗？或者你觉得这里面有毒？我能理解雷厄斯的误会，考虑到当下的情况，这确实很合理。但如果就这样带着误解生活下去，我将永远活在怀疑之中。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达芙妮坐在餐桌前，指尖摩挲着杯壁。这杯水我从一开始就在喝，我把它给尤利，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不舒服。所以，如果真的像叔叔想象的那样有毒，我会先死掉。雷厄斯沉默不语。达芙妮站起身，叔叔，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如果我跳出来救了孩子们，你会相信我吗？他直视着雷厄斯的双眼，眼神冰冷而坚定。雷厄斯神情僵硬。什么？管家站在走廊尽头，小少爷们，请往这边走。他叹了口气，你们听到了大人刚才说的话吧？
对于那位小姐来说，现在已经足够艰难了。如果连小少爷们也这样闹事，她一定会感到非常痛苦。请回房间去吧，快一点！埃尔马诺的眼神中透着不安。好的，女仆们在走廊交头接耳。公爵大人今天看起来格外不舒服，你不知道吗？今天是艾琳夫人的忌日，连那个可怕的门特斯伯爵都忍受了，我们也必须忍耐。但是姐姐呢？姐姐没有做错任何事。两人回忆着达芙妮的话，无论发生了什么，虐待孩子都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人应该为了受虐待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姐姐让我明白了这一切，仅仅因为父亲正处于艰难时期，就这样无视姐姐，真的是正确的吗？如果这里有一位英雄，他一定会说去拯救任何处于危险中的人。尤利微微张开嘴，低声呢喃：“英雄。”他猛地抬起头，注视着身旁的阿尔马诺，眼神变得清澈而坚定。是的，这一次我们要救姐姐，绝不能让姐姐受苦。雷厄斯惊愕地转过头，阿尔马诺、尤利两人张开双臂，挡在达芙妮身前。父亲，请住手！姐姐不是坏人，是姐姐救了我们。雷厄斯俯视着挡在身前的两个孩子，眼神中透着难以置信。你们？达芙妮注视着双胞胎的背影，为什么他们会保护我？在原本的故事里，直到遇见女主角之前，他们从未违抗过父亲。难道有什么改变了？埃尔马诺低垂着头，声音颤抖：“姐姐没有做错任何事。门特斯伯爵经常提起我们的母亲，他以此折磨我们。”雷厄斯的神情变得凝重。阿尔马诺，你现在在说什么？阿尔马诺低垂的目光中透着隐忍。他还说我们是没用的废物。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该出生。达芙妮将手轻轻搭在他的肩头。埃米尔停下。阿尔马诺抬起头，姐姐。达芙妮说道：“没关系，不要再勉强自己了。你想帮我对吧？只要有这份心意就足够了。”阿尔马诺再也无法抑制情绪，发出细碎的抽噎声。他猛地扑进达芙妮的怀里，放声大哭。尤利站在一旁，注视着相拥的两人，泪水在眼眶中打转。雷厄斯伫立在长桌旁，注视着跪地相拥的三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达芙妮，不是你的错，是门特斯伯爵吗？他的瞳孔骤然收缩，周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他真的伤害了孩子们吗？达芙妮抬起头，这才是他真正愤怒的模样。原本以为刚才已经见识过他的怒火，可现在才明白，他此前从未真正动怒过。难道这意味着他从未真正向达芙妮敞开心扉？雷厄斯猛地转身，披风在空中划过凌厉的弧度，大步流星地离去。铁栅栏后传出剧烈的撞击声，门特斯伯爵双手死死抓着栏杆，面容扭曲的嘶吼：“到底过了多少天了？快放我出去！竟然突然逮捕并囚禁我！我根本没有威胁过小少爷们，就算我真的做了，我可是伯爵，小领主不能就这样抓捕并囚禁我，这难道不是在向帝国宣战吗？”沉重的地牢大门缓缓开启，一道光线撕裂了昏暗，投射在冰冷的地砖上。达芙妮披着深色斗篷，逆着光步入的牢。门特斯伯爵眯起眼睛，试图看清来人的面孔。你是谁？你是帝国派来的人吗？达芙妮举起银色酒杯，递向铁栅栏后，门特斯伯爵惊喜：“你带水来了，让我好好奖赏你。”他迫不及待地夺过杯子，贪婪地吞咽着液体。能不能再多带点水？饿了这么多天，我真的渴坏了。达芙妮摘下兜帽，难道这些还不够吗？真奇怪，我可是特意准备了最大的杯子。门特斯伯爵愣在原地，握着空杯的手微微颤抖。达芙妮的嘴角挂着一抹冰冷的笑意。你好，教授。门特斯伯爵猛地后退。小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达芙妮抬起戴着蕾丝手套的手，指尖轻抵下唇。当然是因为担心你才来的。门特斯伯爵瞪大双眼，额头渗出冷汗。不可能，你来这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低头看向手中的空杯，瞳孔骤然收缩。难道？达芙妮的语气平缓而冰冷。你已经察觉到了吗？既然你横竖都要死，我想在你身上测试一下我的药。你给孩子们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所以这种程度的痛苦应该不算什么，对吧？门特斯伯爵手中的杯子掉落在地，发出清脆的碎裂声。他猛地弯下腰，剧烈的咳嗽起来。好恶心！达芙妮伫立在铁栅栏外，俯视着痛苦挣扎的男人，亲自感受一下吧。为了让你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么，门特斯伯爵死死捂住嘴巴，身体因极度的恐惧而痉挛。救救我！他死死掐住喉咙，咸水顺着嘴角滑落。达芙妮看着他，真是可悲。给门特斯伯爵喝的其实只是普通的纯净水，虽然确实想过要下毒，但这种传闻散布出去，恐怕会留下难以抹灭的犯罪记录，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所以那杯水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他内心的恐惧在作祟。但这还不足以平息我的愤怒。达芙妮走向门口，像他这种人就该被彻底铲除，让他永远无法翻身。他猛地停下脚步，身体僵住。等等。雷厄斯伫立在前方，周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达芙妮额角渗出冷汗，心跳骤然加速。雷厄斯为什么会在这里？更重要的是，难道刚才说的话全被听见了？除了制作毒药，难道我还要变成那种随意铲除别人的人吗？头条新闻赫然写着：恶毒的名媛，残忍的剪刀手佩里格林小姐，竟然将门特斯伯爵切成了碎片，绝对不行，这种事绝对不能发生。达芙妮猛地抬起手，神色慌张地挡在身前。叔叔，我可以解释。雷厄斯一言不发，迈开长腿离开。达芙妮愣在原地，你不去确认一下吗？雷厄斯停下脚步，确认什么？达芙妮说道：我刚从关押门特斯伯爵的牢房出来，虽然他确实是个该死的人，但万一出了什么事呢？雷厄斯微微侧过脸，目光深邃。我们谈谈吧。他重新迈开步子，皮鞋踩在石砖上，发出沉稳的声响。达芙妮低着头，沉默地
跟在那个高大的身影后方。雷厄斯伫立在书房中央，他微微侧过头，余光扫向门口。你为什么站在那里？达芙妮缩在门边，这下糟了，简直是灾难。他开口说道：“我觉得站在这里听会比较好。”雷厄斯说道：“坐下吧，不会耽误太久。”达芙妮挪动脚步，一步步走向圆桌，目光被桌上的书籍吸引。这是？雷厄斯神色平静，可以看，没关系。达芙妮伸出手，这是什么？雷厄斯目光低垂，在门特斯伯爵府邸发现的日记。达芙妮愣住，那个疯子的，为什么突然给我看这个？他翻开封面，瞳孔骤然收缩。我知道他一直对雷厄斯心怀自卑，竟然恶劣到了这种程度吗？日记上写着，如果雷厄斯不在这里，我本该成为佩里格林的主人。艾琳死了，嫁给那种无赖，难怪会早死。我要彻底毁掉那两个没用的双胞胎。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脸，我就感到无比快乐。达芙妮垂下眼帘，因为自卑感而对孩子们产生这种情绪。雷厄斯站在桌边，我曾以为自己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当心软的环顾四周时，思绪会变得混乱，从而给敌人留下攻击的机会。我原以为孩子们会好好跟随我的脚步，但那只是我的错觉，因为没有关注周围，我竟然不知道孩子们正在经历什么。雷厄斯抬起手遮住双眼，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也不该在被问及是否信任你时犹豫不决，我彻底错了。他抬起头，目光变得柔和。谢谢你，我真的很感激。达芙妮愣住，这些举动在原来的达芙妮的记忆中绝不是雷厄斯会做出的事，但传达过来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像谎言。真没想到雷厄斯会对我说出这么真诚的话。他开口说道：“那么作为道歉，你能给我一些回报吗？”雷厄斯微微一怔，如果你真的想和罗德里克结婚，我会确保那件事达成。达芙妮打断了他，每周至少3次，要和孩子们一起吃饭。雷厄斯愣住了，什么？壁炉内木柴噼啪作响，火光映照着室内。雷厄斯注视着眼前的侄女，你不是想继续和罗德里克的婚约吗？达芙妮猛地抬起头，绝对不是。她微微垂下眼帘，陷入短暂的沉思，该怎么解释才好？她开口说道：“叔叔，我不再爱罗德里克了。直到站在死亡边缘，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不是爱，而是愚蠢的执念。我真的很后悔，至今为止所做的一切，我已经放弃成为圣女，现在只想为自己而活。”雷厄斯陷入沉默，达芙妮微微侧过头，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她继续说着：“无论如何，我的想法已经改变了很多，我没打算再见到罗德里克，所以您能答应我的请求吗？”雷厄斯抬起手，指尖抵住下颌，和孩子们一起吃顿饭。达芙妮猜测，难道是叔叔是因为妻子的死才怨恨那些孩子吗？雷厄斯猛地睁大眼睛，神情错愕，绝不可能，你怎么会产生这种荒谬的想法？失去艾琳确实令人痛苦，但这并不是孩子们的错。达芙妮向前迈出一步，但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和您的感受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因为门特斯所做的事而责怪您，所以请不要再疏远孩子们了。为了您和那对因误会而分离的双胞胎，必须有人迈出修复关系的第一步。我希望那个人能是您叔叔。雷厄斯垂下眼帘，神情显得落寞而迟疑。他发出一声轻叹：“是的，你说的没错。”他紧握拳头：“我会照你说的去做。”达芙妮露出微笑：“谢谢您。”雷厄斯注视着他：“但我也有一个请求，我希望你也能和我们在一起。”达芙妮微微睁大眼睛：“我吗？”他有些迟疑地低下头：“我觉得我出现在家庭聚餐上可能有些不太合适。”雷厄斯神情严肃地注视着他：“你在说什么？你毫无疑问也是佩里格林家的一员。”达芙妮愣在原地，目光凝滞。原本的达芙妮一直认为自己从未得到过家人的认可或关爱，始终感到被冷落。或许达芙妮以前也不知道这一点。雷厄斯抬起手，指尖轻触额角：“那么等日期定下来，我会让仆人通知你。”他侧过身，指向房门的方向：“现在去休息吧。”达芙妮正欲离开，脚步却猛地停住。“但是叔叔，您是怎么知道我去了维恩区的？”雷厄斯侧头看向他：“是弗洛亚小姐告诉我的。她说从仆人那里听到了消息，还说很担心孩子们。”达芙妮眉头紧锁，额角青筋跳动。又是弗洛亚，仆人们明明拿了钱，竟然还敢多嘴，我真是太天真了。这世上根本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雷厄斯问道：“那你为什么去那里？”达芙妮沉思着，他大概还没有100%信任我，所以没必要完全坦白。他深吸一口气，注视着叔叔的眼睛：“我去拿更多的药，虽然好转了一些，但还没有完全痊愈。而且我发现了一件事，您是为了我才从黑市弄到那些药的吗？”雷厄斯轻咳一声：“你昏迷了好几天，祭司的净化，普通的药物全都没有效果。”达芙妮愣在原地，目光凝滞。“您甚至请了祭司，使用魔法的雷厄斯家族明明和神殿关系并不好。”他低下头：“谢谢您。”雷厄斯山地车，所以以后绝对不要再糟蹋自己的身体，绝不能有第二次。达芙妮点头：“好的，我不会再那样做了。”雷厄斯侧过脸，嘴角带着一丝宽慰的笑意，眼神变得柔和。达芙妮注视着他，露出温婉的微笑：“我会向弗洛亚小姐解释清楚，不让她误会这件事。”达芙妮眼神微动，瞳孔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雷厄斯转身：“现在真的该回去休息了。”达芙妮举起日记：“请等一下，叔叔，还有一件事。我之前翻看门特斯的日记时，发现上面写着他经常去神殿，他曾试图通过祈祷来克服因您而产生的心理创伤。而且门特斯小姐在神殿里主要是负责倾听贵族们祈祷的人。”雷厄斯猛地睁大双眼，瞳孔颤动：“你是在怀疑他把门特斯带到这里当老师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达芙妮眼神坚定：“是的，没错。”雷厄斯咬紧牙关，神情变得阴冷而决绝：“这件事我会处理，你不用担心。”达芙妮看着他的背影，
是的，他的嘴角上扬，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弗洛亚是否真的是共犯，但那又怎样？既然他先动了手，我就必须加倍奉还。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了。弗洛亚询问，当时的氛围怎么样？女仆站在书桌前，微微低头汇报。公爵看起来非常不悦，小姐也是类似的表情。弗洛亚抬起手，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女仆恭敬的应答，是的。弗洛亚向后靠在椅背上，神情变得松弛。多亏达芙妮又惹了麻烦，真是万幸。他眯起眼睛，目光变得阴冷。愚蠢的门特斯，我派他去教导孩子，他竟然做出这种蠢事。幸好雷厄斯还没发现我和门特斯之间的联系，否则我就会面临无端的怀疑。只要能妥善处理掉达芙妮，我的计划就完美了。敲门声响起，弗洛亚小姐。弗洛亚皱起眉头，语气不耐，没听到我说要休息吗？门被推开一条缝，女仆神色慌张，公爵大人在找您。弗洛亚猛地站起身，脸上绽放出喜悦。公爵。转瞬间，喜悦凝固在脸上，取而代之的是惊愕。他站在办公桌前，您这是什么意思？您是说要让我不再负责孩子们的教育吗？雷厄斯坐在桌后，头也不抬，就是字面意思。他翻动着手中的文件，纸页发出清脆声响。鉴于最近发生的事，我重新考虑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弗洛亚按住胸口，我一直全心全意地侍奉着小姐和少爷们，您就这样辞退我吗？皇室绝不会坐视不管的。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我是皇太后亲自派来的人。雷厄斯猛地拍向桌面，掌心重重压在文件上。皇室那边我自然清楚，所以才没有将你解雇。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只是不再负责孩子们的教育，有什么问题吗？弗洛亚瞪大双眼，面部肌肉因愤怒而扭曲。如果不能教课，那和被解雇有什么区别？雷厄斯说道。对话到此为止，你可以出去了。弗洛亚说道。公爵，请您再考虑一下，求您了。雷厄斯眼神冰冷地注视着对方。我不会再说第二次，如果你不主动离开，我就叫卫兵把你拖出去。你还要继续站在这里吗？弗洛亚浑身颤抖，他猛地转身，用力甩开房门，脚步沉重地冲出书房。弗洛亚双手抱头，面部因愤怒而扭曲。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这样？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的目标就会受到阻碍，皇太后也不会放过我。达芙妮，如果不是那个女孩……弗洛亚抬起手，用力啃咬着指甲。我必须制造一起事故，重新赢回雷厄斯的信任，必须是涉及某人性命的大事，或者说是两个人的性命。阳光洒在窗台，绿意在盆栽中蔓延。哇，它们长得真快！达芙妮俯下身，指尖轻触幼嫩的叶片，连我这种新手都能养活，看来这些植物真的很易于生长。那个在传闻中一团糟的达芙妮，果然在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改变。自从与门特斯相遇，已经过去了4天。门特斯被雷厄斯严厉训斥后，彻底变成了一个疯子。他蜷缩在铁窗后的角落，不断发出毫无意义的呓语。我是谁？随着那个欺负孩子的人消失，双胞胎终于找回了笑容。达芙妮注视着盆栽，虽然弗洛亚最近异常安静，让人有些不安，但暂时应该没问题。这些植物长势喜人，或许能用它们研制出新药。他俯下身，目光落在叶片边缘，那是什么？一种白色且粘稠的物质，正顺着翠绿的叶尖滴落，看起来很不妙。女仆苏琪亚说道：“那是福特波特提取物。”她认真的解释着，味道又酸又好，对预防感冒非常有效。我父母以前经常给我喝这个。达芙妮盯着叶片上的粘液，眉头紧锁。但这看起来难道不像鼻涕吗？苏琪亚抱着木桶，露出怀念的笑容。其实我也因为不想吃而哭过，但它真的很美味。他抬起手臂，比划着高度，眼神充满自豪。我姐姐就是多亏了她，才长得这么高，效果真的很棒。达芙妮单手托腮，原来如此。但我们能不能不直接吃它？连我都不想那样吃。她陷入沉思。能预防感冒，味道酸酸的，孩子们也能接受。难道是那个？她猛地抬起头。苏琪亚，你能帮我个忙吗？几天后，阳光斜射进宽敞的图书馆，书架整齐排列。达芙妮坐在沙发上翻阅书籍，双胞胎在她旁边坐下。达芙妮看向尤利，嘴角挂着温柔的笑意。你是想来找姐姐玩吗？尤利低着头，双手紧紧抱着厚重的书本。不是那样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绝对不能荒废学业。达芙妮摸着他的头，真的吗？那让我看看你学的怎么样。尤利支支吾吾。这个书页在眼前展开，密密麻麻的皱纹间赫然印着复杂的魔法阵，又是一本完全看不懂的深奥书籍。达芙妮询问：“你能理解读到的所有内容吗？”尤利猛地抬起头，眼神充满自信：“当然了，这些都是从贝尼特先生那里学到的。”他翻开书页，动作急促而兴奋：“快看这个！”泛黄的纸张上布满了稚嫩的涂鸦。达芙妮盯着书上的内容，眼神中透出一丝无奈：“你确实学得很刻苦，这很了不起。所以，先从纠正你的拼写错误开始吧。”尤利如遭雷击，身体猛地一颤，手中的书本险些滑落。“我真的写错了那么多吗？”达芙妮笑着说道：“没那么多，我小时候也经常搞混，连大人都会犯错，所以别太难过。但为了以后，我们还是把它们改过来吧。这里应该用这个词，而不是那个。”埃尔马诺盯着他，陷入沉默。他开口呼唤：“姐姐，姐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达芙妮回过头，其实姐姐突然变聪明是有原因的。双胞胎猛地凑近，眼睛闪闪发亮。是什么原因？达芙妮靠在沙发背上，这是最高机密，要不要告诉你们呢？双胞胎催促着。是什么？快告诉我们！达芙妮拿出一个精致的小袋子。好吧，我只告诉你们2个，就是这个。埃尔马诺凑近布袋，睁大眼睛注视着。这是什么？
达芙妮解开丝带，袋口向两侧敞开，露出里面圆滚滚的白色颗粒，散发着诱人的甜香。尤利的眼神中透出一丝疑虑：糖果吗？好可疑。达芙妮做事要收回布袋，如果你不想要的话，那我就全部吃掉喽。尤利急忙伸出手，大声抗议着：我要吃！阿尔玛诺也冲了上来，我也要吃。尤利捏起一颗糖果放进嘴里，腮帮微动，细细品味着。达芙妮的眼神充满期待，味道怎么样？阿尔玛诺露出满足的笑容，很好吃，姐姐。尤利却猛地皱起脸，太酸了，嗓子感觉麻麻的。阿尔玛诺抱着厚重的书本，神情愉悦，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喜欢的，酸酸的味道很棒。尤利平复了呼吸，再次伸手从袋子里拿出一颗，其实我也不讨厌这个味道。他咀嚼着，后面还有点甜甜的。他再次被酸味击中，整个人缩成一团，好酸。达芙妮看着他滑稽的模样，忍不住笑出声来。计划成功了，这样应该就足够了。我称之为儿童维生素补充剂。这个世界的药物一旦制成药丸，就会失去效力，所以大多以粉末形式存在。达芙妮浅尝一口药剂，面部瞬间僵硬，结果就是味道显然很糟糕，吞咽过程更是折磨。但如果把它做成糖果呢？易于食用，口感极佳，即使不加糖也味道鲜美。换句话说，这是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开发出的新技术。专利就是金钱，而金钱全都是为了我的退休基金。我要挣脱这世界所有的枷锁，去寻找属于我的幸福。达芙妮闭上双眼，嘴角挂着满足的弧度，沉浸在美好的幻想里。阿尔玛诺询问：对了，姐姐，这个叫什么名字？他总该有个名字吧？达芙妮猛地回过神，这个嘛。他侧过脸，避开阿尔玛诺的视线，直接照搬原来的名字维他命，总觉得有点愧疚，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商标权。它是用波特提取物制成的，所以他开口说道：就叫他波比吧。阿尔玛诺眨了眨眼睛，轻声重复着这个名字，波比，像小狗的名字一样可爱。达芙妮眯起眼睛，露出宠溺的笑容，你们更可爱。阿尔玛诺扬起脸，眼神中满是期待，姐姐下次多做点波比吧。达芙妮伸出手轻抚他的发丝，好啊。他注视着书页上的内容，眼神变得深邃。对了，阿尔玛诺，魔法回路很难吗？你盯着这一页看了很久，既然这样，那个领域是叔叔的专长，不如直接去问他。阿尔玛诺愣在原地，脸颊泛起微红。达芙妮看着他，难道被我看穿心思了？他开口说道：你也想那样做对吧？阿尔玛诺轻声回应：是的，但是我不想打扰他的工作。这些天他在餐桌上一言不发。达芙妮沉思着，确实有点过分了，但是我知道那并不是叔叔真正的想法。他伸出手轻抚阿尔玛诺的发顶，他其实会很高兴的。阿尔玛诺抬起头，真的吗？达芙妮微笑着点头，真的。尤利猛地站起身，我也有事要请教，带我一起去吧。达芙妮看着他雀跃的模样，轻声阴语：好的，那么大家一起去吧。宽敞的办公室内，雷厄斯独自坐在书桌后，他抬手揉按太阳穴，合上双眼，真是累坏了。虽然庆幸关于门特斯的问题没有演变成领的战争，但失踪领主的责任必须由我承担，即便有10个身体也不够用。他的嘴角泛起一丝弧度，神情在疲惫中透着欣慰，至少孩子们不必再受苦了。2天前的晚餐桌上，空气仿佛凝固成冰。达芙妮试图打破这死寂，笑声在空旷的餐厅里回荡，却没能激起任何波澜。尤利和阿尔玛诺埋头盯着餐盘，手中餐具机械的碰撞发出清脆而单调的响声，在冰冷的氛围中显得格外刺耳。雷厄斯抬起手，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但是他们似乎还是不喜欢和我一起用餐。他将手中的笔拍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强迫他们和讨厌的人一起吃饭，一定难以忍受，还是取消共同用餐吧。敲门声响起，叔叔是我。雷厄斯侧过头望向紧闭的房门，进来吧。达芙妮推开沉重的木门，探出半个身子，嘴角挂着清浅的笑意，我有事想找您商量。雷厄斯站起身，我也正想谈谈那个，取消和孩子们一起用餐吧。达芙妮满脸惊愕地追问，为什么？雷厄斯说道，因为孩子们觉得不自在，我也觉得有点，至少应该让他们吃得舒服些。尤利和阿尔玛诺站在门外，怀里紧紧抱着书本。雷厄斯继续说着，你也辛苦了，谢谢你特意来找我谈话。沉重的木门被缓缓推开，雷厄斯回过头看着站在门口的3人。达芙妮抬手轻抚发丝，眼神有些躲闪。今天我和孩子们在书房学习，他们想请教您关于魔力回路的事。雷厄斯僵在原地，尤利垂下眼帘，对不起，我们并不是想让你感到不自在。埃米尔说道，对不起打扰您了，我们这就离开。雷厄斯缓缓蹲下身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并不讨厌你们，事实上我太在意也太担心了，我真的很开心你们能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等了很久很久，所以如果你们不生气的话，能告诉我你们好奇的地方吗？尤利和阿尔玛诺愣在原地，眼眶微微泛起诗意。雷厄斯向孩子们伸出手，到这里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是哪一部分让你们感到困扰。他接过递来的书籍，视线停留在稚嫩的字迹上。我的目标是成为像父亲一样伟大的魔法剑士。雷厄斯凝视着那行字，呼吸猛地一滞，他猛地向前倾身，将2个孩子紧紧搂入怀中。他闭上眼，将脸埋在孩子们的肩头，泪水无声地滑落。阿尔玛诺和尤利瞪大眼睛，越过宽阔的脊背对视，小手迟疑地抬起，轻轻拍打着父亲的后背。达芙妮静静站在门边，注视着相拥的3人。2只麻雀落在枝头，发出清脆的鸣叫。距离那场风波已经过去了几日，餐厅内灯火通明，长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曾经紧绷的氛围随着误解消除而消散，
孩子们与雷厄斯之间的交谈愈发频繁。达芙妮优雅地端坐着，嘴角挂着浅浅的笑意，注视着眼前和睦的景象。这个家庭终于要变得像普通人家一样亲近了。女仆轻声呼唤，打断了他的思绪。小姐，有一封给您的信。达芙妮放下手中的餐具，侧过头看向来人。给我吗？信间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您订购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落款处赫然写着玫瑰饼屋。达芙妮愣住，这是什么？我不记得订过什么蛋糕，难道是幕后黑手寄来的信？尤利侧过头询问，姐姐订了甜点吗？达芙妮收起信件，是的，我想要点东西。他看向主位上的雷厄斯，叔叔，我待会儿可以出去一下吗？我有些私事要处理，保证不会惹麻烦。雷厄斯眉头微蹙，是厨师的手艺不合胃口吗？如果是这样，我马上换个新厨师。达芙妮连忙摆手，不是那样的，只是因为有想要的东西才订购的，顺便处理一些杂事。埃尔马诺压低声音，姐姐，你该不会是要去见罗德里克那个混蛋吗？雷厄斯神色尴尬的开口，不应该称呼长辈为混蛋。达芙妮愣在原地，满脸荒谬，为什么从上次开始，那个家伙的名字就一直出现，简直无从吐槽。雷厄斯闭上双眼，沉声回应，我知道了，达芙妮，但你必须在日落前回来。达芙妮露出灿烂的笑容，双手交叠在胸前，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叔叔。天空澄澈如洗，几缕流云缓缓飘过，阳光洒在街道尽头的尖顶建筑上，招牌上写着艾尔茨商店。达芙妮摘下兜帽，露出粉色长发，苏琪亚竟然还细心地准备了长袍，真是个不错的家伙。卢希尔披着深色连帽斗篷，站在台阶前，欢迎光临，小姐，很高兴您能顺利找到这里。达芙妮微微扬起头，听起来您在找我的过程中，似乎遇到了不少麻烦。卢希尔沉思着，正如传闻中所说，他能立刻理解信中的深意，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卢希尔递过一份文件，我调查过了，毒药确实是委托给暗杀工会处理的，然而委托人已经不在人世了。达芙妮低头审视着手中的文件，眼神逐渐变得冰冷。果然，不出所料，下达命令的人地位一定非常显赫。卢希尔说道，你看起来并不惊讶。达芙妮回答，我早有预料，更重要的是，解毒剂的安全确认了吗？卢希尔微微颔首，语气笃定，当然。他将药剂瓶按在桌面上，说实话，真是令人惊讶，这种程度的解毒剂，即便在神殿也难以轻易制成，如果拿去售卖，定能拍出惊人的高价。然而，达芙妮神色平静，我知道，如果以我的名义出售，恐怕没人会买。卢希尔发出一声轻笑，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对于药物而言，信任比任何东西都重要。那么你打算通过什么途径卖掉它？神殿绝不会接受来自佩里格林家族的魔法药剂，那些不想得罪神殿的药剂师们也同样会拒绝。唯一的选择就只有黑市药剂师了。既然我需要小姐的药剂，就必须达成契约。但是为了在谈判中占据优势，卢希尔抬起手，语气中带着试探，我们这边也需要考虑一下。不过如果您愿意的话，达芙妮冷冷的打断，我可没说过要把它托付给你。卢希尔僵在原地，笑容瞬间凝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达芙妮拿起药瓶，通过黑市销售固然省事，但我更倾向于通过合法渠道赚钱。如果我被抓进监狱，你可不会为此负责。所以我现在需要找一位私人药剂师。如果有人被传闻蒙蔽，质疑药剂的价值，我宁愿拒绝合作，但我相信总会有人愿意与我共事。卢希尔低头沉默片刻，如果您愿意，我可以为您寻找一位乐意效劳的人。有些药剂师对神殿并无好感，找这样的人并不难。达芙妮垂下眼帘，那就拜托你调查一下。卢希尔站起身，我会筛选合适的人选，再联系您。达芙妮伸出手，指尖轻轻搭在对方的手上，动作克制而疏离。您真是太体贴了。卢希尔低声回应，不客气。您现在要直接回府邸吗？达芙妮走下台阶，我打算在广场附近逛逛，先了解一下市场情况比较稳妥，说不定能直接找到合作伙伴。他停下脚步，看向卢希尔，请别误会，我并不是不信任你，只是凡事总有变数。卢希尔微微颔首，是的，我明白。这个女人总是在划清界限，拒绝我的每一个提议，情绪完全无法捉摸，胸口莫名感到一阵烦闷，这种感觉真是糟糕透了。这种不适感究竟是源于厌恶，还是别的什么？说实话，她身上全是我讨厌的特质。厚重的木门缓缓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盖尔站在楼梯下方，双手交叠放在身前。主人，卢希尔他微微低头，神色冷峻。达芙妮的声音在脑海中回荡：“你真是太体贴了。”卢希尔注视着盖尔，难道还有比我更适合小姐的交易对象吗？盖尔支支吾吾，眼神闪躲。你的自尊心受挫了吗？卢希尔抬起戴着手套的手，指尖抵住下唇。我不希望他去找别人。没错，就是这样。他猛地转过身，看来这样行不通，我得回到那位小姐身边。盖尔惊呼出声：“您打算做什么？”卢希尔抬手掀开斗篷，这一次我将以真实身份接近他。盖尔愣在原地，发出不可置信的惊叹。卢希尔补充：“当然，我会对其他人隐瞒身份。”他推开沉重的房门，该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难道不值得期待吗？达芙妮走在喧闹的集市中，长舒了一口气，终于解脱了。他抬手按住胸口，刚才真的非常紧张，生怕搞砸了会被那个幕后黑手杀掉。强装镇定到最后，真是太吃力了。他攥紧拳头，眼神变得坚定。从现在起，绝对不再和他扯上关系。我会拒绝所有诱惑，独自处理好一切。既然是以去面包店为借口出来的，总得买点什么回去。他停下脚步，视线落在路边的货架上，发出一声轻叹。店主的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容。欢迎光临，快请进。本店专门经营各类药剂，从基础治疗到高级止痛药，应有尽有。
还有神殿授权的特殊药剂。你有特别想找的药剂吗？达芙妮重复着对方的话，目光扫过琳琅满目的货架。神殿授权吗？他伸出手，指尖捏住一个精致的药瓶，瓶中液体微微晃动。店主瞪大眼睛，发出一声惊呼：“您真有眼光！那确实是神殿进口的高级货，价格是20金币，虽然贵了点，但非常稀有。只剩下最后几瓶了，您得抓紧时间。”达芙妮盯着手中的瓶子，一瓶药剂就要20金币，这价格简直贵得离谱。从这家店的位置和规模来看，应该是中央广场最受欢迎的店铺，但店主如此强调与神殿的关系，他们不太可能冒着风险和我做交易。达芙妮松开药瓶，还是先算了吧。他转过身，应该再去别的地方看看。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挡在面前，达芙妮猛地停住脚步，肩膀微微一颤，哎呀，吓了我一跳。他仰头注视着眼前的陌生男子，明明体型这么高大，靠近时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男子指向柜台上的药瓶，这个要多少钱？店主搓着手，50金币，这是神殿出的限量版恢复药剂，只剩下最后一瓶了，您想要怎么包装？达芙妮的眼睛因震惊而微微睁大，50金币，刚才明明说是20金币，简直就是个骗子。他低下头，拉紧了斗篷的边缘。算了，别管闲事，没必要在这里引起注意。50金币可是普通人1年的收入，肯定不会有人傻到去付那个钱。男子语气平淡，没有丝毫犹豫。好的，我买了。达芙妮僵在原地，他返回摊位。那个人真的是傻瓜吗？竟然就这样买下来了？原本打算置身事外，可这种明目张胆的欺诈，实在无法做事。不管，他猛地伸出手，拦在男子前方。这根本就是诈骗！刚才明明说是20金币，价格怎么突然涨了这么多？店主愣在原地，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这是怎么回事？你这女人根本不懂药剂的价值，就在这里胡言乱语。你根本不知道价格是怎么定的，少在这里多管闲事。达芙妮的嘴角微微上扬，说的也是，但你应该知道，不能随意更改从别处采购的商品价格，尤其是像神殿那样诚实且廉洁的地方。他注视着药瓶中晃动的液体，这真的是从神殿采购的吗？店主捂着胸口，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当然是，请不要再侮辱我的店铺了。达芙妮微微侧过头，眼神锐利。神殿难道给了你许可，让你能够自主调整价格吗？店主紧紧攥住拳头，指关节因用力而颤抖。他猛地挥动手臂，你到底是谁？竟敢干涉别人的生意？达芙妮抬起手，动作迅捷如风，掌心精准地击中对方。店主狼狈地向后倒去，撞在货架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达芙妮收回手，眼神冰冷地俯视着倒地的店主。是你先出售假货的，你竟然胆敢欺骗我！店主猛地瞪大双眼，请原谅我，佩里格林小姐，我不知道是您亲临。达芙妮微微垂下眼帘，你刚才说的那些谎言，之后会有人来处理。他转过身，背影决绝。至于现在，先去平息其他人的愤怒吧。愤怒的民众瞬间涌向柜台，挥舞着拳头，大声质问：竟敢欺骗我们！快把钱还回来！你这个骗子！达芙妮穿过嘈杂的人群，趁着场面陷入混乱，得在惹上更多麻烦前离开这里。他突然停下脚步，侧过头，视线落在不远处的白色身影上。明明长得那么高大，为什么表现得这么胆小？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快步走向那个缩成一团的身影。达芙妮伸出手，一把抓住男子的手臂。你也不想被卷进这群疯狂的人堆里吧？跟我来。卢希尔低声回应：“好的。”两人在向弄间疾行，脚步声在石砖地上回响，直到远离了喧嚣的集市。达芙妮停下脚步，大口喘着粗气。明明是一起跑出来的，为什么感觉只有我一个人累得要命？卢希尔站在一旁，语气温和而平静：“非常感谢你。”达芙妮平复着呼吸：“没关系，但你以后的小心点，你看起来太天真了。”他抬起头，在涉及大量金钱的地方，你应该对人保持警惕。卢希尔声音轻柔：“谢谢你的建议。”达芙妮小声嘀咕着：“我可不是为了听你道谢才这么做的。”卢希尔摘下了兜帽，银白色短发在微光中闪烁，面容精致的令人窒息。达芙妮的话语戛然而止，视线彻底凝固。天使！达芙妮猛地停住思绪，视线凝固在对方身上。等一下，在这本小说里，银色头发和红色眼睛只属于那一个人。原本这本小说中，皇室的象征是金色的发丝、天蓝色的眼睛，那是皇室正统的象征。然而二皇子却截然不同，他拥有璀璨的银发以及燃烧般的红瞳，这意味着卢希尔就是小说里的第二男主角，皇太子的同父异母弟弟。他在获得大公爵位后便被送往了魔塔，但在原作中，卢希尔因患上罕见疾病，甚至没能正式登场就死去了。所以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卢希尔询问：“你还好吗？没有受伤吧？”达芙妮回答：“我没事，只是刚才被光晃到了眼睛。”他在心里默默补充：“那是你自带的光环。”卢希尔听到回答，紧绷的神色松弛下来。那真是太好了。达芙妮紧紧攥住斗篷边缘，清醒一点，绝对不能被这张脸迷惑。一个配角真的有必要长得这么好看吗？卢希尔微微欠身，动作优雅而从容。抱歉，自我介绍迟了，我的名字是卢希尔·温特罗斯·格雷斯贝尔。达芙妮提起裙摆回礼，殿下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我是达芙妮·佩里格林。卢希尔嘴角上扬，露出温和的笑意。原来您就是佩里格林小姐。达芙妮注视着对方的反应。通常人们听到我的名字都会感到惊恐，他的反应却出乎意料。而且，即便我的爵位更低，他竟然还在对我使用敬语。难道是因为一直待在魔塔里，所以对外界的传闻完全不知情吗？卢希尔说道。再次感谢您，多亏了小姐，我才避免了一场糟糕的交易。达芙妮垂下眼帘，能见到殿下
是我的荣幸，我的家人也会心存感激。他沉思着，无论如何，现在该回去了。虽然他只是个注定要死去的配角，但毕竟是男主角的弟弟，如果继续纠缠下去，恐怕会被卷进原著的剧情里。他双手拎起裙角，行了一个标准的宫廷礼。那么我就此告辞了，殿下。卢希尔伸出手，神情显得有些急切。请等一下，我真的很想报答你的恩情。达芙妮愣住，如果我是这个世界的人，大概会立刻被她的美貌迷惑并答应吧。但是我是一个传输者，既然知道设定，就必须避开这些。他开口说道：“谢谢您的提议，但我没关系，我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才帮您的，请您忘掉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奖励。”他注视着那张纯粹的面孔，无论如何，这个人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人，却也单纯的过分，简直是被人利用的完美对象。卢希尔的神色有些局促，不知道小姐是否知晓，我是魔塔之主，真的没有什么我能帮到您的吗？达芙妮语气坚决，没有丝毫动摇，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卢希尔沉默着，达芙妮心想，沉默的时候，感觉他变得格外冷淡。卢希尔突然抬起头，望向街道的另一端，有一位不速之客正朝这边走来。达芙妮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什么人？罗德里克缓缓走来，眼神冰冷且锐利。达芙妮，你在那儿吗？达芙妮握紧拳头，这种紧张感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残留的记忆吗？罗德里克停在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听说你病得很重，难道又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才故意装病来纠缠我吗？真是让人疲惫，这种行为不会改变任何结果。达芙妮低头避开视线，我对这家伙根本毫无兴趣，他却像个甩不掉的阴影，始终盘旋在我的生活里。罗德里克说道，无论你如何纠缠，我都没有继续婚约的打算。达芙妮开口，我同意。罗德里克愣在原地，什么？达芙妮摘下兜帽，嘴角挂着一抹淡然的笑意，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幸运的是我也不再爱您了。卢希尔站在一旁，兜帽遮住了大半脸庞，嘴角却微微勾起。罗德里克发出一声嗤笑，眼神中满是不屑。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话，说不再爱我又是什么新花样？听起来像是跟踪被发现后为了面子才编造的借口，但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达芙妮侧过脸，神情平静的泛起冷意。人心远比你想象中更容易改变，正如您所言，在与我订婚期间，您与丽泽卡法罗尔小姐互诉衷肠，我的感情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罗德里克反驳，我明确告诉过你，那全都是误会。达芙妮冷笑一声，我告诉您我的心意已变，您却坚持不信。我说我亲眼所见，您却声称一切都是误会，难道您不觉得这很奇怪吗？罗德里克紧锁眉头，发出一声轻蔑的嗤笑。卢希尔爆发出一阵狂笑，抱歉，我实在忍不住笑意。罗德里克猛地转过身，这家伙又是谁啊？我明白了，难怪你会突然说些奇怪的话，原来是身边有了别的男人。你是因为害怕这件事被公之于众，才打算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对吧？达芙妮一脸无奈，到底该怎么甩掉这个烦人精？卢希尔微微低头，凑近他的耳畔，小姐，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能报答刚才的恩情了吗？达芙妮轻轻点头，眼神变得坚定，当然可以，只要不让我卷入太深就行，不管是什么方法，只要能赶走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好。卢希尔开口，那么失礼了。他单膝跪地，执起达芙妮的手，在手背落下轻柔一吻。我整天都在期待这次见面，您让我等得太久了，小姐。达芙妮僵在原地，眼神中写满困惑。罗德里克更是瞪大双眼，满脸不可置信。卢希尔缓缓掀开兜帽，露出银白色短发，眼神深情而专注。难道您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罗德里克猛地瞪大双眼，身体因极度震惊而僵硬。公爵大人，卢希尔侧过头，注视着惊慌失措的罗德里克，很高兴见到你。罗德里克急忙低下头，深深地弯下腰去，万分抱歉，公爵大人，我没认出是您，刚才失礼了。卢希尔语气平淡，没关系，你的话倒也不完全是错的。我对比这位小姐的感情，难道勋爵大人刚才没有察觉到吗？罗德里克僵立在原地，侧脸紧绷，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卢希尔伸出手，为达芙妮戴上兜帽。我的小姐，我想和你单独相处，我们走吧。达芙妮猛地一惊，这原本只是为了甩掉罗德里克的计划，对吧？他看向罗德里克，那个曾经整天追在他身后的达芙妮，如今却变得如此耀眼，正与大公爵和塔主卢希尔站在一起。他的自尊心一定受到了重创。今天发生的事，他绝不敢向任何人炫耀。大公爵竟然会和恶女达芙妮见面，这种事恐怕说出去也没人会相信，真是个聪明的策略，不是吗？他挽住卢希尔的胳膊，我们走吧，公爵大人。卢希尔微微点头，好的。达芙妮回过头看向罗德里克，那么希望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勋爵大人。两人并肩离去，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回荡。罗德里克紧握拳头，手被青筋抱起，这不可能发生。他咬紧牙关，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与挫败感。杰德急匆匆地跑来，罗德里克勋爵。他气喘吁吁地停下脚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伸手扶住罗德里克的肩膀，你突然跑掉，吓了我们一跳，出什么事了吗？罗德里克猛地挥动手臂，啪的一声甩开杰德的手，竟敢把手搭在我身上。杰德吓得缩回手，低下头连声道歉，对不起。罗德里克冷哼一声，眼神阴沉地看向远方。第一次见到达芙妮，是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那天神殿研发出了强效止痛药，华丽的宴会厅里灯火辉煌，贵族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美酒与食物的香气。年幼的罗德里克站在人群中，百无聊赖地扯着母亲的衣角，真是无聊。他漫不经心地扫视着会场，那是什么？趁着大人们不注意，他悄悄推开了沉重的木门。这就是女神喷泉吗？
他顺着台阶向上走去，发现地面残留着点点水渍，神情变得有些疑惑：为什么地板上会有水？难道刚才有什么东西？罗德里克猛地停住脚步，瞳孔骤然收缩，视线尽头，一个娇小的身影倒在女神向前，粉色长发散乱地铺在冰冷的地板上。他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身体微微摇晃。这是什么？他死了吗？我该不该管这闲事？他猛地转身，我得赶紧回去。身后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罗德里克停下脚步，他还活着。既然如此，在惹上麻烦之前，必须让他知道这件事与我无关。他走上前，伸手扶起女孩的肩膀，打扰一下，你还好吗？达芙妮发出微弱的呻吟，缓缓睁开双眼。是你呼唤了我。罗德里克神情困惑。达芙妮，佩里格林，你说什么？达芙妮紧紧盯着他的脸，嘴唇颤抖着重复：就是你。罗德里克扶着他，佩里格林小姐，请站起来。侍从们惊慌失措地奔向祭坛。罗德里克勋爵，达芙妮小姐。一名成年男子快步冲到罗德里克身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罗德里克身体一僵，眼神中充满惶恐。父亲，我只是……男人不由分说地抓住他的手腕，强行将他带离祭坛。先回去吧。罗德里克踉跄着跟在后面，可是活动还没结束。男人语气冰冷，活动已经取消了。听说关押在这里进化的魔兽消失了，这里随时会有危险，我们必须立刻离开。罗德里克轻声应答。好的。他最后一次回过头，看向倒在神像下的达芙妮。几天后，达芙妮提起黄色碎花裙摆，优雅地行了一个屈膝礼，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你好，罗德里克勋爵，我是达芙妮·佩里格林。那天当我掉进湖里的时候，是你救了我，对吧？罗德里克站在华丽的长廊里，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的内心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这样看着她，确实长得很漂亮。如果她身上没有流着平民的血……达芙妮向前迈出一大步，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我真的很感激你，罗德里克勋爵，你就是我的英雄。罗德里克愣在原地。英雄？达芙妮点头。是的，我的英雄。凭借达芙妮不懈的追求，以及佩里格林那金钱无法买到的名誉，我们订婚了。钟楼的钟声回荡，宣告着契约的达成。然而，与那些形容他胆小怯懦的传闻相反，达芙妮对我的执着近乎疯狂。他按住胸口，神情激昂地宣誓：没有什么是我得不到的。罗德里克垂下眼帘，陷入沉思。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以为他绝不会放手。最重要的是，他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和那位大公变得如此亲近？他猛地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这简直荒谬至极。杰德在身后惊呼：罗德里克勋爵！罗德里克猛地伸出手，试图抓住达芙妮的肩膀。等一下，达芙妮！卢希尔精准地扣住罗德里克的手腕，将其强行拦住。罗德里克说道：殿下，请让开。卢希尔微笑着：年轻的埃文斯勋爵，你对局势的判断似乎有些迟钝，所以我打算给你一点建议。罗德里克挣扎着想要抽回手，却发现无法撼动分毫。这种纤细的身体怎么会有这种力量？卢希尔微微侧过头，凑近罗德里克的耳畔，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你被甩了。罗德里克僵在原地。达芙妮沉思着，现在他们应该没再跟着我了吧？原本还很担心，没想到甩掉他们比想象中容易。不过刚才那两个人到底在谈些什么？罗德里克看起来心情糟透了。不管怎样，多亏了卢希尔，虽然有很多话想说，但现在……他轻轻提起裙摆，俯身行礼：谢谢您，殿下。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恐怕还在那场毫无意义的争论中脱不开身。卢希尔神情温和，真是松了一口气。达芙妮继续说着：殿下以后最好不要再和我扯上关系了。卢希尔愣在原地，眨了眨眼。为什么这么说？达芙妮说道：因为我是达芙妮·佩里格林。卢希尔微微垂下眼帘，神情显得有些无措。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吗？刚才那种情况，那似乎是最好的选择。我看您真的很困扰。达芙妮侧过脸，该怎么解释才好呢？他似乎对社交界的传闻一窍不通。事实上，对我而言，他确实帮了大忙。如果没有卢希尔的协助，我恐怕会被贴上各种标签：被未婚夫抛弃而备受打击的女人，或是雇佣奴隶过着放荡生活的堕落者。可他现在却一脸无辜地问：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靠近我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好处。达芙妮轻声给出了回应：殿下没有做错任何事，毕竟是我先向您求助的。他按住胸口，只是觉得对殿下有些抱歉。卢希尔露出灿烂的笑容，眼神中满是掩藏不住的喜悦。达芙妮愣住，这是怎么回事？仅仅因为几句话就这么开心，简直像一只被主人夸奖的小狗。达芙妮掩住嘴角，发出一声轻笑，真可爱。卢希尔突然愣住，神情变得有些局促。达芙妮一脸慌张，为什么卢希尔会露出那种表情？糟了，难道我刚才又露出了恶女的表情？算了，反正我的设定就是个反派。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只要把这份解除婚约的申请书提交给皇室，我和罗德里克的关系就彻底结束了。我要尽快把这件事解决掉。卢希尔垂下眼帘，小姐，仔细想来，您身上有着相当甜美的香气。他将鼻尖凑近达芙妮的指尖，闭上双眼细细嗅闻。该怎么形容呢？就像是我曾在某个地方闻到过的。达芙妮僵在原地，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是怎么回事？那种危险的表情又是怎么回事？刚才明明还那么害羞，简直就像古代神话里的故事一样，明知道不该触碰，却还是忍不住想要伸手去感受。卢希尔抬起头，脸上重新挂起那副纯良无害的笑容，仿佛刚才那瞬间的侵略感只是错觉。达芙妮用力拍打自己的脸颊，天哪，我现在到底在想些什么？清醒一点，尤其是在这么单纯的人面前。不过刚才提到的那种甜美味道，难道是那个？他从怀中掏出几颗糖果，摊开掌心递到卢希尔面前。您指的或许是这个吗？卢希尔低下头，这是
达芙妮解释：“这是我亲手制作的糖果，味道很甜，您要尝尝看吗？”卢希尔凝视着指尖的糖果，陷入了沉默。卢希尔直接将糖果塞进嘴里，脸颊微微鼓起。为了让您放心，这并没有毒。卢希尔看着他咀嚼的样子，嘴角微微抽动。我竟然输给了糖果吗？难道是我的脸已经失去魅力了吗？达芙妮疑惑地歪过头，殿下刚才说了什么吗？卢希尔摇了摇头，没什么，看起来很好吃，我会好好享用的。达芙妮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他喜欢糖果，真是太好了。对了，现在几点了？他从怀中掏出怀表，糟糕，竟然已经这个时间了，那么我该告辞了。卢希尔的眼神中透出一丝意外，您要走了吗？达芙妮说道。是的，我得在甜点卖完之前赶去面包店。如果您是担心会有关于我们的传闻，请不必忧虑，我会向外界解释清楚，我们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卢希尔低声呢喃，神情显得有些落寞。没必要做到那种程度。您刚才说是在找面包店对吧？就在前面，喷泉旁边就有一家，听说那里的手艺相当不错。达芙妮眨了眨眼，他竟然还推荐了吃饭的好地方，真是个善良的人。他微微躬身行礼，多谢殿下，我一定会去看看的。那么我先告辞了。卢希尔独自站在街道拐角，望着那个离去的背影，久久没有收回视线。他看向一旁，盖尔，你的笑声太大了，简直震得我耳朵疼。盖尔轻咳一声，掩饰尴尬，抱歉，只是第一次见到，竟然有人完全不为你的魅力所动。卢希尔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轻轻按住额头。他明明说对罗德里克已经没有感情了，那为什么没有立刻迷恋上我呢？难道说我的美貌真的失效了？这绝不可能。无数赞美在耳边回荡。卢希尔大人，您真是太迷人了，您的美貌简直要让我失明了，请看我一眼吧。卢希尔自信一笑，毕竟这张脸从未有过失效的时候。他站在街道中央，我真的无法理解，难道我身上有什么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缺陷吗？盖尔猛地瞪大眼睛，神情慌张的摆手，绝对没有。卢希尔直视着对方，语气平淡，那就随便说出一个缺点。盖尔支支吾吾，这个嘛。卢希尔举起手中的糖果，达芙妮·佩里格林，她明明应该是恶女，竟然会随身带着糖果，总觉得她身上有着某种出人意料的独特感。卢希尔的嘴角勾起一抹浅笑，仔细想来，那天他也给了我类似的东西。大家都在忙着享受派对，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年幼的卢希尔蜷缩在铁栏后，神情憔悴，身体被沉重的锁链束缚，一只手伸向铁笼，掌心里躺着一颗糖果，是不舒服吗？那你要尝尝这个吗？达芙妮蹲在笼子前，耐心地劝诱着，它又甜又好吃，或许能让你暂时忘记痛苦。虽然在那之后的事情已经记不太清了，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个梦。那张奇怪的面孔勾起了陈旧的回忆，比起那个刚才从他身上散发出的，确实是一股甜美的香气。他打开包装纸，发出一阵细碎的声响。那究竟是什么？他将糖果放进口中，并不是这种味道。还有那瓶药水，虽然不知道是如何制作的，但绝对不能落入他人之手。关于那个女人，我需要调查的事情还有很多。达芙妮捧着稀有丝带的礼盒，嘴角挂着浅笑。夕阳映照着尖顶建筑，云层透出层叠的光影。苏琪亚的声音在宏伟的宅邸前响起：“小姐，您来得真早。”达芙妮走下马车，将手中的礼盒递给苏琪亚。“是的，我赶回来是因为最喜欢的甜点还没卖完。”苏琪亚接过礼盒，“哇，闻起来好香啊！”他的神色变得有些微妙。“小少爷已经到了。”达芙妮侧过头，眼神中透着一丝疑惑。“难道是我的小叔叔雷厄斯·佩里格林的弟弟西恩·佩里格林？”他与雷厄斯截然不同，是个善良又温柔的人。他也是唯一一个试图修复冰冷家族关系的人，当然包括达芙妮在内。没有任何人理解他的意图。达芙妮站在马车旁，轻声询问着身边的苏琪亚：“叔叔现在在哪里？”一个声音传来：“达芙妮。”达芙妮转过头，我非常清楚他是谁。利夫内尔·佩里格林缓步走来，嘴角带着温和的笑意。“好久不见了。”作为西恩的妻子，她和丈夫一样善良，甚至对达芙妮也十分亲切。但是利夫内尔轻抚着腹部，“我刚到，正打算在花园里散步，突然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气。”在小说里，利夫内尔在流产后不幸去世，随后悲痛欲绝的西恩也选择了自尽。达芙妮双手交叠在身前，预知了那样的未来。此刻面对利夫内尔，心情变得格外沉重。利夫内尔走上前：“我本想尽早赶回来的，只是身体状况突然恶化了。”达芙妮的内心泛起阵阵涟漪，又是这张善良的面孔，为什么他说话总是如此温暖？利夫内尔露出欣慰的笑容：“看到你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我不会太打扰你的。但如果在我留在这里期间，你能偶尔露个面，我会非常感激。”达芙妮陷入了沉思，难道是因为我的表情太僵硬，让他误会我感到困扰了吗？达芙妮过去总是喜怒无常，甚至曾对着利夫内尔大声呵斥：“别表现得那么亲热。”利夫内尔手掌轻抚着隆起的腹部：“那么我先回去了。”他温柔地叮嘱：“好好休息。”达芙妮。达芙妮抬起手，指尖抵住额头，如果就这样让他走掉，肯定会一直耿耿于怀。他开口说道：“请等一下，要不要和我一起？”利夫内尔回过头，眼神中透着惊讶。达芙妮摊开双手：“我刚才买了很多东西，但是您也知道，我并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朋友。”利夫内尔开口：“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加入吗？”达芙妮注视着他的眼睛：“当然可以。”利夫内尔露出温柔的笑容：“那我去准备茶水，我在疗养地买到了很棒的茶叶。”达芙妮的内心泛起一阵酸涩，即便知道这样做也无法改变他的命运。这样温暖的人，注定要迎来那样悲惨的结局，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落日余晖洒满露台，微风卷起几片残叶。利夫内尔
与达芙妮相对而坐，苏琪亚在一旁静静侍奉，桌上摆放着精致的茶点。达芙妮询问饼干味道怎么样，利夫内尔拖着脸颊，嘴角挂着满足的笑意，味道好极了，肚子里的宝宝似乎也很喜欢。这是你最喜欢的那家店吗？达芙妮轻声回应，是的，特意借口想吃甜食出了门。卢希尔推荐的那家店，他能喜欢真是太好了。利夫内尔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担忧，你身体真的没问题吗？达芙妮回答，叔叔给我带了药，多亏了那些药，我现在感觉比以前更健康了。利夫内尔稍稍松了一口气，那就好。他欲言又止，神情变得有些局促。那个，达芙妮端起茶杯，轻抿一口温热的液体，视线越过杯缘，观察着对方。怎么了？还有什么好奇的事吗？他放下茶杯，难道是那件事？他注视着利夫内尔的眼睛，语气平静的不带一丝波澜。我要和罗德里克解除婚约，我也放弃了成为圣女的野心，而且我再也不会做自杀那种蠢事了。利夫内尔愣在原地，眼神中满是错愕。什么？他猛地站起。真的吗？达芙妮神情淡然的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当然是真的。利夫内尔缓缓坐回原位，双手轻抚着腹部，闭上双眼长舒一口气。那真是太让人欣慰了，我真的很高兴。达芙妮的思绪飘向远方，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些不对劲。罗德里克总是只对我一个人冷淡，但他那副虚伪的面具戴得太好，以至于他在外面与其他贵族女性私通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他。为什么利夫内尔和西恩会那么讨厌他？达芙妮开口问道：“婶婶很抱歉，自从醒来以后，有很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利夫内尔侧过头，目光温柔地注视着他。达芙妮直视着对方的眼睛，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您以前要试图阻止我和罗德里克的婚约呢？”利夫内尔端着茶杯的手猛地僵住，动作停滞在半空。他缓缓垂下头，避开了达芙妮的视线，神情变得阴沉而复杂。那是因为我偶然听到他和其他俱乐部成员聊天。罗德里克的嘴角挂着轻蔑的笑意，正与身旁的男人们窃窃私语。你们听说了吗？达芙妮她。利夫内尔抬起头，注视着卢希尔，眼神中透着愤怒与不平。他在背后说了你很多难听的话。达芙妮静静听着，眉头微微蹙起。利夫内尔垂下眼帘，神情显得有些落寞。你说过喜欢罗德里克大人，还说等你们结婚以后，他就会有所改变。但让我告诉你吧，达芙妮，我不认为一个在背后诋毁你的人，会仅仅因为一场婚姻就发生改变。这就是我当初试图阻止你的原因。达芙妮静静聆听，眼神中透着一丝冷峻。如果一个人背叛过一次，谁能保证他不会再犯？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种事只会发生在童话故事里。达芙妮微微垂下眼帘，神情显得格外平静。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一个在人前诋毁未婚妻的男人，本质上已经烂透了。他双手交叠，语气愈发坚定。互不尊重的两个人，怎么可能建立幸福的家庭？即便是在现在，能看清他的真面目，也让我感到庆幸。他注视着眼前的长辈，眼神中满是感激。谢谢您，婶婶。利夫内尔露出欣慰的笑容，目光变得柔和。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达芙妮。他轻抚着隆起的腹部，神情安详而从容。我真的很担心你。达芙妮单手托腮，指尖轻点脸颊，该怎么开口呢？浅棕色的发丝，温柔的目光，他就像一只小松鼠。但是达芙妮的眼神微沉，思绪变得凝重。一个在康复期间本该最先照顾好自己身体的人，为什么他看起来如此消瘦？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他流产并最终走向死亡？女仆端着托盘走近，该喝草药茶了。达芙妮疑惑，草药茶是什么？利夫内尔解释，这种茶对孕妇和女性身体都很好，是医生专门为我开的处方。你也想尝尝吗？达芙妮点头，好啊，我也想试试。茶水注入杯中，泛起细小的波纹。他端起茶杯，轻嗅着升腾的蒸汽，闻起来真香。这种味道莫名有些熟悉，像是某种谷物。他抿了一口茶水，液体划过喉咙，瞳孔骤然收缩。这是什么？这种感觉是……他急忙放下茶杯。婶婶，这茶是医生推荐的吗？利夫内尔微笑着点头。是的，他费了很大力气才从国外弄到这些。只要有机会，我每天都会坚持喝。真是一位尽职的好医生。达芙妮追问：您喝这种茶多久了？利夫内尔回忆着，自从离开领地之后，大概已经有2个多月了。达芙妮垂下眼帘，在记忆里，利夫内尔的健康状况大约是从1个月前开始急剧恶化的。那是西恩带他去疗养的时候。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康复，恐怕就是因为一直在喝这种茶。或许流产的原因也是因为这种茶。达芙妮问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也能见见您的医生吗？从昨天起我就感觉不太舒服。利夫内尔担忧地看着他。什么？你身体很不舒服吗？达芙妮微微垂眸，没什么大碍情，不用担心，我只是想做个简单的检查。利夫内尔松了一口气，语气恢复了平静。去第3别馆吧，医生就在那里。为了随时观察我的情况，他今天已经搬进来作为住院医生了。达芙妮说道。我明白了，谢谢您，婶婶。他的内心泛起一阵寒意。瞧瞧那个家伙，竟然厚颜无耻的决定全滞留在这里了。第3别馆的房间内，衣架上挂着整洁的白色大褂，沉重的行李箱整齐叠放在地。斯宾塞站在宽敞的房间内，双手叉腰，打量着四周华丽的装潢。果然有钱人的做法就是不一样。他嘴角上扬，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意，眼神中闪烁着贪婪。那个女人到底把自己当成谁了？这可是我以前薪水的几倍啊！而且总有一天，这件外套上会绣上神殿的文章。哐哐哐，剧烈的敲门声突然炸响，打破了室内的宁静。斯宾塞猛地一颤，他猛地拉开房门，双手叉腰，愤怒的大声质问：是谁竟敢如此粗鲁的敲门？
他看清门外的人影，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僵在原地，高跟鞋踩在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达芙妮站在门外，双手交叠在胸前。你好，斯宾塞立刻弯下腰，声音颤抖着辩解：“小姐，非常抱歉，我不知道是您亲自过来。”达芙妮神色冷淡：“没关系，更重要的是，听说你给了我婶婶一些好茶，她说她经常喝，所以我很好奇那是什么味道。你也能给我一些对吧？”斯宾塞面露难色，眼神闪躲着不敢直视，这恐怕有点困难。达芙妮步步紧逼，语气愈发冰冷：“为什么？难道那是我不该喝的茶吗？”斯宾塞低下头，眼珠不安地转动。如果这位小姐发现了茶的副作用，那可就大祸临头了。但如果现在把她赶走，以她的性格，肯定会制造麻烦，那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达芙妮静静地伫立着，斯宾塞的脸上堆起虚伪的笑容。好吧，请您稍等片刻。像她这种愚蠢的小姐，能懂什么？他转身走向屋内，取出一个扎紧的小布包，递到达芙妮手中。如果混合水或牛奶一起喝，味道会更好。剩下的都是留给利夫内尔夫人的，所以我只能给您这么多，希望您能理解。达芙妮点头，好的，谢谢你。斯宾塞目送着他离去的背影，那么请慢走。达芙妮摊开手掌，注视着那只淡色的药包。她抬起指尖，沾染了一点粉末，随即轻触唇瓣，果然如我所料，这是薏仁粉。薏仁粉对胎儿不利，孕妇饮用时必须格外小心。在前世，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医生坐在诊室里叮嘱，孕妇应避免饮用薏仁茶，当然，除非大量食用，否则风险并不高。达芙妮提起裙摆，快步走下台阶。利用医生来持续伤害一名孕妇，这绝非小事，必须有人拥有足够的胆量，才敢策划这种阴谋。利用权势从国外获取罕见的约伯之类粉末，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到的手段。虽然还没有确凿证据，但我心里已经有了人选。既然如此，他推开沉重的房门，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那就再深入调查一下吧。房门被猛地推开，撞在墙上，发出巨响。领头的女仆张开双臂，愤怒地瞪大双眼：“你在这儿干什么？不好，好工作跑来这里！”苏琪亚的嘴里塞满了面包，脸颊鼓起。达芙妮小姐送了我很多点心，你要来点吗？这里还有很多。女仆眉头紧锁，咬牙切齿地低吼：“现在还是工作时间，你到底在想什么？”苏琪亚捧着装满面包的竹篮，但这里是第二别馆，是达芙妮小姐居住的地方，也是个根本没人会来的地方。愤怒的女仆们愣在原地，盯着篮子里精致的甜点，喉咙不由自主地滑动，咽下一口唾沫。他们瞬间围拢过去，争先恐后地伸出手，抓起篮子里的食物。领头的女仆说道：“这是保守秘密的代价，否则你们根本没机会尝到。”苏琪亚询问：“顺便问一下，你们是从主楼来的吧？”“我平时一直待在别馆，所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聊天。”紫发女仆的嘴里塞满面包。“是啊，别馆的人很少和主楼交流，所以不认识也很正常。”苏琪亚说道。“只有像弗洛拉那样的人才能在主楼自由出入吗？”女仆们对视了一眼，神情变得有些微妙。她虽然是达芙妮小姐的家庭教师，但也不该在主楼随意走动。苏琪亚疑惑地歪过头：“我经常看到她在那儿走来走去，大概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吧？”女仆们轻笑一声：“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呢。”她凑到苏琪亚耳边：“关于弗洛拉那个人。”达芙妮坐在华丽的沙发上，双臂交叠在胸前，眼神锐利地注视着前方，真是不敢相信，弗洛拉竟然一直暗恋着雷厄斯叔叔。苏琪亚双手交叠在身前：“这只是传闻，所以可能并不确定。”达芙妮说道。“但传闻绝不会凭空产生，信息不仅仅存在于言语中，还有行动语调以及眼神。弗洛拉在面对叔叔时，一定已经暴露了所有的情感。”苏琪亚点头：“确实如此。如果是一段无法实现的长期单恋，难怪他会变得如此不择手段。”达芙妮沉思着，正因为渴望到绝望，所以为了得到他，甚至不惜伤害他人。我被下毒了。利夫内尔夫人收到了对孕妇有害的处方，而弗洛拉一直单恋着叔叔，这一切难道不是完美的串联在一起了吗？他猛地站起身向门外走去。苏琪亚惊恐地伸出手：“小姐，您该不会……您千万不能这么做！”达芙妮头也不回：“我不是要做你想的那件事，时机就是一切。你知道那些躲在暗处偷吃东西的耗子，什么时候最容易被抓住吗？是在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就在眼前消失的那一刻。为了实现那个瞬间，首先必须先设下陷阱。”一只宽大的手掌伸出，稳稳地搭在女子的肩头。“亲爱的。”西恩俯下身，眼神中满是关切：“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利夫内尔回过头：“我很好，只是有点困。”西恩垂下眼帘，嘴角微微颤动，泪水在眼眶中打转。“真的吗？”利夫内尔的语气中带着无奈与温柔。“我都说没事了，你怎么又哭了？”西恩低下头：“但是……”利夫内尔闭上双眼，嘴角挂着恬静的笑，双手安稳地护着腹部。“我们的孩子会挺过去的，我们一直在坚持接受治疗。”他缓缓睁开眼：“最让我难受的是看到你如此悲伤。作为父亲，你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强才行。”西恩露出温柔的笑：“好的，亲爱的。”达芙妮端着精致的茶托站在门外，嘴角挂着端庄的微笑：“你好，叔叔。”西恩有些意外：“达芙妮，你怎么会来这里？更准确地说，我们确实好久不见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真正想说的是……”达芙妮开口：“没关系，我只是顺道过来问一件事，今晚在主楼举行一场家庭晚宴，怎么样？”西恩愣在原地，神情显得有些迟疑。“家庭晚宴吗？”达芙妮点头：“是的，虽然距离我们上次一起用餐并没过多久，如果叔叔和婶婶有空的话，我非常希望你们能参加。”西恩追问道：“你是说我们所有人吗？”达芙妮的语气平静而笃定：“是的，雷厄斯叔叔也会到场，当然还有双胞胎。”
西恩陷入了沉思，眼神中透出一丝复杂的情绪。我的哥哥，他的神情有些局促。我们真的受欢迎吗？达芙妮说道。当然，如果您有时间，请务必参加。我会吩咐厨房准备丰盛的食物。他双手递上茶杯，这是给婶婶的茶。西恩伸手接过茶杯，指尖轻触瓷盘。谢谢你，达芙妮补充。我已经通知了仆人们，会有额外的客人到场。提起尊贵的客人，他们干活似乎更有动力了。叔叔，我们确实很久没一起用餐了，所以我希望您不要推辞。另外，关于婶婶的病情，不同医生的诊断可能会有差异，或许听听另一位医生的意见会更好。您觉得呢？西恩低下头，我会考虑的。达芙妮转身离去。好的，那我就先告辞了，请好好休息。西恩端着茶托，独自站在空旷的门口，神情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利夫内尔说道。还能是什么？当然是好事。西恩走到妻子身边，语气中透着不安。但是，亲爱的，达芙妮以前总是……而且还有那件事。利夫内尔说道。回到领地的那天，是他主动提议一起喝茶的。西恩抬起头，显得有些难以置信。真的吗？利夫内尔轻声感叹。是的，他甚至还为我准备了无咖啡因的茶。达芙妮似乎变了很多。西恩陷入回忆。确实如此，已经很久没听他叫过我叔叔了。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难道发生了什么吗？利夫内尔伸出手。那就抱着希望去吧。我们确实很久没全家人一起吃饭了，我想大家聚在一起会很棒。西恩握住他的手，指尖轻颤，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好吧，就按你说的办。利夫内尔无奈。亲爱的，你怎么又哭了？西恩声音哽咽。我只是太喜欢看你微笑了。一只手猛地拍在桌面上。这是今晚参加晚宴的贵族名单。女管家站在桌前，神情严峻地叮嘱着下属，必须确保准备工作万无一失。尊贵的客人即将出席，记住我的话。3名女仆并排站立。明白了。紫发女仆微微侧过头，眼神中透出一丝阴冷。马车轮毂飞速转动，碾过路面扬起阵阵尘土。车厢内传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一只手猛地攥紧扶手。弗洛亚推开马车门，面色阴沉。竟敢背着我举办宴会！弗洛亚站在宏伟的公爵府邸前，注视着紧闭的雕花大门。自从艾琳去世后，公爵府就再也没举办过宴会了。难道这是雷厄斯少爷准备采取严肃行动，以此扩大影响力的信号吗？弗洛亚微微眯起双眼，神情凝重。没错，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而且随着西恩和利夫内尔康复归来，这或许是为了向外界展示他们已经平安无事，并以此平息那些潜在的流言蜚语。虽然利夫内尔的情况从现在起只会越来越糟，他猛地睁大双眼，神情惊愕。难道说……弗洛亚抬起手，指尖抵住下唇，陷入焦躁的思索。他打算趁这段时间迎接一位新的女主人吗？绝对不能让那种事发生。达芙妮站在窗边，指尖轻轻撩开蕾丝窗帘，注视着下方的动静，眼神冰冷而深邃。斯宾塞站在华丽的房间中央，微微欠身行礼。弗洛亚女士。弗洛亚推开房门走入，目光锐利地审视着前方。没有发生什么异常吧？事情都处理妥当了吗？斯宾塞低头回应，神情恭顺。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办好了。那么关于你之前的承诺，进展还顺利吗？您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把那些药神不知鬼不觉地放进利夫内尔的饮料里？弗洛亚侧过身，冷冷地追问。然后呢？斯宾塞说道。如果一切顺利，我希望能更确定您的承诺，让我成为神殿的医师。弗洛亚紧绷着脸，额角青筋跳动。他递出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好吧，这是给你的预付款，但是你必须确保利夫内尔的孩子被安全地除掉。斯宾塞忙不迭地躬身保证，绝对没问题。弗洛亚的嘴角勾起一抹嘲弄。蠢货，一个曾是佩里格林家族私人医生的人，怎么可能成为神殿的医生？谁让他那么天真，竟然对所有话都信以为真？这只能怪他自己。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弗洛亚小姐，我是马尔伯勒。房门被猛地推开，马尔伯勒神色慌张，气喘吁吁地扶住胸口。弗洛亚语气平淡，现在还早，你来这里做什么？马尔伯勒说到此处，宴会已经开始了。弗洛亚双眼圆睁，什么？贵客们都还没到，怎么可能已经开始了？马尔伯勒声音颤抖，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听说已经开始了。弗洛亚推开马尔伯勒，脚步踉跄地冲向走廊。斯宾塞带路。作为利夫内尔的私人医生，就算没有邀请函，你也能带我进场吧？斯宾塞紧跟在后。当然可以。2名守卫横剑挡在紧闭的大门前，面色冷峻。你们2个禁止入内。弗洛亚猛地停住脚步。什么？他愤怒地咆哮。斯宾塞是这府邸的医生，这种邀请贵客的场合，绝不可能将他拒之门外。守卫面无表情，沉默地伫立在紧闭的大门前，纹丝不动。弗洛亚上前一步，逼视着守卫的眼睛。况且你们不可能不知道我是谁，我是奉神殿和皇室之命来到这里的。在我就这种无理行为上报之前，你们最好聪明点，立刻让开。身后传来一声呼唤：弗洛亚教授。弗洛亚猛地一惊，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他猛地转过身。达芙妮。达芙妮双臂交叠，神情冷淡地注视着他。弗洛亚说道：你来的正好，这些骑士竟然说不能让斯宾塞进去，这难道不荒谬吗？达芙妮微微侧过头，向守卫递出一个眼神。2名守卫立即低头行礼，整齐地向两侧退开。弗洛亚看着让开的道路，心中暗自得意，太完美了。还以为他的性格变了一点，结果达芙妮还是那个达芙妮，外表华丽，却是个容易操纵的蠢货。他的脸上堆起笑意。谢谢你，达芙妮，那我们一起进去吧。达芙妮语气冷淡。弗洛亚教授，你不能进去。弗洛亚僵在原地，双眼圆睁，神情错愕。什么？达芙妮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宴会已经取消了，因为突发状况，很难再邀请其他客人，
所以我们决定改为家庭晚宴。骑士们拦住你确实很遗憾，但那是因为你并不是我们家族的一员。弗洛亚紧皱眉头，神情愈发扭曲。你在说什么？这根本不合逻辑。他拔高音量，试图掩饰内心的不安。如果是佩里格林公爵举办宴会，多的是贵族愿意放下一切赶来参加。他的瞳孔骤然收缩。等等，仔细想想，利夫内尔爵不可能同意这么突然的安排。难道说？达芙妮静静伫立。弗洛亚教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你是怎么知道今天会有宴会的？弗洛亚猛地倒退一步，身体剧烈颤抖。那是……达芙妮伸出手，指尖轻触弗洛亚的肩头。需要我带你解释吗？你大概是在仆人中安插了眼线，那个人向你通风报信，让你得知了宴会的消息。但由于你被叔叔斥责过，无法直接进入，所以你带上了斯宾塞，对吧？你以为只要带着婶婶的私人医生，他们就没法把你赶走？弗洛亚面色惨白，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身后的斯宾塞更是神情慌乱，眼神四处躲闪。达芙妮松开手，换句话说，你们两个早就串通一气，给怀孕的婶婶服用大麦。这种有害的行为，就是你们两人合谋的杰作。好了，现在是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了，要么你直接向我的叔叔们坦白罪行，要么由我亲自动手，把你拖进你口口声声最爱的帝国法庭。弗洛亚面部肌肉剧烈抽搐，冷汗顺着鬓角滑落。达芙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察觉的？这个计划绝不能毁在他的手里。为了这一天，已经付出了太多心血。他咬紧牙关，串通一气嘛？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斯宾塞只是我真实的学生，我只是接受他的帮助来参加宴会，除此之外的事情我一概不知。他转过头，眼神中满是虚伪的震惊。斯宾塞，你真的给利夫内尔用了大麦吗？天哪，竟然做出这种可怕的事！斯宾塞猛地按住胸口，你在说什么？你该不会是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吧？是你叫我毒害利夫内尔小姐的，是你带来了大麦，想让她流产。弗洛亚气急败坏的尖叫，别听他胡说，这就是为什么平民总是如此卑贱。斯宾塞惊恐地举起双手，你当时不是说利夫内尔不配拥有佩里格林庄园吗？还说他最好死掉算了。你还说利夫内尔腹中的孩子会阻碍雷厄斯少爷和双胞胎少爷的前程，所以必须除掉他。弗洛亚气得浑身发抖，快住口！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就算我真的说了，谁会相信达芙妮的谎言？还有你这个平民医生的鬼话！厚重的大门发出一声闷响，沉重的门扉缓缓向两侧开启。弗洛亚猛地回过头，呼吸瞬间凝滞，脸色变得惨白。雷厄斯面色阴沉，推开沉重的房门，目光如利刃般扫过。达芙妮双臂交叠，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弗洛亚身体剧烈颤抖，语调支离破碎：“不是那样的，请先听我解释。”他踉跄着向后退去：“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这一切都是阴谋。”一道寒光掠过，渐渐抵住弗洛亚的咽喉，止住了他所有的狡辩。雷厄斯眼神冰冷地注视着他：“如果你敢撒谎，就死在这里！”弗洛亚僵在原地，喉咙发出干涩的声响，他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倒在地。这一切都是为了年轻的公爵，请理解我的心情。雷厄斯下达了冰冷的指令，将弗洛亚和斯宾塞关起来。如果皇室和神圣法庭问起原因，就告诉他们，这两个人企图暗杀佩里格林王妃，甚至包括他腹中的胎儿。弗洛亚发出尖叫，身体被强行拖拽着向外挪动，他拼命挣扎。公爵，请让我把话说完。达芙妮注视着这一幕，神情淡漠。你应该离开了。他微微抬起手，嘴角挂着一抹疏离的笑意，希望我们不会再见面。弗洛亚面部扭曲，发疯般的嘶吼着对方的名字：达芙妮。他在走廊尽头挣扎，尖叫声逐渐远去。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达芙妮静静伫立，思绪在脑海中翻涌。果然是弗洛亚，是他策划了暗杀，逼我服下毒药，还将大麦交给了利夫内尔夫人。说实话，没想到事情会解决的这么顺利。他侧过头看向身旁的雷厄斯，雷厄斯抬起手，身体颤抖着，他低声呢喃：“我不知道，因为我的缘故，达芙妮差点丢了性命。利夫内尔还有他的孩子。”他猛地睁大双眼，歇斯底里的大喊：“快叫医生过来！我们需要检查利夫内尔的情况，还有他腹中的孩子。”西恩猛地伸手，死死拽住雷厄斯的衣袖：“哥哥，冷静点，没关系的，他们两个都很安全。”达芙妮说道：“我给他换了另一种茶，味道很像，所以不用担心那个。”西恩迈开脚步，走到达芙妮面前：“谢谢你，达芙妮。”他握住达芙妮的手：“真的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达芙妮打断了他的话：“抱歉，叔叔，问候的话能不能留到以后再说？”西恩疑惑地注视着他：“什么？”达芙妮低下头，腹部传出一阵沉闷的鸣叫声：“因为我肚子饿了。”他侧过头望向走廊拐角，看来孩子们也是。双胞胎快步跑来，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回响。他们猛地扑上前，紧紧抱住达芙妮：“现在可以吃饭了吧？”尤利疑惑地注视着西恩：“叔叔，你在哭吗？”埃尔马诺也凑了过去，仔细观察着，爸爸的眼睛也红了。雷厄斯背过身去，抬起手背抵住口鼻，发出沉闷的咳嗽声。达芙妮转过身，看向缓步走来的女性：“婶婶也在这里。”利夫内尔抚摸着隆起的腹部，站在门边轻声感叹：“是啊，全家人确实都聚齐了。”他迈开脚步：“谢谢你，达芙妮。”达芙妮看向众人：“既然主角已经到齐了，那就大家一起用餐吧。”皇帝端坐在高耸的王座之上，眉头紧锁，沉声发问：“那么那个孕妇怎么样了？”雷厄斯站在大殿中央，微微躬身行礼：“都很安全。”皇帝垂下眼帘：“原来如此。”他沉思着，但公爵绝不会只为了汇报这些，就特意跑来见我，恐怕是为了我的母亲。他开口说道：“主谋弗洛亚以及那名主治医生，就交由你全权处理。”雷厄斯说道：“看来陛下
也已经察觉到了，察觉到弗洛亚究竟在效忠于谁。即便如此，这些还远远不够。皇帝猛地睁开眼，他愤怒地咆哮着：“你到底还想要什么？难道是新开采的魔法矿石吗？还是说你想要巨额的赔偿？”雷厄斯开口询问，在皇后宴会上投毒的真凶，到底是不是我的侄女？皇帝愣在原地。雷厄斯继续说着：“关于那件事，我请求重新调查。”皇帝俯视着雷厄斯，重新调查。雷厄斯伫立在原地，侧脸轮廓显得冷峻而僵硬。从一开始，如果您相信我侄女的话，事情就不会演变成这样。皇帝猛地反驳，但当时的各种情况……雷厄斯微微侧过头，眼神锐利如刃。您所说的那些情况，最终将我的侄女推向了死亡边缘，所以重新彻查这件事情的根源，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皇帝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这不仅仅是重新调查的问题。如果母亲真的是因为对雷厄斯公爵的敌意，才策划了这一切，那么如果真相确实如此，整座皇宫的根基都将随之动摇。雷厄斯注视着王座上的男人，即便重新调查，证明皇太后才是真凶，皇帝也不会将亲生母亲送上法庭。但正如皇室曾在我和达芙妮之间播下怀疑，如果怀疑也在他们母子间生根，皇太后将失去最关键的东西，那就是儿子的信任。皇帝抬起手，指尖按压着太阳穴。我竟不知你的家族情谊如此深厚。年轻的公爵雷厄斯微微躬身，右手抚在胸前行礼，感谢您的决定，陛下。现在请允许我先行告退，去确认家人的情况。他转过身，向着大殿出口走去。皇太后伫立在华丽的走廊尽头，身着深蓝色天鹅绒礼服，嘴角挂着一抹端庄的笑意。好久不见了，年轻的雷厄斯公爵，您是刚从陛下那里出来吗？雷厄斯停下脚步，微微躬身行礼。是的，皇太后，陛下，确实好久没向您请安了。皇太后迈开步子，确实如此，你明明答应过会经常进宫的。他伸出手，指尖轻触雷厄斯的衣袖。我等了这么久，为什么一直没有你的消息？他凑近雷厄斯的脸庞，眼神中透着关切。你看起来瘦了不少，是没有好好吃饭吗？我正准备和朋友们去喝下午茶，不如你也一起来吧，我会让人准备你喜欢的花茶。雷厄斯推开他的手，非常抱歉，皇太后陛下。他低垂着眼帘，神情冷峻而疏离。我还有很多事务需要处理。皇太后的语气中带了一丝哀怨。到底有多忙，连喝杯茶的时间都没有？我感到有些伤心呢。雷厄斯沉思着，既然茶会是在花园的另一侧举行，他却特意绕远路来到这里，这绝不是巧合。看来他已经察觉到发生了什么。雷厄斯垂下眼帘，神情冷峻。非常抱歉，家父生前便厌恶花草，受此影响，我也不怎么欢迎他们。皇太后轻声回应：是吗？身后的贵妇们面露惊色，低声交谈着。雷厄斯回答：是的，而且我的家人近来身体欠安。黄衣贵妇微微歪过头：哎呀，出什么事了？雷厄斯说道：似乎有些小恶魔，最近一直在周围游荡。黄衣贵妇感叹：在首都竟然有这种事，那可真是太严重了。雷厄斯的眼神如利刃般锐利，请不必担心，我一定会亲手抓住他们。既然敢招惹佩里格林，就必须付出代价。皇太后的神情依旧波澜不惊，她的嘴角挂着端庄的笑意。你辛苦了，年轻的公爵，打扰你忙碌的公务，真是失礼了。那么我先告辞了，感谢您的辛劳。高跟鞋踏在石砖上，回声渐行渐远。茶杯被猛地摔在地面，碎片四处飞溅，所以他请求重新调查。皇太后低垂着头，声音冰冷且压抑：请你现在出去。女仆慌忙行礼：是的。退出了房间，并关上房门。皇太后猛地站起身，双手重重地撑在桌面上，身体因愤怒而颤抖。该死，雷厄斯那个混蛋竟敢用那张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脸来羞辱我，仿佛回到了过去的那一天。赫拉，我再说一遍，我有其他爱的人，所以以后别再送这种花了。那一束精心挑选的花被随意丢弃在草地上，附带的卡片上写着深情的字句，此刻却显得无比讽刺。这一次本该是毁掉那个高傲的雷厄斯名誉的绝佳机会，他是什么时候察觉到的？难道是弗洛亚泄露了什么线索？不对，他一定是没能从弗洛亚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所以才转而要求重新调查。弗洛亚汇报，达芙妮似乎变了，这几天她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皇太后说道：那个蠢货能变到哪里去？闭上你的嘴，按我吩咐的继续监视，那孩子以后会是很有用的资产。弗洛亚深深地低下头，身体微微颤抖。我明白了，陛下。皇太后的眼神中满是不甘与愤怒。我原以为那不可能是真的，但如果达芙妮真的像弗洛亚说的那样，我筹谋多年的计划竟然就这样。如果我现在出面阻止重新调查，连皇帝都会怀疑我。没错，现在必须先躲起来。他平复呼吸，对着门外轻声呼唤：耶耶娜。耶耶娜推开沉重的大门，恭敬地伫立在门口。是的，皇太后，陛下。皇太后的眼神中透出一丝阴毒。给我带个人来，要那种空有爵位却债台高筑的落魄贵族，除了债务一无所有的人，就用那个故事吧。相思病这个理由再好不过了。无数报纸在空中翻飞，头条新闻赫然在目。关于皇太后宴会投毒案的重新调查已经开始，达芙妮小姐能否洗清嫌疑？卢希尔低头注视着手中的报纸，他陷入沉思。关于新嫌疑人有什么线索吗？或者这个案件从一开始就是伪造的？记忆中回荡着尖锐的叫喊。皇太后面对着年幼的卢希尔，必须快点把那个邪恶的东西送到神殿去。为什么不相信你母亲的话？年幼的卢希尔伫立在破碎的镜子前，眼神中满是惊恐与迷茫。卢希尔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没错，我的祖母确实是那种做得出这种事的人。他
他放下报纸，神情恢复了往日的冷峻。不过结果倒是不错，如果达芙妮小姐的污名能被洗清，我们就能比以前相处得更自在一些。达芙妮出现在镜中，身披带有兜帽的深色长袍。卢希尔注视着镜子，嘴角浮现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说起来，距离那天已经过去很久了。达芙妮小姐已经到了。盖尔的语气中透着一丝迟疑。主人，关于您刚才说的话，真的要由我来做吗？卢希尔站在书桌旁。当然。盖尔握紧扫把，内心充满了抗拒。我怎么可能做得到？我怎么可能模仿主人的样子去迎接达芙妮小姐？他急得满脸通红。就算外貌和声音能用魔法隐藏，但说话方式和性格怎么办？我绝对会被识破的。哎呀，请别这样，他反正不知道那2个人是同一个人，你就直接告诉他吧。我就打算这么说，让我来为你介绍，这位是卢希尔公爵。卢希尔侧过头，虽然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一边称赞自己，一边介绍自己是那种冷静又干练的人，还是有点太难为情了。盖尔呆立在一旁，神情木然地注视着这一幕。卢希尔侧过身，语气恢复了往日的冷静。所以盖尔，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我已经提前告诉过他，今天我们会为了买卖的事情见面。他将一件深色长袍猛地掷向盖尔，简短地提到我的故事，并强调，因为我是高阶官员，所以绝不会做出违法行为，这样就能避开神殿的监视和药物制裁。盖尔手忙脚乱，神情惊恐地大喊：“等一下，主人，我还没准备好。”门外传来了清脆的敲门声。卢希尔微微一笑：“拜托你了，别忘了要成功啊！”光芒猛地收缩，他消失在空气中。盖尔独自站在空荡荡的房间，他面如死灰，听着门外持续不断的敲门声，眼神中满是绝望。我真的好想把这家店关了。他一边回应，一边手忙脚乱地披上长袍。来了。他坐在沙发上，请进。指尖因紧张而微微颤动，内心祈祷着变身魔法不要失效。达芙妮推门而入，伸手撩起兜帽。好久不见。盖尔压低嗓音，尽量模仿着卢希尔的语调。他指了指对面的位置，哈哈，没错，请坐吧。达芙妮沉默地注视着他，眼神中透出一丝审视。盖尔开口：“怎么了？”达芙妮回答：“没什么。”他掩饰住内心的疑惑，为什么他这次先让我坐下？难道终于把我当成真正的客人对待了？盖尔暗自松了一口气，紧绷的肩膀稍微放松了一些。没被发现，看起来还算自然。5只精致的药剂瓶整齐排列在桌面，瓶中液体闪烁着微光。达芙妮说道：“这是你要的5瓶样品，这是稍微改进后的版本。”他伸出手指，轻轻触碰其中1只药剂瓶，而这一种和原版是一样的。盖尔的目光落在那些药剂上，是这样吗？效果非常出色。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尽管开口。不过还是谢谢你。他在内心疯狂呐喊：“不对，不是那样的！这种说话方式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太难了。”他从怀中掏出一块粉色手帕，不断擦拭着额头的汗水。达芙妮注视着他的动作，眼神中透出一丝疑惑：“你很热吗？”盖尔动作一僵：“什么？”他看着手中印满黄色小鸡图案的布料，额角渗出更多冷汗。他发出一阵尴尬的干笑，试图掩盖内心的慌乱。外面很冷，所以我可能在壁炉里加了太多木柴。达芙妮沉默地坐着，双手交叠在膝头，眼神愈发冰冷且充满审视。盖尔避开他的视线，糟糕，那是怀疑的眼神，必须在被识破之前赶快结束对话。他挺直脊背，强行将话题转回正轨。正如我之前跟你提过的，关于合适的买家。达芙妮打断了他：“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我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人。”盖尔微微睁大双眼：“什么？”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主人的警告：“别忘了要成功，如果不成功，你知道后果吧？”盖尔在长袍下瑟瑟发抖，内心发出绝望的哀鸣：“主人会杀了我的。”他开口问道：“那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你说的具体是谁，但我觉得我那个人会更合适。”达芙妮说道。“在那之前，我有一件事想问你。”盖尔双手交叠：“什么事？”他的身体僵硬，为了我的小命，必须想办法让他改变主意。达芙妮端坐在沙发上：“我最近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卢希尔大公殿下。”盖尔猛地睁大双眼，呼吸瞬间凝滞。我正打算提起主人，他竟然先说出了名字。当然，他们2个最近确实见过面，但他说话的方式很奇怪，难道被识破了？达芙妮追问：“我听说大公殿下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你知道这件事吗？”盖尔猛地抬起头，身体微微一颤。达芙妮说道：“你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多，所以请尽你所知告诉我。”盖尔的大脑飞速运转，试图寻找合适的措辞。他摊开一只手：“是的，那是事实。那是一种目前还没有妥善治疗方法的罕见病。他从小就在神殿接受治疗，但病情从未好转。”达芙妮说道：“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人。”盖尔猛地攥紧拳头，他在内心疯狂呐喊：“这确实很奇怪。”当他问起这些事情时，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现在的他究竟在想什么？难道说他已经察觉到了？即便如此，如果在这里回避回答，会显得非常奇怪。盖尔抬起手，掩饰内心的局促。“是啊，看起来确实是那样。听说他独自生活了很久，所以他和其他男人有点不同。”达芙妮注视着他，眼神中带着一丝探究。“有什么不同？”盖尔说道。“大公殿下的行事风格，怎么说呢？确实有些超乎常理，这种程度简直太纯洁了。他根本不理解爱或喜欢之类的感情。你应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达芙妮垂下眼帘，沉默地听着，显然就是那样。即便他知道我的身份，依然一如既往的温柔地对待我，仿佛那一切都无关紧要。我曾以为他有些天真，直到我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因为罕见病导致魔力匮乏，多年远离家人，独自生活，那时的孤独让他变得脆弱，哪怕是一点点善意或情感，都能轻易触动他。正因如此，他才能笑得那样天真。因为
我也曾渴望过那样的东西，所以我比任何人都理解那种感受。不被爱，最终注定要面对死亡。大公殿下的生命是有限的。达芙妮长舒一口气，她在心中默默盘算，这人确实是暗影之主。作为药剂店的主人，应该很清楚卢希尔的情况。他开口说道：“我决定要把药卖给的人。”盖尔猛地前倾身体，神情变得慌乱。请等一下，达芙妮接着说：“是卢希尔大公殿下。”盖尔愣在原地。您刚才说什么？您的眼光真是太犀利了。我也正打算向您推荐那个人，因为大公殿下的病用普通的药根本无法治愈，您的药一定会对他大有帮助。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内心暗自庆幸，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结果似乎还不错。达芙妮微微点头，总之呢，真是太好了，真令人惊讶，我们竟然想到了同一个人。盖尔的语气变得轻快，没问题，我会为您安排与大公殿下的会面。达芙妮摆了摆手，不需要。虽然由暗影之主引荐会更容易，但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这种人接近卢希尔。他那么纯真，又容易信任他人，谁知道暗影之主会对卢希尔做出什么事？况且，既然那是毒药，我别无选择，只能来到这里。如果我成功了，就不必再与暗影之主或卢希尔产生纠葛。从现在起，我必须彻底偏离原著故事。我差点忘了，我是达芙妮·佩里格林，那个被所有人避之不及的人。如果借用你的名字接近大公，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所以我必须小心行事。盖尔点了点头，我明白了。那么，你打算如何去见大公殿下？达芙妮站起身，我会假装偶遇，自然的接近他。另外，这个样品你可以留着，但我打算先从独家版本开始销售，非独家合同的事我们稍后再谈。盖尔目送着他离去，我明白了。达芙妮猛地回过头，盖尔疑惑，怎么了？达芙妮沉思着，他今天不打算送我吗？刚才他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是因为那个吗？即便是像暗影之主这样能毁灭世界的人，终究也是人类。他开口说道：“你为什么不自己试试最后一瓶药水？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我想这算是我报答你的方式。”他重新迈开步子，推开沉重的大门。那么我就此告辞了。盖尔独自坐在宽大的沙发上，他猛地把自己摔进沙发，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终于结束了。无论如何，总算成功签下了合同，还额外得到了一些药水。那位年轻小姐其实是个不错的人。卢希尔的声音毫无征兆的在耳边炸开，进展的如何了？盖尔。盖尔吓得全身僵硬，他猛地坐起身。主人，请不要这样吓我，您知道我的心脏很脆弱。卢希尔发出一声轻笑，抱歉，我只是太好奇了。盖尔没好气的反问，您难道不是一直在偷听吗？卢希尔微微歪头，眼神中透出一丝无辜。我怎么可能偷听你和女孩的谈话？那样也太失礼了。还是说在你眼里，我连基本的礼仪都不懂，真是令人失望。盖尔在心中暗自腹诽，说这话的人刚才还逼着客人喝下那种臭烘烘的药水。他开口说道：“总之，我们拿到了之前的药水，一共5瓶，最后1瓶和之前的版本一样，其他的都是改良版。在独家交易之后，他说会观察结果，再决定是否和我们签约。”卢希尔的神情变得严肃。除此之外，他还说了别的吗？盖尔的心中满是疑惑。他确实说过想直接签约，具体来说是想和您本人签约。大公殿下，卢希尔的嘴角微微上扬。是吗？那真是太好了。盖尔惊恐地瞪大眼睛，这是什么？他在害羞吗？他竟然也会露出这种纯真的表情。卢希尔看着自己的手套，发出一阵轻快的笑声。不过在见那位小姐之前，手上沾着颜料可不太礼貌。盖尔在内心疯狂呐喊：“纯真个鬼啊！”卢希尔迈开步子，哼起了小调。盖尔在身后追问：“您要去哪？”卢希尔握住门把手，回过头露出灿烂的笑容：“我要去见那位小姐，她就在1楼等着，对吧？”盖尔的眼神飘忽，那位小姐并不想直接见您，所以他计划伪装成一场偶然的相遇。卢希尔的脸上挂着期待的笑意。然后呢？盖尔绞着手指，额角渗出一滴冷汗。他已经离开商店了。卢希尔握着门把手的手指猛地一滑，笑容瞬间在脸上凝固。什么？他已经走了？盖尔递出2支药管，顺便说一句，请先看看这些药剂样品，如果一切顺利，并且我们查明了成分，您就不必再担心那位女士了。卢希尔抬起戴着黑色手套的手，指尖穿过发丝，眼神透出一丝冷峻。知道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并不希望事情进展的那么顺利。他垂下眼帘，掩盖住内心的波动。好吧，把它给我。他接过药瓶，这是改良后的样品对吧？盖尔低声确认，是的。卢希尔拔开瓶塞，那么我来试试看。他仰起头，将液体一饮而尽，喉结上下滑动，药液顺着喉咙流下。他猛地僵住身体，瞳孔骤然收缩。卢希尔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盖尔上前一步，神情显得有些错愕：“您怎么了？”卢希尔注视着空掉的药瓶，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看来他改变了配方和浓度，是为了降低药效。真是个聪明的女孩，无论我如何要求，她都不会把5瓶精华交给一个尚未签约的合作方。怎么可能不对她产生好奇？与传闻截然不同，那个愚蠢的恶女实际上相当聪明且心地善良，对这样的人产生好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卢希尔迈开步子，皮靴在地板上发出沉稳的声响。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似乎有点不公平。我应该确保那位小姐也像我对她那样，对我充满好奇。反正凭借这张脸，谁会不感到好奇呢？那么为了配合那场偶然的相遇，我是不是该稍微调整一下形象？毕竟那位小姐正在等着我。玫瑰面包店的招牌在风中轻晃，阳光洒在精致的甜点与茶具上。达芙妮坐在茶座旁，虽然说要试着去见他，但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地方。露天茶座的贵妇们交头接耳，发出阵阵惊叹。听说大公殿下也经常来这里，
而且据说他长得像天使一样，人们都心甘情愿向他祈祷。达芙妮咬下一口点心，神情显得有些落寞。难道这些女士也是为了见卢希尔才来的？我得找个更隐蔽的位置。原来卢希尔从一开始就这么受女性欢迎，不过凭借那样的长相，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隔壁桌的女士压低声音：“你听说了吗？听说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不好的事情。那位被称为教派天使的弗洛亚小姐，即便接到了命令，又怎么能做出投毒这种可怕的事呢？”一名宗发女士的嘴角挂着一抹玩味的笑：“我不认为她是由于被诽谤才这么做的。谁都知道那个人性格乖戾，甚至还教导过佩里格林公爵本人。也许这次她又是替自己的老师背黑锅，我觉得这很合理。”周围的人纷纷附和：“哦天哪，听起来确实很有可能。弗洛亚绝不是那种人。”达芙妮注视着那些谈笑风生的背影，这些女人。既然我已经背负了恶名，不如干脆把事情做得更绝。这是我第一次想做这种出格的事。一股无形的力量在空气中炸裂，狂风骤然席卷了几人的茶座，遮阳伞被掀翻，盘子与点心在空中乱飞，茶水四溅，贵妇们尖叫着四处躲避，场面陷入一片混乱。达芙妮静静地坐着，注视着眼前的狼藉。这里明明没有风。她抬起头，眼神中透出一丝疑惑。我闻到了一种甜美的香气。卢希尔站在桌旁，嘴角挂着优雅的弧度。你好，小姐。达芙妮愣住，我的天啊！虽然一直在期待，但真的能这么快再次见到他吗？他惊呼出声：“大公殿下！”卢希尔竖起食指抵住唇瓣，示意对方噤声。达芙妮急忙捂住嘴：“您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贵妇们局促地提起裙摆，神情慌乱。这件礼服可是很贵的，该怎么办才好？卢希尔开口：“叫我罗斯吧，那是我的中间名。”达芙妮侧过脸，眼神中透出一丝困惑。中间名通常不是只有亲近的朋友或者是恋人之间才使用的吗？我真的可以那样称呼他吗？是因为我是旧相识，所以才允许我随意使用中间名吗？这个名字美得让人感到陌生，但确实很适合他。他开口说道：“那么我就失礼了，罗斯。”卢希尔回应：“是的，罗斯在这里。”达芙妮凝视着那双眼睛，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比起上次见面，他似乎变得更加迷人了。他轻咳两声，总之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见面。卢希尔点头：“确实今天天气很好，我已经很久没出来散步了。”达芙妮注视着他，陷入沉思：是因为身体不好，还是因为身份尊贵很难出门？卢希尔垂下头，神情显得有些落寞。但是这里已经没有空位了，看来我来得太晚了。达芙妮心想，这个时机不是正合适吗？他轻声询问：“如果不介意的话，要和我坐在一起吗？”卢希尔侧过脸，脸颊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真的可以吗？”达芙妮露出微笑。实际上，让他一个人待着反而更尴尬。他伸手扶住被风吹乱的发丝，微风真温柔，这种天气最适合和某人一起喝茶了。卢希尔点头：“没错，微风确实很温柔。那么打扰了。”他优雅地入座，端起茶杯品尝着。达芙妮注视着他，虽然他外表看起来很健康，但确实患有魔力逆流症。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引导他谈论关于药物的话题。我该怎么办？对着这张脸谈论契约，感觉实在太残酷了。卢希尔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眼神中闪过一丝痛苦。他猛地弯下腰，用手捂住口鼻，发出沉闷的咳嗽声。达芙妮放下茶杯，神情变得紧张。罗斯，你还好吗？达芙妮一脸焦急。该怎么办？你伤得很重吗？卢希尔的语气中满是无措。对不起，我突然发病了。达芙妮询问：“你的药在哪里？”我有安定剂。卢希尔抬起头，银色发丝散落在额前，眼眶微微泛起湿润的抑郁。达芙妮凝视着那张脸，心跳瞬间漏了一拍。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迷人？他猛地摇了摇头，清醒一点，他可是个病人。我在讲什么乱七八糟的？卢希尔说道：“我没事，皇室的药物对我已经没用了。我听说那种药效果很好，但实际上……”他再次爆发的剧烈咳嗽。达芙妮垂下眼帘，面对病得这么重的人，我竟然还想为了自己的利益提出交易，我真是太自私了。抛开交易不谈，我真心希望我的药能帮到卢希尔。他开口说道，虽然对魔塔之主说这种话很尴尬，但我知道怎么制药。卢希尔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你会制药吗？达芙妮从怀中取出一个小药瓶，神情变得坚定。也许让你信任我这样的人并不容易，但我的药会比你想象的更有效，试试看吧。卢希尔注视着那只药瓶，请把它给我。达芙妮愣在，为什么他这么轻易就相信我？万一这药里有毒怎么办？要是遇到坏人，他一定会陷入大麻烦的。他开口说道：“谢谢你的信任，但在做决定之前，请先听听副作用。”话音未落，剧烈的咳嗽声再次响起。卢希尔伏在桌面上，急促地喘息着：“请救救我，好痛苦！”达芙妮神情慌乱，即便如此，你也得先测试一下药性。卢希尔无力地瘫软在桌边，求你了。达芙妮注视着眼前的惨状，我该怎么办？他看起来真的很痛苦，不会就这样死掉吧？他下定决心，救人要紧，幸好这样没毒，副作用也不算严重。他将药瓶递到卢希尔手里，把它全部喝下去。如果你觉得身体有任何不对劲，请立刻告诉我。卢希尔低声回应：“好的。”他接过药瓶，仰起头将药液一饮而尽。他轻抚胸口，原本痛苦的神色逐渐消散。达芙妮轻身向前，注视着卢希尔：“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卢希尔低下头，声音细若蚊呐：“我的心情变得有一点。”达芙妮的神情变得慌乱，心情？难道是身体无法吸收药效？他绕过桌面，快步走到他的身前。罗斯，抱歉，请等一下。卢希尔有些迟疑。什么？达芙妮伸出手，指尖轻触他的额头，动作轻柔而果断。他低声自语，神情专注而认真。没有发烧，但是为什么你的脸这么红？
你觉得头晕或者头痛吗？卢希尔僵立在原地，面庞滚烫。达芙妮的瞳孔因震惊而颤动，体温升高了，这是副作用吗？我不该在不了解他体质的情况下就让他喝下去。他猛地转身，作势要冲向街道。对不起，总之先找医生。卢希尔轻拽住他的衣角。不是。他缓缓低下头，避开了对方的视线。我只是太惊讶了，不知为什么，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发烧了。达芙妮停下脚步，回过头注视着他。什么？卢希尔说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药效如此迅速的药。达芙妮的神情有些迟疑。是真的吗？卢希尔低声回应。是的。达芙妮长舒一口气。太好了，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吓得我心惊胆战。虽然你可能比我更清楚，但无论多好的药，如果不适合体质，也会变成毒药。很高兴这药对你没造成困扰，看到它起作用，我总算安心了。达芙妮重新坐回位子上，整理了一下思绪。总之结果是好的，应该能维持这种氛围吧。他交叠起双手，神情变得认真。其实我来这家面包店，是因为我想见你，我有话必须对你说。我听说你一直深受慢性病的折磨，既然我的药看起来对你有帮助，如果可以的话，我能继续为你提供这种药吗？如果你觉得亲自见我不方便，我也可以直接把配方给你。卢希尔愣在，你愿意为我做到这种地步吗？他微微垂下眼帘，谢谢你，真的非常感谢。达芙妮感叹，面对这么漂亮的人，还有什么是不能为他做的呢？为了我的处境，还有谁比卢希尔更合适呢？作为证明药效的模特并担任代言人，这简直太完美了，应该是我要感谢他才对。当然，关于我的传闻可能有点，也许很难让人相信，但药效一定会像刚才那样确切。达芙妮用小勺轻轻搅拌着茶水，罗斯也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所以我也想帮帮罗斯。卢希尔低声回应，原来如此，虽然我这么说可能有些厚颜无耻，但以后就拜托你照顾了。达芙妮猛地合掌，眼神中绽放出惊喜的光芒，这就成了。尽管我的名声糟糕透顶，但我竟然把药卖给了魔塔之主，看来我有销售天赋啊。卢希尔补充，我非常感激你的帮助，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能为你做的吗？达芙妮愣在原地，注视着对方诚恳的面庞，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吗？卢希尔的嘴角轻轻上扬，真可爱。达芙妮交叠起双手，我想说的是。卢希尔愣住，思绪瞬间陷入停滞。等一下，小姐很可爱，那不是盖尔最喜欢的言情小说里那些傻瓜经常说的台词吗？哦，我的天，我可爱又迷人的宝贝，难道我刚才的想法和那些傻瓜一模一样？达芙妮说道。我想开一家小沙龙。卢希尔回过神，眼神中透着一丝困惑。我以为他会独立卖药，为什么突然要开沙龙？即便暗杀指控已经被洗清，想要找到愿意为他工作的员工，恐怕绝非易事。就算真的勉强开业了，大概也不会有任何顾客上门。小姐，你到底在想什么？达芙妮微微扬起嘴角，露出一抹自信的笑意。我知道这个国家已经有很多沙龙了，我也知道人们不会用友善的眼光看待我的沙龙。他神情坦然，但是帝国的挑剔顾客讨厌任何平庸的事物，所以我想把我的独特能力融入到沙龙中，我称之为治愈沙龙。皇太子目前正外出执行讨伐魔物的任务，帝国公民之间正蔓延着一种微妙的不安。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以建国神话中的女神为灵感，将其宣传为一个和平之地，一个能治愈身心的沙龙，反响一定会非常热烈。悠扬的音乐在室内回荡，人们静静品味着杯中的茶汤，在那里可以享受按摩与理疗。它的名字就叫治愈理疗咖啡馆。那么理疗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那必须是舒适且温暖的床。但在如今这个世界，想要给床铺加热并保持温暖，实在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这就是这辈子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所以我才想到了那个前世的电热毯，那是度过寒冬的必备神器。即便是在诊所里，它也极受欢迎。顾客们在接受治疗时总会沉沉睡去，要把他们叫醒总是一件难事。无论男女老少，醒来时都会感到神清气爽。如果我能在这里重现那种感觉，这个沙龙绝对是必经之地。一位贵妇人站在柜台前询问，可以单独购买这种床吗？请把我排在预约名单上。人群在摆满药剂的货架前攒动，争先恐后的递出申请，这一定会大获成功。如果再把我自己研制的药剂作为附加选项，这会让沙龙变得更加完美。而且还不止这些，对于那些感兴趣的客人，我计划提供私人会员制的定制服务，严格遵守保密协议，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提供专属护理，这将是他们从未有过的尊贵体验，一种独一无二的极致享受。该怎么说呢？来到这个沙龙，会让你觉得自己很特别。换句话说，这就是我的必胜法宝。所以，我需要一名优秀的火系魔法师，他要能往那些又大又薄的魔力石里注入魔力，好把它们铺在床上。我还需要一些手掌大小的热敷魔法道具。达芙妮双手合十，既然你是塔主，我希望你能帮我处理魔法相关的部分，这可能吗？卢希尔注视着达芙妮，瞳孔微微收缩。我本以为她很聪明，但我没料到她会围绕和平女神来规划沙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她微微颔首，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制作这些魔法道具的成本可不低。塔内的魔法师们拥有独立权限，这意味着他们的雇佣费用远超常人。此外，火系魔法师极度稀缺且需求巨大，他们的身价是最高的。虽然我是塔主，但在资金方面也无法提供全方位的协助。达芙妮的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不用担心那个，这些制造出来的魔法道具可以销往终年积雪的北方地区，或者是那些海风肆虐的沿岸地带，他们会产生极其丰厚的利润。如果能把它们做得轻便小巧，设计成可以固定在衣服或身体上的可拆卸部件，销量还会进一步攀升。每年冬天，首都的贵族们都会争相购买我们的魔法道具，所以
这对魔法塔来说绝不会亏本。而且我还有一个请求，能不能暂时借用你的名义来销售我研制的药剂？正如你刚才所见，我的药剂非常有效，但以我目前的身份，很难找到合适的销售渠道。只要借用一下名字就好。如果你愿意暂时借给我，我保证会以数倍的利润分成作为报酬。达芙妮竖起食指，还有一件事，如果你同意我今天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会在合同中增加一个额外条款，无论我今天给你的药剂变得多么受欢迎，我都会坚持只以你的名义进行独家销售，直到生意稳定下来为止。卢希尔的瞳孔因震惊而微微收缩，呼吸有一瞬间的凝滞。达芙妮追问道：“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卢希尔的嘴角缓缓上扬：“好吧，我会帮你的。”达芙妮的眼神中闪烁着惊喜的光芒，不敢置信，又成功了？难道我真的很擅长谈判？他开口说道：“谢谢你，卢希尔，你绝对不会后悔的。”卢希尔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轻快。“是的，我相信小姐所说的一切。”达芙妮心中暗自感叹，卢希尔简直就是天使。卢希尔询问：“你打算在哪里开设沙龙？”达芙妮说道：“我还没有完全决定好，但大概会是某个著名的疗养圣地。”卢希尔的瞳孔骤然收缩，神情显得有些错愕。达芙妮继续说道：“空气清新且水源纯净的地方最为理想。”他抬起食指抵住下唇，眼神中透着深思。为了远离原著剧情，过上独立的生活，这是最好的选择。卢希尔的眼神中透着一股令人战栗的压迫感。“小姐，你也要搬到那里去吗？”达芙妮微微扬起头，发丝在微风中轻晃，神情显得从容而淡然。“我现在还不打算过去。”他沉思着，“我的最终目标确实是定居在那里，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先处理好。”卢希尔发出一声轻叹，紧绷的肩膀缓缓放松。“那真是太好了。”达芙妮心中暗自思忖，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们似乎一直担心我会亲自接管经营。当然，如果暴露真实身份，肯定会对销售产生负面影响。剩下的问题就是该如何找到一个代理人来管理业务。但真的会有人愿意和像我这样名声狼藉的佩里格林小姐合作吗？卢希尔缓缓开口询问，打破了短暂的沉默。“您是在寻找管理业务的人吗？”达芙妮的眼神中充满了惊讶。他怎么会知道？难道都写在我的脸上了吗？他轻声回答：“是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如果能有一个背景清白且可靠的人，那就再理想不过了。首先，如果店主是女性，可能会被轻视或招来地痞流氓，而且当遇到无理取闹的投诉时，必须有一个不被轻易小觑的人坐镇才行。既然如此，最好是男性，而且是体格健壮的男性。”狂风在围栏外肆虐，遮阳伞和桌椅被卷入半空。达芙妮环顾四周，心中满是疑惑，为什么外面的风刮得这么猛烈，唯独这片区域却如此平静？卢希尔说道：“幸运的是我正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听说他最近刚离开了一份做了很久的工作，然而由于他的体格比普通人强壮得多，在寻找新工作时似乎遇到了一些困难。”达芙妮的神情变得专注，如果是那样的话，看来他在求职过程中确实碰了壁。我想只要能获得一个职位，即使是新成立的公司，他应该也不会介意。卢希尔点头：“是的，没错，只要给他机会，他能胜任任何工作。虽然性格可能有些腼腆，但他的适应能力和体力都非常出色。”盖尔脊背一凉，一股莫名的寒意爬上心头，他紧攥着粉色手帕，身体猛地一颤。难道是感冒了？为什么突然感到一阵恶寒？卢希尔问道。“那么你要直接回府邸吗？”达芙妮望向橱窗里琳琅满目的蛋糕，利夫内尔阿姨以前很喜欢这家店的甜点，她开口说道：“既然都到这了，我想买一些回去。”卢希尔语气温和的回应：“看来这里的面包很合小姐的口味。”他伸出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握住店门的金属把手，用力向内推开。达芙妮提着裙摆走进店内。“谢谢你。”店长迎了上来，“欢迎光临，请让店员协助您挑选面包，不要勉强自己，有需要请随时呼唤。”一位员工匆匆走来，“欢迎，请问今天要在这里用餐吗？”达芙妮摇了摇头：“我要打包带走。”店员眯起眼睛，神情变得有些微妙。达芙妮察觉到对方的目光，心中升起一丝不悦，这种上下打量的眼神是怎么回事？店员收回视线，语气变得冷淡：“选好之后，请告诉我。”达芙妮愣住：“我这是被明目张胆的无视了吗？为了不引人注目，才穿了件朴素的长袍，结果竟然被小看了。”店员的语气中透着一丝傲慢：“由于本店的产品价格偏高，我以为您需要更多时间来做决定，或者您可以看看柜台附近的预包装商品，那些是昨天做的，但味道没有太大差别。如果您在寻找更实惠的选择，那会是不错的决定。”达芙妮的眼神中透着凌厉的寒芒。“你刚才说什么？”一个声音传来，明明告诉过他很多次我没关系，罗德里克大人却还是总在担心我。达芙妮的瞳孔骤然收缩，神情变得僵硬。这个声音难道是丽泽·卡帕鲁尔？偏偏在这种地方遇见他，为什么他会在这里？丽泽身旁的同伴轻声附和，语气中带着一丝讨好：“那是理所当然的吧？毕竟你是因为达芙妮小姐才喝下了毒药。但我听说罗德里克大人设法从神殿为你弄到了圣水，能弄到那种稀罕物，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店员原本冷淡的脸瞬间堆满笑容，眼神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发现贵宾，他猛地转身，将达芙妮晾在一边，快步奔向丽泽：“欢迎光临，如果有任何需要，请尽管吩咐。”丽泽指着柜台里的甜点：“请把这些和那些都帮我包起来。”店员忙不迭的应和：“好的，马上为您准备。”丽泽注视着橱窗里精致的蛋糕，卧床休息了好几周，我一直非常渴望这些甜点。同伴在一旁点头称是，这很正常，生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总是最喜欢的食物。丽泽将手提包递到同伴手中：“我的手臂还有点疼。”同伴急忙开口：“
是的，我明白了。丽泽漫不经心地拨弄着发丝，说起来那个女人这几天一直很安静，不是吗？同伴压低声音，是的，我听说她被软禁了。丽泽的语气中透着幸灾乐祸，看来她的家人终于放弃她了。老实说，这种事早就该发生了。卢希尔察觉到达芙妮的异样，小姐。达芙妮沉默不语，注视着前方。她叹了口气，如果是原本的达芙妮，现在肯定已经冲过去揪住对方的头发了，但在这里引起注意只会带来麻烦，保持安静，等丽泽离开后再买面包。丽泽的声音再次传来，如果换作是我，绝不会仅仅止步于软禁，我会直接把他的名字从家谱中除名。同伴说道，我听说那是无限期的软禁，虽然和除名差不多，但即便如此，这似乎有点太严厉了。丽泽猛地转过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可是差点因为那个女人死掉，因为父亲当场结束了谈话，我甚至连抗议的机会都没有。你知道那对我来说有多不公平吗？等我回去后，我会再次向父亲提起这件事。区区软禁，对这种罪行来说简直太仁慈了。达芙妮紧攥着拳头，好不容易才和叔叔把事情理清楚，现在他又想来插手。达芙妮转过身，他以为自己是谁，竟然敢把别人的家谱挂在嘴边，随心所欲的指手画脚。他猛地伸出手，掀翻了柜台上的瓷盘，清脆的碎裂声瞬间炸裂，瓷片四溅。丽泽猛地转过身，注视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这是怎么回事？达芙妮摊开双手，神情自若，真是抱歉，我看你们聊得这么开心，忍不住想引起一点注意，然后加入你们，我是不是太大声了？丽泽眉头紧锁，你又是哪位？竟敢如此无礼的跟我说话？你到底哪来的胆子？卢希尔的眼神一凛，狂风破门而入，在室内疯狂旋绕。丽泽倒吸一口凉气，踉跄着后退，店员双膝一软，重重跪倒在地。佩里格林小姐。达芙妮的兜帽滑落，彻底显露真容。她注视着众人，眼神中透着凛冽的威压。达芙妮眉头紧锁，心中满是疑惑，这阵风吹的可真是时候，简直就像戏剧里的情节一样，怎么会配合的这么完美？多亏了那阵风，似乎让我完成了一次相当震撼的登场。他迈步向前，神情冷峻，丽泽小姐，好久不见。丽泽低垂着头，我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达芙妮声音冰冷，当然想不到，明知故犯的提起大公的名字，简直等同于自杀。丽泽指尖用力，将裙面抓出深深的褶皱。我为我的狂妄之言道歉，然而我不认为那些话是不该说的。我已经告诉过您很多次了，罗德里克大人和我之间绝对清白。他深吸一口气，注视着达芙妮，但您拒绝相信我，甚至还逼我喝下毒药。我花了几个星期才从虚弱中恢复，难道我真的那么让你憎恨，甚至值得你亲自动手对我下毒？他低下头，发出细微的抽泣声，肩膀随之颤抖。达芙妮冷笑一声，你总结得可真完美，简直是想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鄙视我。但你的话里不是漏洞百出吗？他微微挑眉，注视着丽泽，听到你因为中毒而受苦，我感到很遗憾，但你的身体不是已经完全康复了吗？丽泽猛地抬起头，你在说什么？我的身体根本没有好转，连牙齿都受损了，我现在还在接受治疗。达芙妮注视着端着托盘的店员，是吗？对于一个牙疼的人来说，你选的硬面包似乎有点太多了。丽泽猛地一怔，额角渗出细微的汗珠，他急促的辩解，那是给家人的礼物，并不是我要吃的。达芙妮的嘴角挂着一抹玩味的笑意，是吗？那事情就变得更麻烦了，看来您被骗了，小姐。丽泽眉头紧锁，被骗了？你突然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达芙妮微微眯起双眼，注视着他身旁的同伴，对方吓得缩起肩膀。刚才那位小姐不是提到过吗？罗德里克甚至特意去弄到了神殿圣水，那是连皇室都难以轻易获得的稀有之物。据说罗德里克为了你特意弄到了它。同伴一脸惊恐，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缩去。我只是重复了丽泽小姐说的话。达芙妮冷哼一声，是吗？神殿圣水是极其珍贵的宝物，连皇室都无法轻易染指。如果你喝下了那样珍贵的东西，身体却完全没有好转，那除了是被骗了，还能是什么呢？或许被骗的人不是你，而是罗德里克吗？丽泽眼神游离，手指不安地搅在一起，神情局促。我不是那个意思。达芙妮步步紧逼，那是哪个意思？丽泽低着头，额角渗出细微的汗珠。他猛地抬起头，怒视着同伴。我什么时候说过罗德里克大人给我弄到了圣水？我说的是他正在努力尝试去弄到它。身旁的同伴皱起眉头，你在说什么？你刚才明明说已经弄到了圣水，不是吗？另一名贵族女子轻抚胸口，我也听到了。丽泽脸色苍白，我什么时候说过那种话？请停止用这些毫无根据的言论制造误会，我根本没收到过圣水。达芙妮叹了口气，她猛地一惊，既然没有圣水的力量，丽泽又是如何恢复的这么好？丽泽的父亲卡帕罗莱侯爵曾坚信他会死于剧毒，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宣称女儿命悬一线。佩里格林公爵无法违抗已故皇后的遗言，别无选择，只能将弗洛亚接进府邸。他们甚至支付了一笔巨额赔偿金，金币堆积如山，映照着贪婪的笑脸。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丽泽，气色和皮肤看起来太健康了，完全不像喝过毒药的人。达芙妮注视着丽泽，眼神中透出怀疑。丽泽低头致歉，我很抱歉，小姐，看来是我的表达方式引起了误会。达芙妮轻声回应，没关系，既然你总是这样歪曲事实，也难怪你的同伴会产生误会。丽泽的脸颊因愤怒而紧绷。达芙妮微微一笑，你以为只靠虚张声势就能轻易脱身吗？我可没忘记，你刚才还提到了佩里格林公爵府的账本。他步步紧逼，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丽泽死死攥紧拳头，
他单手抚胸，我诚挚的道歉，我不该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提及公爵府的账本。他猛地转身，迈步离去，同伴们追在身后，大声质问：你怎么能就这样离开？我们还有话没说完。达芙妮站在原地，社交场合简直比想象中还要可怕10倍。不过刚才的表现应该还算得体吧。人群中传来急促的催促声，场面陷入一片混乱。快点离开这里！宾客们互相推搡着向外涌去。你看到那位小姐的神色了吗？要是现在被抓到，我们就死定了。达芙妮站在空旷的房间内，我刚才的眼神真的有那么凶吗？恶女这个角色果然非同寻常。店员正试图从窗边悄悄溜走，卢希尔猛地伸出手，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腕。你觉得你能去哪？店员发出一声惨叫。对不起，我没认出您是如此尊贵的人物，请饶了我吧。卢希尔转过头，注视着达芙妮。小姐，我做得好吗？达芙妮微微一笑，她又露出那种漂亮的笑容了。虽然把人逼入绝境后露出这种表情不太合适，但她看起来实在太美了，所以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卢希尔语气平淡，该如何处置这个人？达芙妮双手抱胸，不仅会看人下菜碟，出了事还想偷偷溜走。这家店的管理方式真是令人不敢恭维。卢希尔干笑着，您说的对。他加重了手上的力道，不过请不必太过担心，我相信很快这家店也会制定出一些新的准则。店员发出一声惨叫，面部扭曲，老板紧握双拳，环视着空荡荡的店面。我听到骚乱声就出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客人们都去哪了？达芙妮开口，你是这家店的老板吗？老板点头，是的，没错，但是似乎是我们的一名员工造成了不快，有什么我应该了解的问题吗？他深深地弯下腰，首先请允许我向您道歉。达芙妮沉思着，如果连老板也如此无礼，我本打算把这里彻底翻个底朝天，但看来问题全在那名员工身上。现在该怎么办？我本可以大闹一场，以此坐实恶女的名号，但刚才那阵骚乱已经让客人们全都跑光了，甚至还打碎了店里的餐具。既然老板蒙受了营业损失，那就展现一下我的诚意吧。他上前一步，我原本是打算点餐的，但那位员工实在太无礼了。卢希尔注视着面前的老板，老板双手交叠在身前，神情恭敬。我明白了，那么能请您重新点餐吗？他达芙妮伸出纤细的手指，指向柜台内琳琅满目的甜点，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最后，全部送到佩里格林公爵府。老板猛地瞪大双眼，身体僵硬在原地。您说什么？佩里格林公爵府？达芙妮补充，如果不立刻得到想要的东西，我可是会请示难安的。另外，所有的包装和配送都必须由那名员工亲自负责。店员惊恐地瞪大眼睛，冷汗顺着额角滑落。老板深深鞠躬，是的，我明白了。达芙妮转身，那么我们走吧，罗斯。卢希尔点头，遵命，小姐。老板猛地抬起头，注视着那个卢希尔的背影。卢希尔微微侧过脸，掀起兜帽的一角，眼神冰冷而锐利，嘴角挂着一抹转瞬即逝的笑意。老板倒吸一口凉气，身体僵硬在原地。糟了，这下真的糟了！他愤怒的咆哮声伴随着重物倒地和盘子破碎的脆响，在店内剧烈回荡。你这个蠢货，如果我没命了，你要怎么负责？店员惊恐的哀求声被淹没在混乱的撞击声中。老板，对不起。达芙妮感叹，这里的员工培训还真是激烈呢。他抓住卢希尔的胳膊，走吧，罗斯，留在这里听这些也不会有什么好事。卢希尔微微低头，嘴角勾起一抹温和的弧度。遵命，小姐。在世人眼中，我是被抛弃的皇室成员，也是魔法塔之主，但在不为人知的暗处，我是非法商店的幕后主人，也是这家玫瑰饼屋的真正老板。为什么要经营一家你根本不感兴趣的饼屋？简单来说，是为了收集情报，通过那些在这里进进出出的贵族，贵族们聚在一起，低声交谈。你听说了那个消息吗？关于最近那笔贸易交易。因此，虽然员工们对待非目标客户的态度，在那位小姐看来可能显得很无理，但考虑到他们的真实目的，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那位小姐迅速斩断了来自员工和那些年轻贵族女性的所有无理行为。我早就知道，但她真的非同寻常。卢希尔停下脚步，注视着路边的马车标志牌，已经到马车站了。这里原来有这么近吗？达芙妮开口说道，很抱歉让您卷入那场骚乱，您一定是因为我才受惊了。卢希尔摇头，完全没有，相反我很抱歉，明明我就在您身边，却没能帮上什么忙。达芙妮说道，殿下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了，您不知道吗？卢希尔抬起头，眼神中透出一丝困惑。我吗？达芙妮注视着他，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是你亲手拦住了那个想逃跑的无理员工，不是吗？卢希尔低下头，注视着自己的手。这么说来，我刚才确实碰到了别人。回想起来，以前面对罗德里克时，我也曾不假思索地抓住了他，那时也是这样，身体比大脑先做出了反应。我平时比任何人都讨厌接触他人，但自从遇见达芙妮小姐，我一直在做些不像自己的事。抓住那些人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感知到他们的任何情绪，我只是想让那位小姐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感到开心，脑海中只有这个念头。达芙妮说道，即便如此，下次请不要再像那样冲过来帮我了，万一对方是个危险人物怎么办？殿下的身体也是很珍贵的，更何况您的体质还那么虚弱。他微微皱起眉头，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与担忧。卢希尔点头，好的。达芙妮双手叉腰，继续认真地叮嘱着，尤其是在外面，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绝对不能那样做。卢希尔垂下头，看来在他眼里，我是一个缺乏社交技巧且身体虚弱的人。我知道他把我当成一朵可怜的花，这种感觉并非出自真心爱慕，真让人不悦。就在刚才，当那只手率先伸向我时，还以为某种好感已经开始萌芽，
原来根本没有任何进展，依然只有我在意这位小姐，就这样分别，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卢希尔垂下头，周身散发着消沉的气息。对不起，我不熟悉这些标准，一定让您白白担心了。达芙妮急忙摆手，语气中透着慌乱，请千万别这么想。卢希尔沉思着，难道是因为今天戴着兜帽遮住了脸，所以才看不清吗？否则他怎么会如此无动于衷？或许我该借用一点风的力量。微风拂过，将兜帽吹落。卢希尔盯着达芙妮，如果这种事再次发生，我觉得自己还是会做出同样愚蠢的行为。为什么我总是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他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很好，这样应该就足够了。达芙妮说道。那么下次我可以教你，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学习那些标准，我会根据你的需要教你多少次都行。卢希尔微微睁大眼睛，你真的愿意为我这样做吗？达芙妮坚定地回答，当然了。他望向街道尽头，我们家的马车到了。卢希尔喉结微动，又是这种感觉，又是那股甜美的香气。他抬起手，用力按住胸口。如果现在再靠近这位小姐，总觉得会变得很危险，应该先退后一步，然后等回去以后，得去读读盖尔那些愚蠢的书了。虽然一直以来都觉得那是些无聊的故事，但或许在那之中能找到这种心情的答案。达芙妮踩上马车踏板，转过身看向窗外。那么下次再见，殿下。卢希尔伫立在街道中央，神情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落寞。他从怀中取出一枚闪烁微光的红色晶石。盖尔，盖尔的声音传来。是的，殿下，请问有什么吩咐？卢希尔说道。我现在要回去了。你之前提到的那些小说，就是主角的心情变得很奇怪的那些，请只挑选出最畅销的作品，并提前准备好。盖尔回应。明白了。他的声音因极度震惊而颤抖。您刚才说什么？殿下，您真的要读恋爱小说吗？卢希尔说道。还有一件事，准备好交接工作，我会按照你的心愿，把你分配给一位更优秀的上司。盖尔猛地瞪大眼睛，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什么？您这是什么意思？他神情呆滞地站在原地，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罗德里克坐在宽大的办公椅上，眼神中透着一丝凝重。我听说达芙妮今天和丽泽吵了一架。管家站在桌旁，恭敬地回答：是的，据说丽泽小姐说了一些话，惹恼了达芙妮小姐。罗德里克撑住额头，果然，肯定又是关于我的事。这次他们都说了些什么？管家回答：据说丽泽小姐撒了谎，声称您专门为她去神殿求取了圣水。最关键的一点，似乎是她提到了佩里格林账本。罗德里克猛地抬起头，瞳孔因震惊而收缩。什么？争吵的原因竟然不是因为我？这不可能！达芙妮曾经是一个除了我之外什么都不在乎的女人，难道她的心真的变了吗？罗德里克紧咬牙关，这明明就是我一直想要的，但为什么心情会如此糟糕？照这样下去，难道要变成我被甩掉了吗？他的手猛地拍向桌面，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过几天在黑市里把所有所谓的圣物都给我带回来。管家的身体微微一颤，全部吗？那将是一笔天文数字。罗德里克怒视着前方，眼神中燃烧着焦躁的怒火。你现在是在违抗我的命令吗？管家低下头，惶恐的回应：不是的。罗德里克垂下眼帘，竟然要沦落到动用黑市的地步，这简直是在践踏我的自尊心。但是只要是和圣女有关的东西，达芙妮一定会动摇的。他猛地攥紧拳头，只要能赢回达芙妮的心，并平复这种令人不快的情绪，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这根本不算什么。达芙妮独自坐在圆桌旁，距离那天已经过去了1周。在那段时间里，达芙妮照料着温室，亲手熬制草药汤剂，坐在沙发上辅导双胞胎功课，度过了一段忙碌的时光。当然，日子并非完全平静。托盘里盛放着精致的甜点，上面搁着一张卡片，这是我的道歉礼，请务必收下。达芙妮端起茶杯，轻抿一口红茶，目光落在那些点心上。又来了。自从那天起，玫瑰饼屋每天都会送来甜点，从未间断。侍女端着瓷盘走近。是的，今天送来的分量更多了。达芙妮沉思着，他们一定很担心我会留下过节，才会这样诚惶诚恐。既然是免费赠送的，就没有理由拒绝。而且那位店主看起来很善良，如果不接受，反而会让他感到抱歉。只是这分量实在太惊人了，光靠我们一家人根本吃不完。各式各样的曲奇与纸杯蛋糕几乎要从盘子里溢出来，所以这些点心大多成了佩里格林府仆人们的零食。2名女仆快步走近，昨天的点心我们吃得很开心，非常感谢您，真的太美味了。达芙妮微微点头，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弧度。多亏了这些点心，大家都很开心，我也觉得心情舒畅。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原本高冷的形象似乎正在悄然改变。他侧过头，注视着身旁神情局促的苏琪亚。苏琪亚，如果你想吃的话，这些你都可以拿走。苏琪亚猛地一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刚才想到了我的家人。达芙妮单手托腮，目光变得柔和。是你的姐姐和弟弟妹妹们吗？苏琪亚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是的，我们家境并不富裕，平时很难吃到这么高级的点心。我只是在想，如果能和他们一起分享该有多好。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多余的话。达芙妮的嘴角泛起一丝浅笑，真是了不起，明明年纪还这么小，工作已经如此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是先想到自己的家人。而且苏琪亚在乡下长大，认识许多我不熟悉的植物，每当我调配药草时，她总是能帮上大忙。也许我应该给她一份回礼。达芙妮说道。苏琪亚，你可是留在我身边的女仆，难道你打算只是想想就结束了吗？苏琪亚愣在原地。您说什么？达芙妮说道。再等几天吧，我会往你家里送去比这丰厚的多的东西。苏琪亚猛地捂住嘴巴，双眼因惊讶而睁大。您竟然为了我这种身份的女仆做到这种地步。她深深地弯下腰去，真的太感谢您了。从今以后，
我会更加努力工作的。无论您需要什么，请尽管吩咐我。达芙妮神情淡然，即使我是个反派角色，照顾好自己的人也没什么不对。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姐姐！双胞胎猛然扑了过来，一左一右撞进怀里。达芙妮被撞得身体后仰，差点忘了我还有这2个孩子要照顾呢。她无奈地笑了笑，你们2个怎么到这儿来了？阿尔马诺说道，我们是来陪姐姐喝茶的。尤利指着旁边的座位，我可以坐在这里吗？2个男孩在桌边推搡，互不相让地争夺着位置。达芙妮叹了口气，你们2个调皮鬼，不要吵架，坐到两边不就行了吗？利夫内尔和西恩缓缓走来，非常抱歉，孩子们一直吵着说想见你。上次你送给我们的茶真的很好喝，我们可以也坐下来和你一起喝杯茶吗？达芙妮露出礼貌的微笑，当然可以，请坐吧。苏琪亚能再去搬几把椅子过来吗？苏琪亚清脆的应答，明白了。阳光穿透繁茂的枝叶，洒在铺满石砖的庭院里，平凡却温暖幸福的一天，不知不觉间已变得如此自然。真希望这样平静的日子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他端起茶杯，正欲轻抿一口温热的茶汤，急促的呼喊声撕裂了宁静。达芙妮指尖一颤，杯中泛起剧烈的涟漪。西恩放下手中的餐具，转头看向匆忙赶来的管家，怎么了？管家面色凝重，我也不是很确定，但雷厄斯大人要求家族里的所有人立刻去办公室集合。雷厄斯独自坐在宽大的靠背椅上，双臂交叠在胸前，低垂着头。达芙妮注视着雷厄斯，为什么叔叔的神情看起来如此严峻？难道是皇室正在以某种方式威胁着佩里格林？雷厄斯俯下身，将一份报纸递到达芙妮面前，看看这个。达芙妮轻声应答，好的。他伸手接过报纸，展开报纸仔细阅读，他的视线凝固在头条新闻上，这是佩里格林家族小姐的自杀事件，竟然是谋杀，真相终于浮出水面，犯人竟然是弗洛亚。不仅如此，已故皇后宴会投毒案的真凶也被证实是罗素·里克斯，犯罪动机竟然是对丽泽女士那份求而不得的扭曲爱慕，因此皇室将会向达芙妮·佩里格林正式发出道歉信。达芙妮的目光扫过密密麻麻的字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意味着我的名誉已经彻底恢复了，对吧？西恩的眉宇间竟是掩藏不住的喜悦，简直不敢相信。达芙妮，你的污名终于洗清了。利夫内尔捂住嘴，眼眶微微湿润。谢天谢地，我总算放心了。尤利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吗？我就知道最后会变成这样。姐姐果然是英雄，对吧，哥哥？阿尔马诺调侃，你以前不是还叫她魔女吗？达芙妮垂下眼帘，嘴角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西恩轻声呼唤，哥哥。雷厄斯回过头，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西恩问道，这就是你特意叫我们来要宣布的消息吗？雷厄斯点头，是的。西恩无奈地笑了笑，说实话，这种好消息在吃饭时说就行了。当你把我们召集到办公室时，我们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严重的大事。雷厄斯单手托腮，指尖抵住脸颊，我没考虑到这一点，我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向部下传达重要事务。达芙妮捧着报纸，笑得眉眼弯弯，叔叔真是的，处理这种事还是这么笨拙，只要不是坏消息就好，真是虚惊一场。这真的感觉像是一场梦，虽然抓住了弗洛亚，但从未想过事情会解决得如此迅速。一切究竟是怎么运作的？简直就像是有人实际上替我们威胁了皇室一样。这种顺利的近乎诡异的结局，真的只是巧合吗？他摇了摇头，绝对不可能。叔叔可不是那种会浪费时间的人，更何况他肯定不会为了一个麻烦的侄女做到这种地步吧。达芙妮将报纸递给尤利，想看的话就慢慢看吧。精致的甜点摆满长桌，香气在华丽的厅堂内弥散。众人围坐在一起，享受着这难得的平静时刻。无论如何，达芙妮终于彻底摆脱了原著故事中那场让她沦为恶女的投毒案。命运的齿轮已经偏离了既定的轨道，随着这个死亡旗帜的消失，卷入原著剧情的可能性应该也会随之降低。从现在开始，与那些原著主角们保持距离。达芙妮的心中默默盘算着未来的计划。也许我该专注于沙龙生意。她缓缓开口，打破了席间的平静。叔叔婶婶，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我想去地方领地待上一段时间。雷厄斯猛地转过头，脸上写满了错愕。为什么突然要去那里？达芙妮神情坦然地注视着长辈们。虽然我的名誉已经恢复了，但依然有很多人心存疑虑，所以我觉得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会更好。比起任何事，我必须先见到罗德里克，让他亲手在解除婚约的文书上盖章。在这个帝国，若要正式解除婚约，涉及婚姻的2大家族首领必须共同按下印章。然而，现在的佩里格林家族首领切德坎·佩里格林公爵正待在一个叫做雷加塔的地方，那里以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闻名。他迟迟不肯回到首都。雷加塔也是原著女主角玛利亚将来会进行医疗志愿服务的地方。阿米拉曾经也在那里疗养，那是切德坎的女儿，也是达芙妮的母亲。达芙妮闭上双眼，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关键点就在于疗养圣地，那个地方完美契合我脑海中的商业方向。还有比疗养区更适合治愈生意的地方吗？既能拿到解除婚约的签字，又能顺便进行初步的市场调研，真是一举两得。雷厄斯低声重复着：“解除婚约吗？为了甩掉罗德里克那个混蛋，解除婚约确实迫在眉睫。”西恩附和：“没错，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事。”双胞胎围在达芙妮身边，紧紧抓着她的衣袖，眼神中满是不舍。“姐姐，你真的非走不可吗？那我也要和你一起去。我想一直待在姐姐身边。”达芙妮露出温柔的微笑，伸出双手，轻轻抚摸着2个孩子的头顶。“又不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所以乖乖在家里等我一会儿。”雷厄斯说道。“那
那就去准备行李，还需要挑选随行的仆人和骑士，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达芙妮愣在原地，对我来说，有苏琪亚当女仆就足够了，而且带上一整个骑士团也太……雷厄斯的语气威严而又不容置疑。通往乡下的路途遥远，难道不该为小姐提供这种程度的保护吗？达芙妮整个人被耀眼的关怀光芒笼罩，露出了一丝无奈的苦笑。虽然说的没错，但这反应是不是比我预想的要夸张一点？也许他们是想在我身边安插一些安全保障，以防我突然又变回以前的样子。达芙妮轻轻点头，既然这样，那就交给你们安排吧。她露出欣慰的笑容。太好了，这样一切就都定下来了。说起来，快到我约定的时间了。埃尔马诺仰头望着正准备离开的达芙妮，姐姐你要去哪里？达芙妮说道。今晚已经有了安排，所以得赶紧出发了。我在面包店订了东西，今天是去取甜点的日子，我想亲自去取，顺便久违的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雷厄斯沉声开口：“如果你想呼吸新鲜空气，在佩里格林府邸的花园里也可以。”达芙妮侧过头，眼中满是不解。雷厄斯说道：“刚才还说要去领地的别墅，为什么现在又一直说要去别的地方？”达芙妮愣在原地，额角渗出一滴冷汗，神情显得有些局促。雷厄斯猛地收紧五指，指关节紧紧扣住扶手。难道说是因为这座宅邸，或者说是因为我们，让你感到不舒服了吗？达芙妮缩起肩膀，额角渗出一滴冷汗，感觉他真的生气了。是我的错觉吗？他急忙开口：“不是那样的，叔叔。自从被陷害之后，我一次都没能安心的出门。在去领地之前，我想多逛逛这里的面包店，首都的甜点真的很好吃。”雷厄斯紧绷的脸色稍稍缓和：“是吗？”达芙妮轻快的回应，嘴角挂着温和的笑意：“当然了。”雷厄斯垂下眼帘，周身的阴郁气息渐渐散去。“我明白了。”达芙妮微微欠身，神情恢复了往日的优雅与从容。“谢谢您的理解。”他推开沉重的大门，“那我就先出发了。”雷厄斯对着身后的随从大声下令，无论要付多少薪水，把帝国最顶尖的面包师全都挖到府邸里来。随从猛地一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什么？”雷厄斯紧握双拳，神情严肃地重申着自己的决定。对于一个如此为家人着想的孩子，我也必须做点什么才行。侍从挺直脊背，大声回应着：“明白了，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都带回来的。”达芙妮提起裙摆，踏上马车。回去之后，得为卢希尔准备一些药才行。既然有一段时间见不到面，就多准备一些吧。卢希尔靠在长椅上，翻阅着手中的书籍，神情冷峻而专注，周围堆叠着关于爱情与婚姻的著作。盖尔站在镜子前，用力按住额头，神情显得焦虑而困惑。为什么我会落到要和佩里格林小姐面谈的地步？尽管传闻不断，他看起来倒是个善良的人。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如此。主人为什么总是不打招呼就擅自做决定？到底看到了什么，让他表情这么严肃？盖尔悄悄凑近，试图窥视那本厚重的红皮书，书名赫然写着彻底忘记他的方法。盖尔双手握拳，神情变得异常亢奋，这简直是追妻火葬场小说的典范，甚至会忍不住开始擦拭眼泪。卢希尔的语气透着一丝疑虑：“真的吗？”盖尔点头：“是的，这种细腻的情感描写在畅销书里也是顶尖水平，这绝对是一部杰作。”卢希尔猛地合上手中的书，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确实是杰作。我还有件事很好奇，你给我的这些书里角色都很奇怪，尤其是这个男主角，既然口口声声说爱女主角，为什么不直接表达出来？如果从一开始就做对，一切都不会变成这样。难道他一点都不觉得羞愧吗？”盖尔绞着手指，支支吾吾地避开视线。卢希尔继续吐槽：“女主角也是一样，既然已经冷酷地转身离去，那就应该彻底结束。为什么还要一直担心她？”盖尔挠了挠鬓角，神情有些迟疑，大概是因为他还爱着那个男人吧。卢希尔的眼神中满是荒谬。什么？他之前明明说过不爱他了，言行完全不一致。盖尔摊开双手，这很难解释，但这就是后悔奇才罗曼史的魅力所在啊！在经历了无数曲折之后，那段旅程和情感冲击，最终会让人觉醒，意识到那些从未察觉的情感。卢希尔神情冷峻，目光中透着深深的困惑。我不理解。他伸出手指，用力戳在书页上。那再看看这个，男女主角才刚获得幸福，为什么要生孩子？那个男人难道不嫉妒孩子吗？盖尔愣在原地，表情瞬间凝固。卢希尔垂下眼帘，神色愈发凝重。站在男主角的角度，这意味着女主角现在有了另一个爱的人，明明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他怎么可能再次对那个生命说出我爱你？盖尔的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该从哪里开始解释呢？因为主人在不利的环境中长大，别说是男女之情，他甚至无法理解面对孩子时那种无私的爱意，必须真心实意的去爱，去珍惜他们，即便用言语解释的再透彻，他也永远无法理解吧。卢希尔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人类的情感真是复杂。盖尔在心中暗自腹诽，或许没有谁比您更复杂了。他轻声询问，即便如此，难道您真的什么收获都没有吗？卢希尔抬起头，望向窗边古老的座钟。我想是有的，比如指尖传来的阵阵酥麻，或是胸口被紧紧揪住，甚至感到呼吸困难的压抑。这些感觉最近对我来说已不再陌生。在那些小说里，感受到这一切的通常是女主角，但在我们之间，感受到这些的人却是我。而达芙妮小姐比起女主角，反而更像那个冷漠又难以捉摸的男主角。既然我已经体会到了那种疯狂在意一个人的滋味，我就不能就这样放任他离开，不可理喻。阅读这些文字时，五脏六腑仿佛都在翻江倒海。他再次看向古老的座钟，盖尔，该是你出发的时候了。杰德站在一旁，是的，看来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达芙妮小姐第一次来店里的那天，幸好我
我坐在角落里，他应该没看清我的脸，所以不需要再施加伪装魔法了。卢希尔叮嘱着。到了那里，如果不确定该怎么做，就诚实的回答。杰德低声应答：“是的。”卢希尔补充：“如果你失败了，就别再回来了。”盖尔脊背一凉，额角渗出冷汗。“是的。”卢希尔挥了挥手：“祝你一切顺利。”橱窗里摆满了精致的甜点，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达芙妮坐在甜品店的圆桌旁。我已经从殿下那里听说了一些。你曾在魔塔的下属机构工作过吗？盖尔局促地坐在格子桌布前，双手紧紧扣在一起，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是的，没错。达芙妮的语气平淡却带着压迫感。我听说你负责安全检查，具体都做些什么？盖尔回答。我主要是表情严肃地守在门口，如果遇到闹事的顾客，他压低嗓音，嘴角勾起一抹刻意为之的弧度，眼神变得阴鸷而狂暴。这简直要让我疯了！只要低声嘟囔这一句话，大部分情况都能迎刃而解。达芙妮目睹着这令人窒息的一幕，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盖尔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对方的反应，达芙妮沉默地注视着他，仿佛在审视一个不可理喻的怪胎。盖尔缩起肩膀：“主人，因为您叮嘱我要诚实，所以我试着表现得直接一些，但现在看来，事情似乎搞砸了。”卢希尔那句冷酷的威胁，此刻在脑海中不断回响。如果失败了，就别再回来了。盖尔双手抱头：“我们要完蛋了，主人！到底谁会选这种人啊？”达芙妮交叠着双手，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发出一声轻笑：“你正是我要找的人。”盖尔愣在原地，眼神中透着茫然。达芙妮目光灼灼地锁定着盖尔：“你简直太出色了，毫无疑问，你是最完美的，甚至完美到了极点。”盖尔局促地缩起肩膀，神情愈发困惑。“谢谢你。”达芙妮说道，“所以没必要感到紧张，我会再问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就结束了。”盖尔低声应和：“是的。”他的呼吸变得沉重，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猛地转过头，避开了对方的视线。答案就是看着这些柔软可爱的小东西，以此来放松心情。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到处都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和玩偶。为了以防万一，盖尔的眼神中透出一丝向往。主人特意按照我的喜好装饰了这家咖啡馆，这是我真心喜爱的地方。如果能一直看着这些东西工作，那就太好了。达芙妮沉默地注视着他，他微微低头，嘴角勾起一抹深长的弧度。“你知道吗？如果你同意为我工作，我也想许下一个承诺。”盖尔愣了一下，“什么？”达芙妮摊开一只手掌，语气从容而优雅：“无论你在休息时间做什么，我都绝不会限制你，比如阅读你最喜欢的言情小说，或者摆弄可爱的小玩偶之类的。”盖尔捂住嘴巴，胸腔内的心跳声震耳欲聋，脸颊浮现出激动的红晕。难道那里是乌托邦吗？他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中，神情逐渐恍惚。他猛地抬起双手，用力拍打自己的脸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亮。“快清醒过来，这绝对是一个测试。”他刚才看到我那副凶狠的表情，竟然还夸我完美，难以置信，像他这样的人会喜欢这种粗犷的长相。如果被他发现我的真实品味，面试绝对会搞砸，到时候我就得回到主人身边。盖尔猛地挺直脊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达芙妮端坐在对面，嘴角始终挂着那抹淡淡的笑意。盖尔僵坐在椅子上，冷汗顺着鬓角滑落。为什么他还在笑？难道他已经全部看穿了？达芙妮说道：“你可以对我坦诚一些，我想我大概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很正常。”在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尽头，他仿佛看到了堆满玩偶的房间，还有那些整齐码放的言情小说，一切秘密都无所遁形。而且看着这些东西时，他露出了那种因为太喜欢而不知所措的笑容，拳头攥得紧紧的，仿佛在极力克制紧张。还有塞在胸前口袋里那块可爱的小鸡手帕，把这一切结合起来看，这个人显然外表像头熊，内心却像个孩子。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人，我绝对没有干涉你喜好的意图。在我的沙龙里，我只希望有才华的人能在舒适的环境中工作，这就是我全部的期望。而且你知道吗？佩里格林家族拥有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与许多出版商都有交情，这意味着无论你想要什么书，都可以存放在我的沙龙里。盖尔猛地瞪大眼睛，这里简直是最好的职场。他的眼中燃起前所未有的斗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上班？达芙妮微笑着回应：“我会尽快联系你的。”铃声清脆的响起，两人并肩走向门口。达芙妮停下脚步，侧过头注视着盖尔：“还有一件事，我是新沙龙主人，这件事请务必保密，以防有人暗中调查。”盖尔捏住后颈，指关节发出咔嗒声。“没问题。”他跟在达芙妮身后，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大概什么时候会联系我处理工作？”达芙妮说道：“最快也要1-2个月后吧，因为我要去外地待一段时间。”盖尔停下脚步，目送着他的背影。“我明白了。”他站在原地，眉头微微皱起。“要去外地吗？那和主人的交易该怎么办？”“算了，主人应该会处理好的吧。”他大声回应。“明白了，我会等待您的消息。”卢希尔神情冷峻。“面试进行的怎么样？”盖尔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红晕。“非常成功，那位女士比我想象中还要出色。”卢希尔语气平淡。“是吗？那真是太好了。不过你们到底聊了什么，让你看起来这么开心？”盖尔回忆着，大概是讨论了工作条件，或者是未来的职责方向吧。卢希尔看着盖尔那副神魂颠倒的模样，肯定不止这些。他垂下眼帘，算了，等我见到那位女士时，再亲自询问细节吧。盖尔抬起一只手，神情变得有些迟疑。“还有一件事，我听说那位女士要离开1-2个月。”卢希尔猛地转过身，眼神中透出惊讶。“什么？”盖尔补充着，“我想她应该是要去某个地方。她说最多也就1-2个月，但也可能会更久一点。”卢希尔猛地睁大眼睛，瞳孔因震惊而收缩。“至少有1-2个月见不到她吗？
为什么？那我该怎么办？他低下头，紧紧咬住下唇，呼吸变得急促而紊乱。他猛地转身，动作剧烈得带起一阵风。他去哪了？盖尔愣在原地。卢希尔大步冲向门口。我是在问你，他现在要去哪里？木门上挂着冰冷的告示牌，因私事今日暂停营业。达芙妮注视着紧闭的店门，发出一声轻叹。所以这家店也关门了呀？我是来买面包的，所以至少得买一个回去，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他询问路过的贵族，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些有名的甜点店都关门这么早吗？路人回应，刚才那位糕点师提到过，似乎是有几位极其尊贵的客人召集了首都所有顶尖的师傅。达芙妮的额角跳起愤怒的青筋，为什么总是这样？真想看看那个家伙到底长什么样，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他走在夕阳下的街道，总之进去之后该怎么说呢？如果说我一直在到处找甜点，直到现在才回来，会不会显得有点奇怪？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卢希尔正疾步走来，斗篷在风中剧烈翻滚。达芙妮注视着迎面冲来的男人，那家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这么匆忙？难道他是来找我的？卢希尔停下脚步，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一直在找你。达芙妮一愣，那是谁的声音？卢希尔摘下兜帽，幸好还没迟。达芙妮抬起手捂住嘴，眼神中满是惊愕。殿下，达芙妮沉思着，今天并不是见面的日子，为什么会在这里？卢希尔急促地喘息着，汗水顺着脸颊滑落。达芙妮猛地伸出手，死死抓住卢希尔的肩膀。罗斯，难道是你的药已经彻底用完了吗？他凑近卢希尔的脸庞，眼神中满是急切。是因为疼痛才让你这样跑过来的吗？卢希尔轻声回应，呼吸依旧有些紊乱。是的，没错，刚才感到一阵眩晕，药也刚好用完了，所以在情况恶化之前，我才急着出来寻找小姐。达芙妮沉思着，即便如此，像你这样虚弱的人，他取出一个小药瓶，递到卢希尔面前，那真是太幸运了。我以防万一，多带了一瓶，拿去吧。卢希尔接过药瓶，谢谢您，小姐。达芙妮微笑着，这没什么，这点小事不值一提。他看着卢希尔额头的汗水，发出一声惊呼：天哪，心脏这么虚弱的人，怎么能一路跑到这里来？达芙妮上前一步，请稍等我一下。他拿着带有花纹的手帕，轻轻擦拭着卢希尔脸上的汗水。那边有个长椅，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儿？卢希尔僵在原地，任由冰凉的手帕触碰皮肤，眼神微微颤动。达芙妮轻声叮嘱着，以防万一，还是把你的兜帽戴上吧。卢希尔低垂下眼帘，好的，我听您的，小姐。两人并肩坐在长椅上，达芙妮开口问道，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卢希尔微微颔首，是的，多亏了你。达芙妮的嘴角浮现一抹浅笑，那我就放心了。说起来，多亏了你，今天我才顺利见到了沙龙的代理人，谢谢你。卢希尔说道，能帮上忙，我也很高兴。我听说您要离开一段时间。他局促地搅动着双手，指尖微微颤动。达芙妮惊讶地抬起头，那是今天才决定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卢希尔低垂着眼帘，避开对方的视线。今天面试您的那位魔塔职员提到了这件事，消息自然就传到了我这里。他沉默片刻，缓缓转过头，冒昧问一下，您去那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达芙妮抬起手，轻轻摆动着手掌，并没有什么麻烦。你委托的魔法道具进展很顺利，如果有其他困难，我会尽我所能。他停顿片刻，眼神微微游移。卢希尔也是我的伙伴，而且帮了我很多忙，所以说出这些应该没关系吧？他的神情变得认真。我要去见我的外祖父佩里格林公爵，去拿他的印章。要正式解除婚约，必须要有家主的印章才行。而且莱加塔作为疗养圣地非常有名，我想顺便去看看那里是否适合开设店铺。卢希尔沉默地听着，眼神深邃，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莱加塔吗？达芙妮说道，这本该是相当私密的事情吧？卢希尔挺直脊背，恰恰相反，我很感激您能告诉我这些。无论如何解除婚约都是一件大事，那是必须要做的事，当然要支持您。达芙妮的心中泛起一阵涟漪，明明才刚认识不久，他却在为我解除婚约而加油。卢希尔总是这么亲切又温柔。卢希尔轻声询问，公爵已经知道解除婚约的事了吗？达芙妮侧过脸，眼神中透出一丝忧虑。我想他大概已经知道了，他或许以为这只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所以才一直没有给出答复。达芙妮发出一声轻笑，看来您即便在疗养期间，也不想为首都的琐事烦心，所以我才打算立刻动身去见他。更重要的是，我不在首都的这段时间，该怎么把药交给你？卢希尔愣在原地，交给我吗？达芙妮点头，是的，我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首都。他摊开手掌，我想或许可以通过你的女仆定期传送。他突然愣住，卢希尔的神情看起来有些不对劲，是在担心无法按时拿到药吗？今天独自承受了那种突如其来的痛苦，一定吓坏了，所以这种担心也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件事情也必须解决。卢希尔开口说道，巧合的是，我们的魔塔在莱加塔也设有分部，不如直接在那里交付如何？达芙妮惊讶地捂住嘴，这样也可以吗？卢希尔微微点头，是的，分部设有连接中央塔的传送阵，可以直接在那里接收物品，在共享受限咒语或珍贵药剂时非常方便。与其托付给他人，不如由我亲自通过传送阵递交更妥当。达芙妮露出欣喜的笑容，轻快的颔首，那就拜托你送到那里了。我一直以为魔塔只存在于首都，没想到在其他领地也有分部。卢希尔的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意，您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的。莱加塔分部建立的时间并不长。达芙妮轻声应和，原来是这样。卢希尔站起身，天色已经不早了，您该进屋休息了，我送您回去。达芙妮微笑着摇了摇头，没关系的，你才是那个需要休息的人，快回去好好睡一觉吧，我还有些东西要买。卢希尔
微微一笑，我明白了，那么请您务必注意安全。达芙妮轻声回应，你也请平安回家。他转过身，接下来该买些什么带回家呢？身后突然亮起一阵光芒，卢希尔站在传送阵中心，彻底消失在原地。魔塔高耸入云，在夜色中散发着幽光。卢希尔出现在光柱中心，神情冷峻而疲惫。伏案工作的魔法师惊跳起来，塔主，您怎么在这个时间回来了？其中一人急忙起身追随，手中紧抱着厚厚的文件。您吩咐准备的资料还没有完全审核完毕。卢希尔向前走去，那件事先放一放。魔法师神情错愕，什么？但这些资料确实非常重要。卢希尔的语气不容置疑，现在有更紧急的事情。他猛地伸出手，按在铺展开的地图上，我们必须再来加塔建立一座魔塔。截止日期是15天，大大小小的皮箱堆叠在一起。前往来加塔的日子终于到来。搬运工小心翼翼地挪动箱子，搬那个的时候注意点，要是摔了会碎掉的。小姐非常珍惜这一件。另一名搬运工大声吆喝：“不能那样搬，好好传过去。”达芙妮站在堆积如山的行李前，明明不是要搬家，却搬出这么多家当，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雷厄斯双臂交叠，神情严肃：“这样不行，似乎还是不够。”西恩深以为然：“我也这么想，看来还需要2辆马车。”达芙妮大声反驳：“根本就不缺好吗？照这个速度下去，干脆把整个公爵府都搬走算了。”雷厄斯语气轻松地提议：“既然都说到这了，干脆就把所有的……”达芙妮的眼中燃烧着怒火，咬牙切齿地打断了对话：“请适可而止吧。”雷厄斯被气势所慑，身体微微后仰，额角流下一滴冷汗。“好吧。”达芙妮闭上双眼，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不久之前，当附近的甜点师都被召集过来时，我真的很惊讶。达芙妮神情错愕地环顾四周，天啊，叔叔，这些到底是什么？雷厄斯站在阶梯前，身后跪着甜点师。你不喜欢甜点吗？我正打算增加府邸常驻的甜点师人数。达芙妮闭上双眼，嘴角微微抽动。心意我领了，但我马上就要去领地了。为什么招聘面试搞得像审讯嫌疑人一样？所以，请把他们都送回去吧。达芙妮神情疲惫，如果当时没拦住他，府邸现在肯定挤满了甜点师。以甜点为借口出门真是个错误。雷厄斯按住额头，神情显得有些困扰。我没能劝住那些想要随行的仆人，很多人自愿报名说想要侍奉你，费了好大劲才缩减到2个人。达芙妮露出惊讶的神色，那些人以前不是总躲着我吗？苏琪亚和一位男仆竖起大拇指，小姐，请尽管依靠我们吧。达芙妮陷入了沉思，看来大家对那些甜点非常满意，嘴角甚至还沾着面包屑。雷厄斯无奈地叹了口气，毕竟没法阻止那些想要工作的人。达芙妮轻声回应：“是的。”雷厄斯望向晴朗的天空，眼神中透着浓浓的忧虑。但我还是很担心，真的能把你送到那种地方吗？达芙妮说道：“别担心，我不会惹麻烦的。”雷厄斯垂下眼帘，语气低沉：“不是因为那个。”达芙妮微微一怔，注视着他严肃的面庞。雷厄斯垂下眼帘：“我犹豫的原因是，莱加塔可能是各会让你受伤的地方，因为那是阿米拉安息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地方受此打击。除了公爵以外，家族里的所有人都不再踏足那里。根据达芙妮的母亲阿米拉的遗愿，她在莱加塔这个最后呼吸的地方陷入了永恒的睡眠。”达芙妮语气坚定：“等我到了那里，打算代表大家在母亲坟前献花，这样可以吗？愿这小小的仪式能稍微减轻痛苦。”雷厄斯神情动容：“当然可以，这段旅程对你来说也不容易，谢谢你还为我们着想。”达芙妮沉思着，他们真是善良又温柔的人，我可能会变得太习惯这种温暖，以至于以后的离别会让人心痛。既然我们已经修复了关系，即使是在遥远的领地，也可以偶尔打听一下消息嘛，避开主角们的视线，清醒一点。刚才在想什么贪婪的念头？无论多么渴望家人的爱，我也不是真正的达芙妮。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姐姐，双胞胎快步跑向庭院，我们都准备好了，为什么还不出发？是行程延迟了吗？管家微微躬身，小姐，一切都已就绪。达芙妮轻声回应，那我们现在就走吧。双胞胎发出一阵失落的呜咽。利夫内尔走上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走之前能为我的孩子祈福吗？达芙妮露出惊愕的神色，我吗？我既没有神圣力量，也不会魔法。利夫内尔轻抚着隆起的腹部，眼神温柔而坚定。但是达芙妮，你救了我和我们的孩子，对我来说你就像圣女一样，所以拜托了。达芙妮微微垂下眼帘，既然如此，那好吧。她伸出手，轻柔地贴在利夫内尔的腹部，小家伙要健康地长大，不要让你的母亲太辛苦。你的母亲因为孕吐，甚至无法好好进食，所以从现在起要多吃点好吃的，好吗？骏马昂首嘶鸣，前蹄腾空跃起，在阳光下显得神采奕奕。达芙妮挥手告别，等我到了那里，会写信回来的。我出发了。车队缓缓驶离宏伟的府邸，在阳光下扬起清晨。双百胎站在原地，神情满是不舍。雷厄斯蹲下身，张开双臂，将孩子们搂入怀中，轻声安慰着。他又不是去很远的地方，别太难过了。利夫内尔惊讶地捂住嘴巴，低头看向自己的腹部，胃里好像舒服多了。西恩露出惊喜的神色，真的吗？利夫内尔点点头，感觉现在什么都能吃得下。尤利说道，看来小宝宝听懂了达芙妮姐姐的话。利夫内尔回应，看来确实如此，果然接受达芙妮的祝福是正确的。马车在林间小径疾驰，达芙妮坐在窗边，说实话，前往莱加塔的路让我感到恐惧。阿米拉、佩里、格林不顾公爵反对，执意生下平民的孩子而死，而我作为那个孩子出生，只是个一无是处的千金。公爵绝不会欢迎我这样的人，但为了避开死亡结局，我必须解除婚约，所以
无法逃避与公爵的见面。如果事情能如愿进行，就太幸运了。但即便事与愿违，我也绝不能丧失信心。达芙妮提起裙摆，从马车上缓缓走下。管家迎上前，微微躬身行礼：“您到了，小姐，我是这座宅邸的管家哈伦。长途跋涉，您一定辛苦了。”达芙妮注视着眼前的管家，公爵从没回过我的信，难道至少没告诉仆人们我要来吗？他开口说道：“请原谅我的突然造访，我寄过几封信说明来意，但公爵大人从未回复。”哈伦眼神中闪过一丝诧异：“您是说亲自造访吗？”达芙妮察觉到对方的迟疑，眉头微蹙，那副困惑的神情是怎么回事？哈伦迅速收敛神色：“您一定累了，请进，公爵大人正在等您。”哈伦走在前方引路，这边是书房。达芙妮双手交叠在身前，偏偏这种时候苏琪亚不在身边，去搬运行李了，真的好紧张。一名女仆神情慌张，从书房内疾步冲出：“公爵大人，我这就去拿。”他看着达芙妮，眼神中透着敌意与戒备。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挡住我的路？达芙妮注视着眼前屋里的仆人。什么？女仆看清了达芙妮的面容，瞳孔骤然收缩，惊恐地捂住嘴巴，粉色头发和绿色眼睛。她猛地弯下腰，声音因恐惧而颤抖：“万分抱歉，小姐，我没能认出您。您看起来非常不悦，全都是我的错，请原谅我。”达芙妮低头俯视着对方，神情冷淡。这道歉感觉有点演过了。无论传闻中的达芙妮有多么臭名昭著，这也有点太刻意了吧？书房内的声音传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达芙妮愣住，这种压抑的气息仅仅站在这里，就仿佛有一道绞索在不断收紧。手杖重重击打地面，发出沉闷的撞击声。这就是达芙妮的外祖父切德坎·佩里格林。切德坎双手交叠，拄着手杖，眼神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女仆低垂着头，身体止不住的颤抖。事情是这样的，万分抱歉，公爵大人。我猛地推开门，似乎惊扰到了这位小姐。达芙妮冷冷地注视着女仆，眼神中透着不耐。又开始了。切德坎语气平淡地发出指令：“我知道了，你现在可以下去了。”女仆如获大赦，遵命，那我就在门外候着。哈伦将书房大门缓缓合上，达芙妮静静伫立在宽敞的房间内。她轻舒一口气，平复着内心的波澜。够了，别再去想那些。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终于见到了佩里格林公爵。佩里格林公爵转过身，达芙妮单手抚住胸口，另一只手轻轻提起裙摆，微微屈膝行礼：“不请自来，多有冒犯。公爵大人，好久不见了。”佩里格林公爵眯起双眼，目光锐利地审视着，沉默在空气中蔓延。达芙妮僵在原地，额角渗出一丝冷汗。所以，您甚至不想跟我说一句话吗？佩里格林公爵的语气生硬而直接。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达芙妮回忆着，在服毒自杀未遂的丑闻爆发后，罗德里克据说向公爵寄出了数封解除婚约的信函。最近，我也寄出了多封内容相同的信件，然而非要逼我亲口再说一遍，这分明是想给我个下马威。他侧过脸庞，眼神中透着决绝。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他递出一封文书，我要求正式解除与罗德里克的婚约。解除婚约的申请书需要家主的印章，我恳请您能成全。只要能解除这该死的婚约，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能忍受。佩里格林公爵的眼神中透出一丝疑虑：解除婚约吗？达芙妮僵在原地，这种反应是怎么回事？简直就像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一样。难道说他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些信件？但他明明知道我要来，既然知道我要来，又怎么会不知道解除婚约的消息？佩里格林公爵的语气恢复了冷淡：“我明白了，这件事稍后再议。”他看向哈伦，带达芙妮去房间。达芙妮愣在原地，神情有些迟疑。关于我的那些信件。房门突然被推开，女仆惊慌失措地捂住嘴：“天呐，万分抱歉，我不知道您还在谈话。”佩里格林公爵皱起眉头，声音低沉而严厉：“巴妮，这是何等失礼的行为！”巴妮缩起肩膀：“这是有原因的。公爵大人接见访客从不超过1分钟，所以我以为这次也一样。真的非常抱歉。”达芙妮看着眼前的女仆，她明明很清楚我的身份，却敢在谈话中途闯入，甚至称呼我为区区访客。这女孩刚才一直在演戏，故意表现出过度恐惧我的样子，实际上却在暗中监视并贬低我，是想让我当众失态发火吗？达芙妮微微眯起双眼，启动了职场人的社交雷达，这种小手段一眼就能看穿。她舒展眉头，脸上绽放出温和的笑意：“没关系，这种事常有，别放在心上。”巴妮愣在原地，发出一声疑惑的轻叹。达芙妮目光平静地注视着对方，不过这确实很失礼，所以就由你来送我去房间作为补偿吧。巴妮身体猛地一僵，满脸不可置信：“我吗？”哈伦站在远处，语气不容置疑：“没错，巴妮，照这位小姐说的去做。”巴妮咬紧牙关，低头应允：“明白了。”她走在宽敞的走廊上，随您而来的女仆应该已经把行李安置在2楼了。达芙妮语气轻快：“谢谢你，你真体贴。你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巴妮猛地回过头，眼神中带着戒备：“您为什么要问这个？”达芙妮一脸无语，周围没有长辈在场，她连表情都懒得掩饰了，真是个沉不住气的家伙。不过对付这种女孩，只要稍微夸奖几句。她露出一副落寞的神情：“抱歉，只是觉得你看起来比我更亲近，公爵大人。”巴妮挺起胸膛，神情瞬间变得得意起来。那倒是事实，毕竟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把公爵大人照顾得那么周到。达芙妮坦然一笑：“看吧，这不就开始滔滔不绝了吗？”她开口问道：“那么你会一直留在公爵大人身边吗？”巴妮扬起下巴，语气充满炫耀：“那是当然，除了访客到来的时间，公爵大人总是会传唤我。”达芙妮发出一声轻叹：“真了不起，你确实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呢。”巴妮闭上双眼，神情愈发得意：“没错，在这个家里有一项职责只有我能胜任，我可是公爵大人呢。”
他猛地睁大双眼，意识到自己失言，立刻止住话头，清了清嗓子，掩饰尴尬：“小姐，这就是您的房间。既然已经到了，那我就先告退了。”达芙妮推开房门，整个人仰面躺倒在柔软的床上，话题就这样断了。本想弄清楚他为什么对我充满戒心，房间一尘不染，仿佛早已为我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果然，佩里格林公爵和管家早就知道我要来。达芙妮猛地坐起身，眉头紧锁。那为什么还要装作第一次听说婚约解除？那些信件绝不可能没被拆阅。他的眼神变得锐利，信件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如果有人故意藏起了他们，就能解释刚才那两人的反常行为了。究竟是谁胆敢拦截公爵大人的信件？巴尼快步走在长廊上，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刚才真是险些酿成大祸。达芙妮指尖轻抵下颌，发出一声若有所思的轻哼。苏琪亚捧着物品走近，这些东西该放在哪里？达芙妮心不在焉，先放在那里吧。苏琪亚恭敬的应声：“是的。”达芙妮微微侧过头，比起那个，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苏琪亚停下动作，转过身询问：“是什么事呢？”佩里格林公爵询问：“你真的相信达芙妮小姐所说的话吗？”哈伦的神情显得有些迟疑：“这个嘛，看起来确实是真的。”佩里格林公爵背对着哈伦，望向窗外的庭院。原来如此，事情竟然是这样。只要静观其变，他的真实意图迟早会暴露出来。门外传来了清晰的敲门声，巴尼探出头，脸上带着轻快的笑意：“老爷用餐准备已经完成了，仆人们已经像往常一样，全部被遣散了。”佩里格林公爵点头：“很好，我们走吧。”他迈开脚步，皮鞋踏在木质地板上，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巴尼上前扶住公爵的手臂，神情紧张：“请小心，老爷，不要着急，请保持平稳的步调行走。”他的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真没想到，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公爵大人虚弱的现状。虽然他对我总是言辞犀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非常依赖我。我的大人，我恳求您，请务必长久的痛苦下去，请感受更多的折磨吧。只有这样，我才能在您身边待得更久。我那过世的母亲曾是阿米拉·佩里格林的看护人，多亏了这一点，即便身为平民，我也能学习到贵族的知识与教养。”清脆的巴掌声响起，巴尼的脸颊浮现出清晰的红印。即便如此，我能做到的，也不过是给有钱的平民当女仆。竟然要被同为平民的人轻视，明明他们除了钱，根本没有任何地方比我优越。那些人明明比我还要无知。直到有一天，一位拥有广阔药草田的医生，同时也是已故佩里格林公爵夫人的远亲德莱夫伯爵登门拜访，他的脸上挂着和蔼的笑意：“你一定就是巴尼吧？在你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经常听他提起你。我需要有人成为佩里格林公爵的看护人，并充当我的眼线。你愿意尝试这个职位吗？”巴尼站在简陋的屋檐下，公爵的亲信吗？公爵一定拥有数不尽的财富。如果这件事进展顺利，我是不是也能像贵族一样生活一次，就像真正的贵族小姐那样？他的嘴角向上扬起，露出顺从却又充满野心的微笑。是的，我愿意做，请尽管吩咐我吧。巴尼将餐盘轻轻推向前方，正如德莱夫伯爵建议的那样，没有转达达芙妮传来的消息。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虽然可能性很小，但万一那个鲁莽的小姐赢得了公爵的青睐，取代了我的位置，该怎么办？比起亲孙女，我对他老人家来说才是更不可或缺的存在。巴尼轻声细语，目光落在公爵身上：“请用餐吧，我的大人。肉类对您的健康不利，所以我今天再次为您准备了新鲜的沙拉。”佩里格林公爵盯着眼前的餐盘，沉默不语。果然，他一定非常厌恶每天只能吃蔬菜。我也渴望能用油腻的食物尽快毁掉您的健康，可惜德莱夫伯爵作为您的主治医生，给出了非常严格的医嘱。他伸手摸向围裙口袋，今天早些时候收到了一封信，我正打算读给您听，您看可以吗？一名厨师推着餐车走入房间，打断了巴尼的话语：“打扰了，这是您要求的额外菜肴。”厨师微微躬身，双手交叠在身前：“很抱歉耽误了时间，准备这些确实有些仓促。”巴尼的双眼因惊愕而睁大，这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有下过这种订单，到底是谁要吃这种软绵绵又稀烂的生菜？一只手稳稳地按在门框上，看来我还没迟到吗？达芙妮推开房门，注视着屋内的一切，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我真担心在我洗漱回来之前，您就已经开始用餐了。看来我提到的那些菜肴也送达的正是时候。巴尼僵在原地，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女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达芙妮旁若无人地走近，拉开公爵身旁的座椅，动作优雅地坐下。佩里格林公爵眉头紧锁：“你到底在做什么？”达芙妮神情自若：“我想我也该加入这场晚餐。在来庄园的路上，我几乎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而且我觉得能和您共度一段安静的用餐时光，应该会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巴尼站在一旁，目光阴冷地注视着达芙妮的侧脸，真是拼命啊！为了赢得公爵大人的欢心，已经到了这种不顾一切的地步了吗？真是令人作呕。公爵大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和什么人共进晚餐？看看他现在的表情，显然已经不悦到了极点。佩里格林公爵拿起餐刀，他低声开口，语气不容置疑：“用餐吧。”巴尼的笑容瞬间凝固，额角渗出冷汗。“大人。”达芙妮轻声开口，打破了死寂的空气。“祖父。”他将一盘炖得软烂的蔬菜推向前，这道菜看起来更有食欲，您要尝试一下吗？它一定会让您的肠胃感觉更舒服。佩里格林公爵低声回应：“那就这样吧。”达芙妮微笑着：“谢谢您，祖父。”达芙妮站在一旁，眼神中透出一丝冰冷的寒意。巴尼双眼圆睁，瞳孔因极度震惊而颤动。这不可能，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他猛地攥紧拳头，指关节咯吱作响。公爵大人
绝不会这样对我，绝不会。佩里格林公爵拿起汤匙，将炖煮的食物送入口中，神情专注而平静。达芙妮坐在一旁，嘴角勾起一抹恬静的笑意。巴妮低垂着头，他大概只是久别重逢后的一时兴起。公爵大人，绝不可能一直和那个女人共进晚餐，我确信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这样用餐了。第二天，达芙妮坐在公爵身旁，两人相对而视。又过了一天，达芙妮依然坐在那个位置，公爵手持餐具，神情平静。他看向巴妮，达芙妮准备的食物确实让我的肠胃更舒服，从现在起只给我准备这样的餐点。巴妮推着餐车，缓缓走出餐厅。我明白了，他猛地抱住头，发丝散乱地遮住面庞，双眼因愤怒而布满血丝。为什么还不把那个女人赶出去？为什么要理会那种一无是处的女人？她甚至从未让我坐在她身边的位置上。巴妮跪倒在橱柜旁，发出凄厉的尖叫，身体剧烈起伏。苏琪亚站在门边，静静注视着这一切。达芙妮坐在圆桌旁，苏琪亚端着茶壶走近。一切正如您所说，我的小姐。那个女孩刚才在厨房里独自发火。达芙妮放下茶杯，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真的吗？苏琪亚说道。她似乎也被其他仆人讨厌了，因为她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自己才是庄园的女主人。这次大家都在幸灾乐祸，您是怎么做到的？那位挑剔的公爵竟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您推荐的食物，这就是孙女的力量吗？达芙妮摇了摇头，当然不是，这全靠你第一天为我收集的情报。苏琪亚愣住，真的吗？达芙妮解释，公爵一直坚持固定的饮食，并且长期处于疗养状态，除了巴妮和管家，他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巴妮甚至为他阅读私人信件。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曾怀疑他身体不适，虽然他似乎不想公开这件事。苏琪亚倒吸一口凉气，难道是严重的疾病？达芙妮说道。谁知道呢？考虑到公爵的年龄，也可能只是自然衰老。即便如此，他的饮食中生冷蔬菜也太多了，对于体质虚寒的人来说，那些生冷的食物简直就像毒药。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建议换成温热的食物。谢天谢地，看来那是正确的决定。苏琪亚惊讶地睁大眼睛，所以即使是好食物，也会根据体质而变得不合适吗？达芙妮微微点头，没错。当然，即便事实并非如此，公爵大人也不会拒绝我的建议。无论我如何让他失去了女儿阿米拉，他绝不会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在仆人面前让我难堪。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贵族，一个将贵族的尊严与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男人。达芙妮垂下眼帘，露出一抹苦涩的微笑。好吧，只要事情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发展，那就足够了。宫廷计谋模式启动。他看向身旁的苏琪亚，对了，你之前说过是德莱夫伯爵推荐了巴妮，对吧？苏琪亚认真地点了点头，没错，传闻他还是公爵大人的私人医生。您为什么要问起他？达芙妮沉思着，巴妮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些事，德拉夫伯爵极有可能是幕后黑手。他是为了佩里格林家族的财富和名誉吗？他的眼神变得锐利。那么巴妮就是？他猛地瞪大眼睛，难道他想要取代我的位置，成为佩里格林公爵最宠爱的养孙女吗？佩里格林公爵坐在餐桌旁，神情严肃。达芙妮微笑着将食物推到他面前，请也尝尝这个吧。那种压抑的氛围，简直像是在和跨国集团董事长进行1对1面试。达芙妮攥紧拳头，猛地砸向桌面，发出沉闷的巨响。我好不容易才坐到这个位置上，他竟敢试图抢走属于我的一切，我绝不会让他得逞。这是我第一次拥有含着金汤匙生活的机会，绝不放手。更何况，我绝不能坐视他们欺骗并愚弄佩里格林家族。达芙妮看向苏琪亚，请去把从公爵领地跟我们一起来的仆人叫来。苏琪亚有些迟疑，小姐，您的眼神里透着野心，让我感到害怕。您该不会是计划要制造什么麻烦吧？达芙妮的嘴角勾起一抹深意的弧度，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在想如何一石二鸟。白兔在笼中咀嚼着菜叶，发出细碎的声响。巴妮神色慌张地走过，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就这样让达芙妮取代了我的位置，德莱夫伯爵绝对不会放过我的，到那时我就再也没法留在这里了。德莱夫伯爵按住巴妮的双肩，注视着她的眼睛，只要你做好这份工作，你也可以过上贵族般的生活。巴妮的眼中闪烁着光芒，贵族的生活吗？他快步穿过走廊，像我这样的人被如此对待，这根本没有道理。我必须想办法夺回我的优势，做一些能吸引公爵注意的事情。苏琪亚站在走廊拐角，达芙妮小姐吩咐的任务，你都有在好好执行吧？巴妮猛地停下脚步，她侧过头看向不远处聚集的仆从们，那些是达芙妮带回来的随从。仆从的声音传来，你是指寻找已故的阿米拉小姐信件的任务，对吗？巴妮的瞳孔骤然收缩，整个人僵在原地。几名身披深色长袍的魔法师背着沉重的卷轴，步履蹒跚的在草丛中穿行。为什么偏偏在我的假期里出差，竟然让我们在这种荒郊野岭建一座魔法塔，而且期限只有2周？绝不可能！卢希尔站在树荫下，双手交叠在胸前。我相信像你们这样能干的人，一定能完成得更快，对吧？他微微低头，眼神中透出一股令人胆寒的冷冽。魔法师们惊恐地缩起脖子，当然没问题，我们会尽全力的。卢希尔站在斑驳的光影中，我们终于处在同一片天空下了，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我的女士。巴妮站在柜子前，双手在抽屉里不停翻找，发出凌乱的碰撞声。到底在哪里？我确信她就在这座府邸里。他停下动作，眼神中透着焦躁与不安。母亲曾经说过，阿米拉夫人在世的时候。他猛地关上柜门，发出清脆的撞击声。公爵最深的伤口就是阿米拉，只要提到那个名字，他的心就会变得柔软。所以，我必须找到阿米拉的信，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高跟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达芙妮推开房门，注视着书架前的背影。巴尼猛地转过身，肩膀因惊吓而颤抖。小姐，您怎么会来这里？达芙妮神情淡然，没什么，只是明天早上我打算送给公爵大人一份特别的礼物，所以请把明早的餐点准备得格外用心。巴尼愣在原地，瞳孔因不安而收缩。什么？难道他已经找到那封信了？如果那个长得像阿米拉的达芙妮读了那封信，公爵的心或许真的会彻底敞开。如果我的罪行在此过程中暴露，佩里格林公爵拄着拐杖，原来这里藏着一只小老鼠，竟敢随意翻阅寄给我的信件。巴尼双肩剧烈颤抖，脸色惨白，目标就在我眼前，绝不能就这样让他溜走。夜幕笼罩大地，一轮弯月悬挂在云层间，整座府邸陷入死寂。巴尼披着深色的兜帽长袍，推开沉重的雕花大门，他警惕地环顾四周，瞳孔骤然收缩，视线锁定在桌面的角落。找到了，就在那里，一封泛黄的旧信静静躺着，封口处压着佩里格林公爵的火漆印。我确信就是这一封，只要把它带给公爵大人。巴尼侧过头，看向宽大床铺上熟睡的身影，竟然睡着了，我还以为你一直醒着。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真是愚蠢，连这么重要的东西被偷走都不知道。他转身走向门口，视线落在桌面上几颗散落的糖果上，他将糖果放入嘴中，期待明早的表现。达芙妮侧身躺在丝绒枕头上，双眼紧闭。巴尼从怀中掏出一枚金饰，德莱夫伯爵的声音传来：什么？竟然真的存在这种东西？能收到这样的消息，看来把那块昂贵的魔力石交给你是明智之举。没时间浪费了，我会亲自过去一趟。巴尼的神情显得有些局促。伯爵，你要亲自过来吗？德莱夫伯爵说道。毕竟是我引荐了你，你的成就也属于我，这种关键时刻我绝不能缺席。巴尼垂下眼帘，明白了，期待与您见面。德莱夫伯爵叮嘱，在那之前给我好好侍奉公爵大人。魔法通讯戛然而止，巴尼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伸手扶住佩里格林公爵，动作轻柔，请小心做好公爵大人。佩里格林公爵双手撑住扶手，缓缓坐进餐桌主位，桌上摆放着精致的浓汤与果盘，散发着阵阵香气。巴尼垂下眼帘，嘴角挂着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昨晚兴奋得根本睡不着，只要能正式进入家族名册，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打理头发，像真正的贵族小姐那样留长发，再烫个卷。我要成为这世上装扮最华丽的人，赢得首都最英俊贵族的爱，还要向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彻底复仇。达芙妮坐在餐桌前，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转瞬即逝的笑意。早上好，祖父大人。巴尼注视着达芙妮的侧脸，他在笑吗？难道还没发现信件已经丢了吗？真是个迟钝的大小姐。佩里格林公爵放下手中的餐具，目光落在达芙妮脸上。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达芙妮猛地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昨晚和兔子玩得太晚，所以没睡好。巴尼愣在原地，眉头微蹙。兔子？难道昨晚那是梦吗？房门被轻轻叩响，管家快步走进餐厅。公爵大人，德莱夫伯爵已经在黎明时分抵达了。佩里格林公爵侧过头，神情严肃，带他进来。德莱夫伯爵迈步进入餐厅，脱下礼帽扣在胸前，躬身行礼。好久不见，公爵大人，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见我。佩里格林公爵端坐在主位，神情冷峻。这是为了什么事？你还是这么缺乏礼数？德莱夫伯爵露出局促的笑容。我在异国他乡偶然得到一种稀有药草，因为保鲜期实在太短，只能立刻给您送来。他紧紧攥着布袋，我会亲自煎好药呈给您，今后也一定会更加注意礼节。巴尼向德莱夫伯爵微微欠身。伯爵大人您好。德莱夫伯爵侧过头，最近过得好吗？工作是否还顺手？巴尼垂下眼帘，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我一直在努力。佩里格林公爵坐在主位，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德莱夫伯爵伸手搭住巴尼的肩膀，听到这些真是太好了。顺便一提，听说你今天也有东西要呈给公爵大人。巴尼抬起头，嘴角勾起一抹深意的笑意。没错，他从怀中取出一封信件，双手呈递到公爵面前。公爵大人，请您看看这个。我在打扫阿米拉夫人的房间附近时，偶然发现了这个，一封盖有佩里格林印章的信。佩里格林公爵的瞳孔骤然收缩，这是……达芙妮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巴尼侧过脸，目光冰冷地扫过达芙妮。或许你当初应该把门锁得更紧一些，现在公爵孙女的位置该换人坐了。巴尼站在餐桌旁，手中紧握着信件。公爵大人，我可以为您读这封信吗？佩里格林公爵凝视着前方，快读。巴尼拆开信封，致我亲爱的父亲公爵大人。时隔许久，我再次拿起了笔。我一直想多给您写信，却总是缺乏勇气，真的很抱歉。德莱夫伯爵站在一旁，双手合十抵住下颌，语气中带着虚伪的惊叹。天哪，难道那是阿米拉夫人的信？巴尼继续读着。然而，我今天写信的原因是，有一件事必须告诉您。佩里格林公爵神情凝重地听着，巴尼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封信的语气读起来非常生硬。算了，这与我无关。他盯着信纸，动作猛地僵住，瞳孔因极度震惊而收缩。德莱夫伯爵走到身侧，疑惑地歪过头，为什么停下来了？公爵大人正等着呢，快点读完。巴尼双手死死攥住信纸，指尖剧烈颤抖。他猛地转过头，注视着一旁的达芙妮。达芙妮单手托腮，嘴角挂着一抹玩味的笑意。怎么了，巴尼？难道上面写了什么奇怪的内容吗？他内心冷笑一声，真是天真，你竟然真的以为那是阿米拉的信？德莱夫伯爵走向僵住的巴尼，是有什么字你读不出来吗？既然如此，就由我来读，把它给我。巴尼猛地向后退缩，紧紧护住手中的纸张，请不要这样，不准碰它。
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德莱夫伯爵被打得侧过脸去，礼帽滚落在地。巴尼呆立在原地，指尖颤抖，注视着自己挥出的手，呼吸变得急促。德莱夫伯爵缓缓转过头，眼神阴冷：“你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巴尼语无伦次：“这是一个误会。关于这封信，我可以解释。”德莱夫伯爵逼近一步，咬牙切齿：“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立刻把信交出来！”巴尼尖叫着拒绝：“绝对不行！这也是为了伯爵大人您着想。”德莱夫伯爵怒吼着扑向信纸：“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佩里格林公爵猛地顿下权杖，沉重的闷响在餐厅回荡。哈伦去读那封信。哈伦微微躬身，从巴尼手中强行取过信件，遵命公爵大人。巴尼脸色惨白，这下全完了。佩里格林公爵目光如刃，注视着眼前的混乱，神情愈发严峻。哈伦展开信纸，清了清嗓子：“致我亲爱的公爵大人，我之所以直接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有一件事必须亲口告诉您，而那件事就是今晚巴尼会搜查我的房间，偷走这封信，并像现在这样当众朗读出来。”德莱夫伯爵猛地冲上前，死死揪住巴尼的衣领。巴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巴尼拼命挣扎：“我告诉过你，这不可能，你应该明白的。”佩里格林公爵单手扶额，指尖抵住太阳穴：“原来我的领地里一直藏着老鼠。”巴尼猛地一颤，他指着德莱夫伯爵大吼：“公爵大人，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全都是伯爵大人指使的！”德莱夫伯爵怒不可遏：“巴尼，你这个无赖，无论你多么想讨好公爵，怎敢把我拖入谎言之中？”他对着佩里格林公爵深深鞠躬：“非常抱歉，公爵大人，是我在引荐时认错了人，下次我一定会带来合适的候选者，把这孩子赶出去。”巴尼惊恐地瞪大双眼：“伯爵大人！”他双腿一软，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我只是希望能给公爵大人带来喜悦。”德莱夫伯爵看着他：“你到底在做什么？”巴尼哀求着：“我一直以来都听从伯爵大人的命令，忠诚地侍奉在公爵大人身边，您是知道的。”德莱夫伯爵气急败坏：“你还要继续撒谎吗？难道不是你发现那封信并向我报告的吗？”巴尼向前挪动着身体，嘴角勉强挤出一丝扭曲的微笑：“公爵大人很清楚我的心意，所以您总是告诉我那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您甚至比疼爱亲孙女更珍惜我，您还让我阅读并管理您的信件，不是吗？所以您不会就这样把我赶出去的，对吧？”佩里格林公爵的声音冷若冰霜：“你真是错得离谱。”巴尼愣在原地，笑容瞬间凝固。“什么？”佩里格林公爵说道：“我之所以对你下达那些指令，是因为你这种人，就算知道了我的秘密也无所谓，你仅仅是个仆人。”巴尼僵在原地。佩里格林公爵继续说着：“如果家族首领出了意外，亲属会动摇家宅，会混乱，但仆人这种东西，随时都可以被替换。”巴尼低垂着头，身体如坠冰窖。佩里格林公爵挥了挥手，把这些认不清身份的人带走。德莱夫伯爵发疯般的尖叫：“公爵大人，求求您，请给我一点时间解释！”巴尼嘟囔着：“这不可能，我的梦想，我的金钱，我的地位。”两名卫兵架起他的胳膊，将他拖向走廊深处，双脚在地面拖行出沉闷的声响。巴尼发出最后的呐喊：“公爵大人，请听我说，这不是真的。”哈伦将一叠证物盛放在桌上：“公爵大人，这些是在巴尼房间里发现的，似乎与家族有关，特别是信件被藏了起来，还有这些报纸。”佩里格林公爵坐在书房内，低头审视着那些泛黄的纸页。报纸头条赫然写着：“中毒事件重新调查，达芙妮小姐洗清冤屈。”他的眼神中流露出难以言喻的沉重。哈伦，看来是时候制作一个新的印章了。哈伦露出惊讶的神色：“公爵大人，那意味着？”佩里格林公爵说道：“我早就该从家主的位置上退下来了，我只是想以这副残躯坚持守住这个位置，直到最后。曾经敏锐的感官已经变得迟钝，留在这里的只是一个连眼前的真相都无法察觉的老人。我竟然拖着这样的残躯占据着家主的位置，已经无颜去见阿米拉了。但这终究是我的软弱，我必须接受它。”哈伦站在一旁，神情忧虑：“公爵大人！”门外传来清晰的叩门声。达芙妮推开沉重的木门，探出半个身子：“公爵大人，您现在方便吗？”佩里格林公爵抬起眼帘：“有什么事？”达芙妮缓步走进书房：“我有件东西想给您看。”佩里格林公爵猛地撑住桌面：“难道这是？”达芙妮走进桌前，神情温柔而坚定：“是的，这是我在母亲房间里发现的，多亏了公爵大人的悉心保存。要我读给您听吗？请仔细听好，这里记录着母亲内心最真实的告白。20年前，佩里格林公爵猛地拍向桌面，发出一声巨响：“绝对不行！”他愤怒地咆哮：“明明有那么多人支持你，你却偏偏把心交给了一个平民，偏偏是那个别墅的管家。”阿米拉静静地伫立着，长发垂落在肩头，眼神坚定而冷峻，直视着父亲的怒火。阿米拉双手交叠在胸前，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她或许不是贵族，但她比任何人都让我感到幸福。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佩里格林公爵坐在书桌后，伸手用力按压着眉心。你到底见过多少人，才敢说出这种话？未来会有更优秀的男人出现，你还是坚持要嫁给那个家伙吗？阿米拉伫立在房间中央。是的，父亲，请您成全我们。佩里格林公爵沉默良久，最终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那就随你的便吧。”他猛地转身，背对着阿米拉，声音冷酷如冰：“在你放弃那个念头之前，我不会再见你。”阿米拉双手紧紧攥住裙摆。父亲，佩里格林公爵头也不回地离去，脚步沉重而决绝。我那聪慧的女儿从未违背过我的话语，所以我以为这一次她也会很快回来。暴雨倾盆而下，笼罩了整座庄园。
哈伦站在雨幕中，低声汇报着不幸的消息。就在几天前，小姐的丈夫出了意外，她正为了临产的妻子上山寻找有益的草药。小姐听到那个消息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最终她在分娩时离开了人世。万幸的是，孩子平安无事。佩里格林公爵伫立在空旷的大厅，雷声在头顶轰鸣，震碎了死一般的寂静。他死死攥紧拳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我没有把阿米拉赶走，如果我能接受那个男人。年幼的达芙妮牵着女仆的手，迈着细碎的步子走来。她扬起脸庞，发出稚嫩的呼唤：“外公！”佩里格林公爵凝视着那张纯真的脸，那个小小的生命，一出生就失去了双亲，全是因为我的傲慢。他沉默地转过身，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长廊深处。佩里格林公爵猛地拍桌：“什么？”达芙妮掉进了女神之拳。哈伦点头：“是的，据说她的身体并无大碍，请您不要过度担心。”阿米拉发出凄厉的呐喊：“父亲，难道您觉得让我渴望得到您的认可还不够吗？现在您甚至要让我的女儿也死去吗？你要背弃我们吗？”佩里格林公爵猛地睁大双眼，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无论如何，我还是得去见见他。达芙妮坐在床榻边缘，猛地挥动手臂，将身旁的器皿狠狠扫落。你为什么来找我？事到如今，你还想玩什么家人游戏吗？守着我那已经死掉的毫无用处的母亲，就这样虚度光阴？你们这群蠢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我从来没有一刻把你们当成过家人。佩里格林公爵面色凝重，所有人都说达芙妮掉进泉水后变了个人，但我心里清楚，事实并非如此。那个女孩只是终于清醒了过来，意识到松开母亲的手并不是一切的终结。当那个孩子在痛苦中挣扎时，我却袖手旁观，什么都没有做。佩里格林公爵坐在华丽的靠背椅上，脊背微微佝偻，显得苍老而颓丧。我根本不配称之为家人。医生抬手扶了扶眼镜，神情焦虑地翻阅着记录板。公爵大人，您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衰老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大的病灶在于心疾，您必须尽快休息。我建议您去雷加塔别墅住一段时间，在那里与自然为伴，或许能让身心得到放松。佩里格林公爵闭上双眼，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就按你说的办吧。”雷加塔别墅矗立在群山环抱之中，佩里格林公爵独自走在空旷的长廊，皮靴踩在木质地板上，发出单调而沉闷的声响。他停在一扇雕花大门前，缓缓伸手推开，窗帘随风剧烈摆动，阳光穿过窗户，洒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佩里格林公爵伸手拿起相框，指尖轻轻摩挲着冰冷的镜面。画面中，阿米拉依偎在丈夫怀里，嘴角挂着幸福的笑意。她猛地将相框紧紧贴在胸口，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真的对不起。”达芙妮继续读者信：“致我亲爱的父亲，您近来可好？距离我上次写信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现在动笔是为了向您致歉，这段时间让您担心了。但是父亲，我不曾后悔，也不曾怨恨您。我们或许会互相责怪，甚至偶尔心生怨恨，但您曾对我说过，对于家人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了。当我还是个孩子，与雷厄斯哥哥吵架的时候。”佩里格林公爵回忆着：“是的，我记得曾有过那样的时光。”达芙妮继续读着：“那时我无法理解，但现在我有了孩子，我想我终于懂得了父亲的心。那时您一定很为我担心吧？但请不要太担心，我现在真的很幸福。希望有一天我能和丈夫一起去见您。想说的话还有很多，但就先写到这里吧。我爱你，父亲。致我亲爱的父亲，您的女儿阿米拉。”佩里格林公爵紧紧攥着信封，整整20年，我一直活在愧疚之中。然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你从未责怪过我一次。无论你在哪里，都请和你的丈夫一起幸福的生活下去吧。我也同样深爱着你。达芙妮静静伫立在窗前，注视着佩里格林公爵的身影。在原本的故事里，阿米拉的信件只是为了再次强调恶女达芙妮那愚蠢的人生，所以我从未打算亲手递交这封信。但看到阿米拉的房间被如此细心照料，公爵那份温柔的心意实在让人无法视而不见。这家里的人真是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感情。他走到公爵身边：“祖父，我能请求您一件事吗？”佩里格林公爵抬起头：“什么事？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愿望。”达芙妮微微垂手：“我别无所求，我想握一次您的手，就这一次。”他伸出手：“这样可以吗？”卢希尔双臂交叠在胸前，兜帽阴影笼罩着面庞，这一点也不好。魔法师缩在废墟角落，身体剧烈颤抖。“大人，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卢希尔说道。“已经过去10天了，工作却只完成了一半。照这个速度，我们根本无法按时完工。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和进度最慢的人进行一次1对1的深入谈话。”魔法师惊恐地瞪大双眼，冷汗顺着脸颊滑落。“我们会完成的。”卢希尔抬起眼眸：“小姐，请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庭院内繁花盛开，达芙妮挽住佩里格林公爵的手臂：“祖父，今天的阳光也很灿烂呢，握紧我的手，慢慢走，不要勉强自己。”那一天，佩里格林公爵终于向我伸出了手。达芙妮俯下身子，指尖轻触公爵的手腕，仔细确认脉搏的跳动。幸好症状并不严重，但由于长期缺乏活动，肌肉已经开始变得僵硬。比起身体上的病痛，失去女儿的悲伤似乎更令他折磨。虽然没有正式学过诊脉，但这种程度的观察还是能帮上忙。为了克服这些症状，我建议尝试散步。原本以为他会拒绝，没想到我们竟然能这样一直走下去。达芙妮的嘴角带着浅笑：“晒晒太阳，吹吹微风，心情也会变好。如果您觉得一个人走太辛苦，我会一直陪在您身边。”佩里格林公爵点头：“好吧。”达芙妮沉思着，他虽然话不多，但也没有拒绝我，或许他正慢慢接受我。佩里格林公爵目视前方，想起一件事：“你昨天放在我床下的那块大石头。”达芙妮歪过头：“您是说温兔吗？”
佩里格林公爵回想起昨夜，头刚靠上去就睡着了，因为很暖和，平时肩膀的肌肉酸痛也消失了，感觉非常奇妙。多亏了他，我很久没睡得这么沉了。他停下脚步，手抵住下颌，轻咳一声：“谢谢你。”达芙妮露出欣慰的笑容。卢希尔昨天用魔法送达后，我立刻就推荐给了公爵，真高兴他能喜欢。繁花在枝头绽放，蝴蝶绕着花丛飞舞。佩里格林公爵拄着手杖，步履稳健地走在小径上。多亏了你准备的餐食，身体确实舒服了很多，散步也让整个人感觉轻盈不少。所以，你之前说想要解除婚约？达芙妮猛地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光亮。终于等到了，这就是我的机会。上次表现得太过谦卑，什么要求都没有提，但这一次我必须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他开口说道：“是的，但我并不是为了那个才帮您的。”佩里格林公爵点头：“我知道，但我还是想为你做点什么。难道真的没有其他你渴望的东西了吗？”达芙妮微微低下头：“既然如此，在莱加塔，我想尝试经营一份小事业。在经历过生死之后，我明白了，比起爱情，更重要的是稳固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根基。这样一来，即便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有重新站起来的力量。”佩里格林公爵目光深邃，确实，如果你能成功并赚到钱，你就有了跌倒后再次崛起的基石，这是个好主意。达芙妮屏住呼吸，他这是答应了吗？佩里格林公爵的眼神变得锐利，但我担心你是想借此提高名声，再次觊觎圣女的位置。达芙妮身体僵住，额角渗出一滴冷汗。我就知道他会怀疑我，我对成为圣女真的毫无兴趣，真想剖开内心，证明清白。这种感觉太挫败了。他闭上双眼，平复呼吸后开口：“我已经真心不再渴望圣女的位置了。拥有神圣力量并不是救人的唯一方式，有时候一个人的话语或者一份微小的关怀也能拯救他人。那些表情，那些触碰，还有那些注视，才是让人活下去的动力。难道您还是无法相信吗？”佩里格林公爵沉默着，空气在两人之间凝固。达芙妮微微垂下眼帘，看来还是不行。果然是因为我以前造下的孽吗？佩里格林公爵抬起手，指尖用力按压着眉心。佩里格林家族不会轻易倒下，所以绝不会出现让你孤身一人的局面。达芙妮局促地摆手，我也觉得佩里格林不会轻易倒下，我指的不是那个意思。刚才那句话听起来难道不是在安慰我吗？不可能吧？佩里格林公爵侧过脸，这就够了，你可以退下了。接下来的路我会让哈伦陪同。哈伦走近为公爵披上外套。达芙妮说道：“关于经营事业的事情。”公爵说道：“我会考虑的。”达芙妮点头：“我明白了，那就在用餐时间再见吧。”他独自走在庭院小径，背影显得有些落寞。结束了，刚才那是委婉的拒绝吧？公爵真是太冷酷了。佩里格林公爵回忆着达芙妮的话，他确实长大了。他看向哈伦，把德拉夫伯爵之前监管的那片土地，还有他名下的药草园都交给达芙妮。哈伦露出惊讶的神色，土地也就罢了，连药草园也要交给他吗？佩里格林公爵眼神冷峻，并不是完全送给他，我只是想借此观察一下，看他如何展现自己的商业头脑。至于和罗德里克的退婚信件，盖上印章，尽快寄给皇室。宏伟的宫殿在阳光下矗立，雕花窗棂闪烁着光辉。皇太后站在繁花之中，指尖轻触花瓣，低头清秀芬芳。雷奈塔皇后缓步走来，双手交叠在身前。原来你真的在这里。我的母亲，前任皇后，也是这座花园的主人。她就像这里的花朵一样，拥有一种永不凋零的美丽，仿佛被施了咒语。这种奇妙的变化，正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卢希尔站在血泊中，衣襟被污渍浸透，眼神空洞而狂乱。皇太后发出惊恐的尖叫：“快把那个怪物关起来！”那是二皇子卢希尔暴走之后发生的事，一切都偏离了轨道，违背时间流逝的人类，真是个奇怪的存在。皇太后开口：“皇后陛下，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您也是被这些花儿的美丽吸引了吗？”雷奈塔皇后抬起头：“我是来向您汇报情况的。药剂师德莱夫伯爵已经被驱逐了。”皇太后感叹：“那里出产的药草非常有效呢。然而，那位伯爵却被赶走了吗？顺便问一下，关于您母亲的故乡，患上瘟疫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恐怕会损害大皇子的名声。”雷纳塔皇后沉默不语，双手紧紧交叠在身前，眼神透出不安。皇太后继续说着：“毕竟坊间已经有了不少传闻，说皇后的母亲有一半平民血统，这确实让人头疼。”她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深不可测的笑意。不过幸运的是，我认识的一位高阶祭司正好在那附近办事。雷纳塔皇后猛地睁大眼睛，瞳孔因震惊而颤动。皇太后说道：“我已经拜托他去救治那些病人了，所以请不要太担心。”雷纳塔皇后发出破碎的惊呼：“万分感谢您！”皇太后补充：“不过为了让这件事顺利解决，皇后陛下还有一件事必须去做。我听说佩里格林小姐决定退婚了，但在我看来，佩里格林作为开国勋贵之一，若能与埃文斯联姻，本该是帝国的一大助力，真是可惜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雷纳塔皇后浑身一颤，冷汗顺着脸颊滑落。因为我出身于哈米哈，除了这顶虚有其表的后冠，我一无所有。为了让我的儿子登上皇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他死死攥住裙摆。我明白了，请下达您的命令吧。达芙妮站在实验台前，手中晃动着装有液体的烧瓶，这些分量应该足够卢希尔使用了。宝箱猛地开启，整齐堆叠的金条散发着耀眼光芒。达芙妮的瞳孔因震惊而颤动。这些都是什么？哈伦微微躬身，这是公爵大人为您准备的创业资金，如果不够，请随时吩咐。达芙妮沉思着，原本以为昨晚的劝说失败了，甚至熬夜草拟了商业计划书。她轻抚着下巴，注视着满箱的财宝，这到底是多少钱？哈伦继续补充道：“
此外，公爵大人还交代，关于德莱夫处理的草药商品流通，您也将接管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您还需要更多，达芙妮猛地抬起头，什么？甚至连药草田也交给我吗？不用了，这些已经绰绰有余。他平复下急促的呼吸，请务必向公爵大人转达我的谢意。哈伦低头领命，遵命。那么我先告退了。达芙妮目送对方离开。好的，请去休息吧。房门合上的瞬间，他猛地扑向装满金条的宝箱，脸颊紧紧贴在冰冷的金属上。天哪，我该怎么办？这简直就像电视剧里的财阀一样，感觉太棒了。佩里格林公爵说道：“达芙妮，你也该开始尝试亲自参与经营了。”达芙妮闭上眼睛，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勒加尔塔是度假胜地，地价会一直上涨。照这样下去，我这辈子都不用再为钱发愁了吧？我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他侧过头，注视着身旁的苏琪亚，说起来，勒加尔塔不也是你的故乡吗？苏琪亚用力点了点头。是的，您说的没错。达芙妮提议，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里，不如顺便去看看你的家人。苏琪亚有些慌乱，可我必须留在您身边侍奉呀。达芙妮蹲在宝箱旁，只去一天没关系的。首先，你能先陪我去药草田看看吗？他拿起深蓝色斗篷，顺便去面包店买些面包，带给你的家人吧。你的姐姐和弟弟妹妹们应该会很喜欢。苏琪亚双手捂住脸颊，发出一声感叹。小姐，她走在达芙妮身侧，双手交叠在身前。非常感谢您，上次您送的饼干我的家人都很喜欢。达芙妮侧过头，真的吗？他们最喜欢哪种口味？苏琪亚掰着手指，父母喜欢伯爵茶味，年幼的弟妹们喜欢巧克力味，姐姐说橙子味的也很棒。达芙妮想起了一件事，你家里的成员很多对吧？苏琪亚抬起双手比划着，啊，是的，有父母哥哥姐姐，还有5个年幼的弟妹，算上我一共10个人。马车在道路上平稳行驶，达芙妮坐在软垫上。你的弟妹们都像你一样开朗吗？苏琪亚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嘿嘿，差不多吧。我姐姐甚至在准备勒加尔塔医学院的入学考试。达芙妮微微点头，是吗？那真了不起，你们的父母一定很为你们骄傲。他猛地睁大双眼，什么？一座宏伟的高塔耸立在瀑布之上，建筑顶端直插云霄。那是什么建筑？从未听说药草田附近有这么庞大的地方。达芙妮趴在马车窗边，注视着窗外掠过的景象。一个声音传来：“饶了我吧，我真的再也干不动了。”魔法师们瘫倒在路边，面容憔悴，眼神空洞。求求了，让我下班吧，至少我完成了任务，躲过了那个人的单独汇报。苏琪亚凑到窗前，那些不是魔法师吗？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达芙妮说道，听起来他们像是被暴君上司压榨干了，真是可怜的人们。那么我们先去药草田吧。车窗外传来轻叩声，小姐。达芙妮侧过头，这个声音是卢希尔，隔着车窗露出微笑，真巧，竟然在这里遇见您。达芙妮猛地睁大眼睛，殿下。卢希尔微微眯起眼，神情温柔，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里来了，小姐？达芙妮走下马车，我正要去考察之前提到的沙龙用地，顺便看看药草田。那么殿下您呢？卢希尔挺直脊背，今天是勒加尔塔魔法塔分部的例行视察日。那是新建的魔法塔分部。达芙妮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前几天送来的那些东西也是通过这座塔传送的。他猛地僵住，难道魔法师们口中那个可怕的上司就是卢希尔？魔法师们正战战兢兢地站成一排，天气真好啊！他们勉强挤出笑容，身体却在不停颤抖。达芙妮有些迟疑地打量着卢希尔，他神色如常，看起来精神焕发。难道是我刚才看错了？卢希尔俯下身子，嘴角带着一抹温柔的笑意。那些魔法道具您收到了吗？达芙妮的心脏狂跳不止，哇呀！突然靠这么近，吓了我一跳。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清醒一点。卢希尔肯定没有别的意思。卢希尔闭上双眼，嘴角挂着温和的弧度，果然还是没有反应吗？达芙妮注视着眼前的人，这种纯真无邪的样子，绝对不可能是那种暴君上司，一定是我误会了。他开口说道：“是的，衷心感谢您，您送来的东西非常及时，帮了大忙。”卢希尔神情愉悦，能帮上忙真是太好了。达芙妮问道：“您最近身体感觉如何？”卢希尔露出微笑：“多亏了您送来的药，已经好多了。”达芙妮的眼中满是欣慰，听到这个我就放心了。如果还有其他症状，请务必告诉我，我会为您调制不同的处方。卢希尔看向身旁的盖尔，打个招呼吧。盖尔微微躬身：“您好，小姐。”达芙妮礼貌的回应：“您好，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盖尔搬起沉重的木箱，准备离开。达芙妮注视着对方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他收回视线，看向面前的卢希尔：“那么我就不打扰了。”卢希尔有些意外：“您这就要走了吗？”达芙妮微微点头：“是的，您还需要处理魔法塔的事务。”卢希尔、盖尔露出灿烂的笑容，已经全部处理完了。达芙妮有些惊讶：“真的吗？”魔法师急匆匆地跑来：“但是主人，今天下午您不是还要教导我们那个重要的仪式吗？”另一名魔法师猛地捂住同僚的嘴：“闭嘴，你不会看气氛吗？”达芙妮注视着魔法师们远去的背影。既然如此，卢希尔是沙龙的合伙人，应该带他去看看未来的选址，也就是那片药草田。他侧过身，向卢希尔发出邀请：“那么，您愿意和我一起乘坐马车吗？”卢希尔微微颔首：“好的，谢谢您。”达芙妮踏上马车，苏琪亚出发吧。苏琪亚双手紧握：“亲爱的天使，请让我中大奖吧，让我的家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让坏人得到报应，让好人一生平安。”达芙妮被这股诡异的气息惊吓，身体猛地后缩。苏琪亚，他凑近苏琪亚耳边，压低声音提醒：“他不是天使，是公爵殿下。”苏琪亚猛地睁开眼，满脸惊愕：“他不是天使吗？
他看向一旁的卢希尔，整个人僵在原地。我以为只有我能看见，因为小姐面对那样的美貌，竟然毫无反应。她闪耀的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是人类。对不起，殿下。盖尔轻笑出声，没关系。他单手托腮，看吧，这才是正常的反应。达芙妮歪过头，神情困惑。您说什么？卢希尔语气平淡，没什么，我们出发吧，小姐。达芙妮轻声应和，好的。达芙妮与卢希尔并肩走在小径，原本担心他会因为刚才的事不悦，幸好什么都没发生，真是谢天谢天。这就是德莱夫管理的药草田，视野尽头是一望无际的绿意。如果在这里建造沙龙，再精心修整一番，或许能变成一座散步花园。达芙妮停在一栋木质建筑前，这里应该是药草田管理员住的地方。屋内突然传出激烈的争吵声，药草田的主人怎么突然换了，而且还是个女人，这像话吗？达芙妮脚步一顿，瞳孔微微颤抖，刺耳的质疑声穿透墙壁。一个女人能懂什么药草管理？难道她以为别人都像温室花朵一样活得那么容易吗？如果是位小姐，就该待在家里袖手帕，只求她别把一切都付之一炬。苏琪亚看向身旁的达芙妮，小姐，我们要敲门吗？卢希尔微微侧头，注视着达芙妮的侧脸，或者要直接把门拆了吗？达芙妮垂下眼帘，神情冷峻，没关系。他抬起手，指尖轻触木质门板，用力叩响。门内传出急促的脚步声，木门被猛地推开。杰德怒气冲冲地出现在门口，到底是谁？竟敢这么没礼貌地敲门？他愣在原地。你是谁？达芙妮直视着他的眼睛。就是刚才被你背后议论的那个人。杰德神情僵硬。你说什么？达芙妮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我就是那个放弃了袖手帕的女人。杰德瞳孔骤缩。难道？海勒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间。哎呀，小姐，您怎么突然来了？虽然迟了点，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负责管理这片药草田的海勒。达芙妮问道。那这位又是谁？苏琪亚从达芙妮身后探出头，神情紧张。他捂住嘴巴，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杰德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杰德瞪大双眼。苏琪亚，我才想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达芙妮神情微动，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亲哥哥吗？那么这个男人就是苏琪亚的家人。如果是杰德这个名字，难道是那位在未来治愈了利加尔塔瘟疫，并帮助了女主角玛利亚的天才医生？达芙妮陷入沉思。那位医生竟然是苏琪亚的亲哥哥。虽然知道苏琪亚很聪明，但难道全家都是精英吗？杰德看向达芙妮，所以你服侍的就是这位小姐吗？就是你说的那位非常善良的小姐。达芙妮站在原地，她真是个让人受不了的家伙，不是吗？杰德微微躬身，手掌抵住胸口。虽然迟了点，请允许我向您问候，我是杰德，苏琪亚的哥哥。他直起身子，嘴角挂着一丝玩世不恭的笑意。我已经听过很多关于您的传闻了。达芙妮眼神冰冷，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苏琪亚躲在身后，吓得瑟瑟发抖。杰德摊开双手，我为刚才发生的事道歉。您知道关于刺绣手帕的事只是个玩笑吧？毕竟年轻的贵族小姐们总是离不开那些东西。他看向一旁的卢希尔，这位绅士也同意我的看法吧？卢希尔单手托腮，我不确定，在这个时代还用刺绣来区分人的身份，是不是有些太落伍了？达芙妮紧握双拳，干得漂亮，卢希尔。他看向杰德，这确实已经过时了，而且是极其陈旧的观念。杰德面色涨红，咬紧牙关，你竟然说这种观念过时了？达芙妮眼神锐利，如果你这辈子还想收到刺绣手帕，就先从纠正你那张嘴开始。杰德愣在原地，额角渗出冷汗。达芙妮伸出手，指尖轻点杰德的胸口，语气冰冷而缓慢。难道你连一条手帕都没收到过，所以才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吗？不知道冒犯一位女士是极其失礼的行为吗？是我太直白了吗？如果伤到了你，我深表歉意。杰德浑身颤抖，我先告辞了。他猛地转身，步伐凌乱地冲向远处，背影显得狼狈不堪。达芙妮注视着他离去的方向，眼神冷淡，明明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却还要虚张声势。他收回目光，看向一旁的海勒。那么既然我已经放弃了刺绣，就请带我好好参观一下这片药草园吧。海勒猛地一惊，连声应和，当然可以，请往这边走。达芙妮目光扫过苏琪亚，他现在一定心乱如麻，还是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吧。他开口叮嘱，我们还要谈些公事。苏琪亚，你先在这里等候。苏琪亚低着头，双手交叠在身前。好的，我明白了。卢希尔与达芙妮并肩而行，脚步声在田间回荡。虽然从远处看就很体面，但作为德莱夫伯爵领地的产业，这里的维护水平相当出色，不是吗？达芙妮环视四周，告诉我，你是一个人打理这里吗？海勒神情局促，还雇了几名帮手，其中贝奇的帮助是最大的。达芙妮的眼神中透出一丝疑惑。贝奇是谁？海勒解释，是一个在这里帮忙栽培的女孩，她就在那边。他大声呼唤贝奇，贝奇抱着木盆，疑惑地望向来人。海勒大人。海勒快步上前，向他介绍身旁的贵族少女，快来行礼，这位是佩里格林小姐。贝奇猛地一惊，手中的木盆险些滑落，慌乱地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您好，小姐。达芙妮注视着眼前局促的少女，总觉得这张脸孔有些眼熟，她长得好像某个人。海勒在一旁爽朗地笑出声。贝奇是杰德的大姐。达芙妮心中了然，原来如此，所以她才长得像苏琪亚。贝奇说道，我听苏琪亚提起过您，说您一直很照顾她，谢谢您把苏琪亚照顾得这么好。达芙妮神色淡然，目光平静，那只是说明苏琪亚自己做得好，没必要向我道谢。我也听苏琪亚说过，小姐您学习非常刻苦，聪明又开朗，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姐姐。贝奇低下头，脸颊微微泛起红晕，完全没有的事，您过奖了。海勒看向贝奇，小姐想看看这些苗床，你能帮忙引导吗？
贝奇挺直脊背，眼神明亮。当然可以。他侧过身，指向前方蜿蜒的小径。我先带您从这边开始参观，请跟我来。那边是福尔蒂波，这里是蓝骨盖草，具有清热降温的功效。这种红骨盖草则会升高体温，如果内热严重的人误食，后果会非常危险。所以有时孩子们发烧送过来，就是因为误食了它，幸好1-2天就能退烧。至于那边的药草是……达芙妮突然开口，你一定非常热爱药草，竟然了解得这么透彻。贝奇回过头，紧紧怀抱手中的笔记本，请原谅我，我刚才太啰嗦了，只要一提到药草，我就容易兴奋的停不下来。达芙妮轻轻摇头，嘴角带着温和的笑意，完全不会，多亏了你，这些知识变得非常易懂。你是用那个笔记本在学习吗？贝奇点头，是的，因为处方会根据病人的体质而改变，所以我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每一种植物。达芙妮的眼神中流露出赞许，以这种程度的才华，你在学院一定会大受欢迎。贝奇僵在原地，我无法去学院。达芙妮的眼神中满是错愕。什么？达芙妮说道。可是苏琪亚明明说过你会被录取的。贝奇紧紧咬着下唇，杰德比我更聪明。他双手死死抱住怀中的书，而且父母更希望杰德入学。海乐在远处的田垄间招手呼唤，贝奇能过来帮个忙吗？贝奇猛地抬起头，请原谅我，小姐，我可以失陪一下吗？达芙妮点头，去吧。贝奇抱着书快步跑开，背影显得单薄而沉重。卢希尔开口说道，他的表情看起来非常沮丧。达芙妮说道，殿下也是这么认为的吗？卢希尔说道，没有什么比僵硬的笑容更引人注目了。海乐搓着手走上前，神色有些局促，请问在参观过程中有什么让您感到不便的地方吗？达芙妮语气平淡，一切都很好，这里被打理得很出色。海乐如释重负，非常感谢您能给出这么高的评价。达芙妮问道，杰德和贝奇是作为兄妹在这里一起工作吗？海乐连连点头，不过遗憾的是杰德很快就要辞职了，因为他马上就要进入学院学习。达芙妮目光微动，杰德要去学院吗？我听说贝奇也参加了入学考试。海乐抬手挠了挠后脑勺，脸上挂着尴尬的笑容。当然，贝奇也参加了考试，但是杰德的分数更高一些。达芙妮直视着海乐，如果学院的录取名额没有限制，既然贝奇也通过了考试，难道他不能一起入学吗？海乐避开视线，话虽如此，但是家里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综合考虑，对于父母来说，儿子出人头地，难道不比女儿更好吗？女儿一旦出嫁，就会变成外人，但儿子不会。达芙妮沉思着，原来这就是贝奇那样说的原因。他抬起手，指尖抵住额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无论去往何处，到处都挤满了这种大人。卢希尔目光低垂，注视着神色疲惫的达芙妮。他侧过头，眼神冰冷地扫向一旁，一股无形的气流疾驰而出，陶土花盆应声炸裂，碎片四处飞溅，泥土散落一地。海乐吓得猛地缩起肩膀，发出一声尖叫，怎么会突然碎掉？卢希尔神情自若地站在达芙妮身旁，嘴角挂着一抹灿烂却冰冷的笑意。海乐缩在角落，冷汗直流，拼命观察着两人的脸色。虽然这么说，但杰德其实不是个坏孩子，他研究的药草甚至让学院的院长都感到惊讶。当然，贝奇的情况确实很可怜，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卢希尔转过身，目光如刃。海乐吓得浑身颤抖，声音戛然而止。达芙妮沉思着，虽然很想帮他，但如果我强行赞助贝奇进入学院，他这一生都会背负达芙妮空降兵的标签。况且在原著故事里，杰德是治愈了瘟疫的医生，或许维持原状才是最好的选择。达芙妮说道，既然已经看完了农田，我也该告辞了。杰德猛地推开大门，手中紧握着几张纸。海乐先生，请等一下，我有事要问。海乐惊慌地摆着手，小姐还在这里。杰德斜睨了一眼，语气傲慢，反正他看起来也要走了。达芙妮的心中燃起怒火，真是个傲慢的小鬼。杰德抖了抖手中的纸张，神情自得，您知道这个吧？这是几天后入学考试的报告书，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海乐先生。海乐的眼神有些躲闪，我能理解他高兴的心情，但是……达芙妮眉头紧锁，额角跳起青筋。行了，好了，我走就是了。他拉着卢希尔大步向门口走去。殿下，我们走吧。杰德完全没在意离去的两人，低头看着报告书。这种红色的骨盖草对身体非常有益，甚至能增强免疫力。那么，如果把它做成丸药，大规模生产销售呢？只要说是补药，大家肯定会争相购买。达芙妮的脚步突然顿住，她回过头，眼神中透着难以置信。你要把红色的骨盖草做成丸药，然后给人吃吗？杰德愣了一下，没错，这就是我的计划。难道您对我的想法感兴趣吗？他摊开手，语气中带着炫耀。听说这位先生还是塔主，要不要经我详细解释一下？达芙妮心中暗自思忖，红色的骨盖草属性很像前世的人参，这种草药会升高体温，如果体质燥热的人服下，后果将不堪设想。人参和这种草药都属于热性药材，体质燥热者绝对禁止服用，否则会给肝脏或肾脏带来巨大负担，甚至导致脏器衰竭。连落榜的贝奇都明白这个道理，一个即将进入医学院的人竟然不懂。海乐神色慌张地拉住杰德，你的想法虽然有优点，但为什么不按照既定的方法来做？杰德不耐烦地甩开手，做成丸药可以一次性大量销售，那样不是更好吗？海乐支支吾吾，如果只谈论销售额的话，确实是这样。杰德露出得意的笑容，您听到了吧？正如我所说。达芙妮打断了他的话，声音冷若冰霜。在那之前，必须先确认患者的体质。他向前迈出一步，眼神锐利。那种事难道不是常识吗？可你刚才却亲口说，只要说是补药，大家就会争相购买。在那番话里，完全没有提到诊断。
难道是我听错了吗？杰德支支吾吾，眼神开始四处乱瞟。那个，他猛地转头看向卢希尔，魔法塔不也是不经过诊断就卖药吗？我就是参考了那里的做法。达芙妮的心中燃起怒火，词穷就拉人下水。这家伙难道觉得卢希尔一直在笑就很随和吗？真是荒谬！这种欺软怕硬的家伙到处都有。卢希尔的嘴角微微上扬，没错，我们确实也那样销售。杰德得意地摊开双手，听到了吧？既然连魔法塔都这样做，那还有什么问题？卢希尔打断了他的话，作为交换，我们也会对所有无法预料的副作用承担全部责任。杰德愣在原地，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什么？卢希尔说道。如果顾客遭受了药物副作用，负责制作和销售的魔法师也会感受到同样的痛苦。若是头痛，便会感到头痛；若是皮肤如撕裂般灼热，便会承受同样的折磨。如果有人因此踏入死亡的门槛，那么魔法师所经历的将是超越死亡的剧痛。当然，魔法塔拥有先前的实验数据，所以这种意外极少发生。杰德惊恐地后退一步。卢希尔提议，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合作开发你提到的那种丸药，由魔法塔来协助你。杰德拼命挥动双手，不用了，我绝对不会去魔法塔的。卢希尔微微歪过头，是吗？那真是太可惜了。我本来非常好奇，后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海勒一把揪住杰德的后领，你在对赶时间的客人们做什么？快点过来，关于丸药的事情，最好重新考虑一下。杰德急促的辩解，我知道了，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达芙妮的心中已有了定论，这些信息已经足够了。无论是缺乏专业知识，还是恶劣的行径，无论原著中如何描述，那个家伙都没有资格成为一名医生。那么现在必须确认的是，苏琪亚大声质问贝奇，为什么去学院的是哥哥而不是你？哥哥他根本就不在乎学院。苏琪亚说道，哥哥根本没有姐姐，你聪明，他的成绩怎么突然就比你高了？这根本不合理，至少先和父亲母亲谈谈吧。贝奇语气平静，已经和他们商量好了苏琪亚，所以别再提这件事了。那位小姐在等你，你该走了。苏琪亚攥紧拳头，姐姐。她低下头，眼神中满是不甘与委屈。好吧，既然你执意如此，我不会再拦着你了。她转过身，伸手握住门环，但是姐姐，总有一天你会后悔这个选择的。她推开沉重的木门，快步走下台阶，脚步声在空旷的院落中回荡。达芙妮眉头紧锁，杰德甚至对学院毫无兴趣，而且他的成绩理应比贝奇更差才对。海勒曾经明确说过，贝奇也参加了考试，但杰德的分数更高，所以难道不是吗？我有一种预感，这件事绝不简单。他转过头看向身旁的卢希尔，殿下，请在这里稍等片刻。木门再次被推开，发出轻微的声响。贝奇侧过头，苏琪亚，我真的。达芙妮跨过门槛，步入屋内。贝奇惊慌地站起身，苏琪亚已经出去了。达芙妮说道，我知道，但我来这里是为了见你。贝奇怀中紧紧抱着那本厚重的书，神情显得有些局促。找我吗？达芙妮注视着贝奇的笔记本，之前竟然没有注意到，那不是杰德在原著中用来治愈瘟疫的笔记本吗？杰德高举着同样的笔记本，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我是怎么治好瘟疫的吗？全靠这本笔记本，这是我知识的精华，记录了我从小到大的所有研究成果。那竟然是贝奇的笔记本。贝奇的神情显得有些局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您为什么来找我？达芙妮伸出手，贝奇，你的那本笔记本能卖给我吗？贝奇愣在原地，双手下意识将书抱得更紧。请问你说什么？达芙妮解释，我最近一直在研究草药学，如果有你的笔记，我想会对我很有帮助。贝奇垂下头，非常抱歉，但我不能卖给你。这本笔记写得很乱，而且已经很旧了，我不能把这种东西交给您。达芙妮轻轻叹了口气，既然如此，那也没办法了。不过你知道吗？杰德打算用红萼草制成药丸，并进行大规模分发。贝奇猛地抬起头，眼神中充满惊愕。什么？这根本不合理！红萼草会升高体温，绝对不能这样草率的服用。达芙妮点头，没错，但杰德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这很奇怪，不是吗？那个顶替你去学院的人，竟然连这种基础常识都不知道。贝奇的身体猛地一颤，或许是因为魔塔之主亲自造访，让他有些得意忘形了吧。杰德总是觉得自己必须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达芙妮手托着下巴，既然如此，那我就只问一件事，你不能把笔记本卖给我的原因，是因为你必须把它交给杰德吗？贝奇猛地僵住身体，低头避开视线。达芙妮问道，贝奇，你想去学院吗？贝奇抬起头，眼神中燃起一抹光亮，当然想去。他垂下眼帘，但是即便我去了，对家里也完全没有帮助。以现在的家境，如果我取代杰德去学院，父母一定会怨恨我的。达芙妮的眼神中透出一丝冷峻，这就是他的想法吗？未来杰德能治愈瘟疫固然幸运，即便那只是靠着贝奇的笔记本，但是如果贝奇能进入学院，他或许不仅能亲自治愈瘟疫，还能拯救更多的人。我理解贝奇的感受，他开口说道，但我认为至少应该有懂得如何评估病人状况的人来成为一名医生。我不认为这种资格可以由别人转让。即便你写下了那本笔记，甚至亲手把机会让给了杰德。贝奇愣在原地，为什么？为什么要对我说明这些？达芙妮转过身，我讨厌看到某个一文不值的蠢货夺走本该属于你的赞美，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总是希望至少能有一个人对我这样说。达芙妮沿着木梯缓缓走下，但是杰德究竟是怎么提高考试分数的？即便有了那本笔记本，以杰德的水平，想要通过入学考试，应该还是很困难。卢希尔探出头，轻声询问：“小姐，您的事情办完了吗？”达芙妮回过头：“是的，谢谢你的等待。”
您知道学院的入学考试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吗？卢希尔思索着回答。我听说，通常是在试卷上亲手写下答案。达芙妮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这就是他使用的方法。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贝奇，我可不会让你就这么轻易放弃。他凑近卢希尔耳边，既然如此，我有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想拜托您。圆月悬在夜空，草丛间虫鸣起伏，远处的宅邸亮着微光，房间内堆满了礼盒，层层叠叠占据了视野。苏琪亚的父亲凯尔看着满屋的礼物，发出由衷的感叹：“哦，我的天！苏琪亚在那里工作一定很顺利吧？”苏琪亚的母亲赛莉站在丈夫身边，脸上洋溢着喜悦。没错，那位大小姐又送来了一大堆礼物。凯尔笑得合不拢嘴，真是太了不起了！照这个速度下去，我们甚至都吃不完这些东西。苏琪亚语气平淡，其实也没那么多。赛莉关切地注视着杰德，明天的学院入学考试，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杰德神情从容不迫。当然了，尽管相信我吧。凯尔连连点头。我们的杰德要去参加雷加塔学院的入学考试了，我真的好自豪。赛莉附和。没错，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凯尔伸出手，用力拍了拍杰德的肩膀。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我真心希望你能考上，毕竟你可是我们全家的希望。杰德微微扬起头，嘴角挂着自信的笑意。苏琪亚站在后方，沉默地注视着哥哥。两个年幼的孩子并排躺在床上，已经陷入了沉睡。杰德推开房门，木门发出轻微的吱哑声。姐姐，你还没睡吧？笔记整理好了吗？他猛地夺过书册，发出一声沉闷的撞击音。贝奇惊呼出声，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杰德居高临下的俯视，语气带着一丝不耐：“这是什么反应？别告诉我你现在不想把它给我了。”贝奇低着头，双手紧紧绞在一起。不是那样的。杰德的嘴角挂着冰冷的笑意。既然不是，就别表现得这么依依不舍。你应该很清楚吧？如果我考得好，全家人都会过上好日子。所以明天别忘了在你的考卷上写下我的名字，听到了吗？他伸出手，在贝奇的肩膀上拍了2下，绝对不会被发现的。所以别那么紧张，早点休息吧。他拿着书册走向门口，多谢你的配合，姐姐，明天见。贝奇坐在床沿，想起了父母的话，一旦你出嫁了，一切就结束了。但杰德才是支撑我们家族的支柱，如果杰德能出人头地，你的弟弟妹妹们也能生活得更舒适。这一切都是为了家族。泪水滴落在裙摆，晕开一小片湿痕。贝奇抬起手，擦拭着眼角的泪痕。对我来说，这样就足够了。雷加塔学院入学考试当天，宏伟的尖顶建筑群矗立，喷泉在广场中央跃动。凯尔在人群中挥手：“杰德考试怎么样？”杰德从容不迫地走来：“那是当然，题目非常简单，我甚至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第一。”赛莉惊呼：“天啊，干得漂亮！你做得真棒！”凯尔转过头看向站在一旁的贝奇：“贝奇，你呢？”贝奇露出一个略显僵硬的微笑：“我不确定，我想我可能考砸了。”赛莉发出一声轻叹：“哦，亲爱的，真的吗？这种事偶尔也会发生，别太担心了。你已经尽力了。”他捧着杰德的脸庞，眼神里满是心疼。“我亲爱的儿子，你的脸都瘦了一圈。”贝奇站在一旁，看着父母如此开心的样子，这果然是正确的选择。一名工作人员走近，手中拿着记录板和羽毛笔。“打扰一下，由于访客人数增加，我们需要收集一份入场核验名单。如果您在考试前没有填写，请现在补齐。”杰德转过身，眉头微微皱起。“什么？”他接过板子，语气透着一丝不耐烦：“真是小题大做，只要写下名字就行了吧？”工作人员指了指名单上方：“请把名字上方的部分也填好。”杰德盯着纸上的内容，瞳孔骤然收缩。访客入场名单，请完整抄写以下句子：过符合你气量的生活，若强行追随，你的手帕将会撕裂。杰德的声音有些干涩：“你要我抄写这个吗？”工作人员礼貌的微笑：“是的，这次在魔塔之主的配合下，我们正在测试一种新的魔法工具。为了获得准确的结果，许多人必须用这支笔抄写同一段话。感谢您的配合。”杰德盯着手中的笔，说实话，无论是外观还是用途，都和制造它的人一样古怪。他撇了撇嘴，露出嫌恶的神色。不出所料，那位魔塔之主真的疯了。我的眼睛是不会被欺骗的。工作人员将记录板递给贝奇，请配合一下。贝奇接过记录板，好的，明白了。他低头开始书写，笔尖在纸面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凯尔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么我们要回家了吗？虽然还早，但让我们先举办一场学院入学庆祝会吧。杰德兴奋地走着。那我可以吃任何我想吃的东西吗？赛莉搂住儿子的肩膀。当然了，告诉我你想吃的一切。杰德掰着手指。那我要吃猪肉，还有。贝奇注视着家人离去的背影，周围的人影逐渐模糊，仿佛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为什么从刚才起，我的心就一直感到如此不安？父母明明很开心，所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声音传来：“真巧，竟然会在这里再次见到你。”贝奇猛地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达芙妮身披深色长袍，缓步走来。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贝奇愣在原地，满脸困惑。请问你是？他发出一声惊呼：“达芙妮小姐！”达芙妮竖起食指抵住唇瓣，即便我改变了发色和瞳色，你还是这么快就认出我了，真不愧是你。贝奇平复着狂跳的心脏，我太惊讶了，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您怎么会在这里？达芙妮说道。我有些私事需要处理。考试考得好吗？贝奇局促地绞着手指。考得不是很好，但我并不后悔，这是一次很好的经历。达芙妮微微点头，我明白了，但我该拿这件事怎么办呢？我可没打算就这样放走你。贝奇愣在原地，疑惑地眨了眨眼。您说什么？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走廊尽头传来，打破了两人间的交谈。几名男生冲了过来。你说答题只有问题是什么意思？
工作人员满头大汗的解释：“我们也不太确定，这是由魔塔最近引入的新型魔法工具检测出来的，叫笔记鉴定。”一名身穿棕色西装的男子猛地伸手指向前方，神色严厉的大喊：“就在那里！杰德、伊万和贝奇，伊万，立刻停止回家，跟我们走一趟。我们检测到了作弊行为。”这不可能，我绝对没有作弊！到底凭什么这样对我？杰德站在宽阔的礼堂中央，面对这高处的审判席，大声抗辩。身旁的贝奇低垂着头，双手紧紧攥在身前。杰德猛地低头看向递来的文件，眉头紧锁。这是什么？海内曼·菲尔达维兹教授推了推眼镜，这是魔塔协助引入的笔记鉴定，一种专门针对作弊的咒语。其他学生都没有异常，但是他停顿片刻，目光扫过眼前的两人，唯独你们两个不同。杰德的瞳孔骤然收缩，呼吸在这一刻彻底停滞。这不可能！杰德、伊万、贝奇。伊万2份入学考试答卷并排摆放，姓名栏被醒目的标注出来。海内曼·菲尔达维兹教授说道：“现在解释一下吧。”达芙妮披着深色斗篷，双手交叠在胸前，嘴角挂着一抹淡然的笑意。这一切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天前，当时听卢希尔提到学院入学考试是采取手写答题的方式，在听到卢希尔说出那句话的瞬间，就已经猜到了杰德打算如何应对考试。他们极大概率是想在彼此的答卷上互换姓名，但我知道该如何阻止这一切。虽然这个世界尚未存在，但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极其熟悉的防作弊手段。笔记鉴定，我立刻向卢希尔请求，希望能得到一支可以识别笔记的笔。即便面对如此突兀的请求，他依然微笑着应允了。为了让这支笔在学院中投入使用，我向叔叔雷厄斯寻求了帮助，叔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拥有金钱和人脉的恶意生活，果然是最棒的。无论如何，卢希尔的笔已经准备就绪，他亲手为达芙妮披上深色长袍。小姐，这是一件附带幻化咒语的长袍，如果身份暴露会很麻烦。达芙妮的发丝在魔法作用下流转着微光。谢谢您殿下。他以魔塔领主代表的身份，将那支笔安全送达学院。阿比克教授猛地拍向桌面，发出沉闷的巨响。就算这是魔塔领主制作的魔法工具，怎么能如此突然地引入考试？他站在讲台前，大声疾呼：“这简直是在宣告我们无力自行抓捕作弊者！”虽然有教授表示反对，但计划依然在推进中。海内曼·菲尔达维兹教授猛地抓起试卷，当我写下名字时，文字竟然变成了红色。没有比这更确凿的防作弊手段了。在魔法道具的绝对性能面前，任何人都无法提出异议。那些最初反对的人，大多是因为待考被降职的家伙，他们根本不敢继续纠缠。真没想到，那位为了研究甚至放弃首都学院教职的人，利加塔学院真正的掌权者，竟然会支持我们的魔法道具。杰德紧紧攥着试卷，额头渗出冷汗。为什么会突然引入这种东西？上次考试明明还没有。海内曼·菲尔达维兹教授打断抗辩：“现在纠结这些重要吗？别再激动了，老实回答，你到底有没有作弊？”杰德大声反驳：“我是冤枉的。更重要的是，那个魔法道具真的可靠吗？你们说这是第一次投入使用，说不定是那个道具出了错。”达芙妮披着深色斗篷，缓步走下台阶。我们的魔塔领主曾这样说过：如果魔法道具出现误差，责任将由制造它的魔法师承担。也就是说，如果这件物品有问题，魔塔领主很快就会遭受魔力暴走的副作用。杰德听着这些话，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冷汗顺着脸颊滑落。达芙妮注视着颤抖的杰德：“如果你还是无法信任他，那我们要不要把魔塔领主请到这里，让你亲自确认一下？”教授们猛地打了个冷战。“不用了，我们当然信任这个魔法道具。”杰德猛地转过头，对着贝奇咆哮：“姐姐，你是没长嘴吗？别像个傻瓜一样站着，快说点什么啊！”贝奇低垂着头，双手不安地搅在一起。杰德气急败坏地跺脚：“可恶，你这个没用的废物！”海内曼·菲尔达维兹教授目光冰冷，看来答案已经很明确了，魔法道具没有任何问题。这两个名字是被故意互换书写的，况且贝奇、伊万甚至无法开口否认。还有比这更确凿的证据吗？贝奇深吸一口气：“是的，魔法道具没有出错。从第一次考试开始，我们就交换了彼此的名字。如果您愿意，可以用那个道具再次验证。”杰德双手死死抓住贝奇的肩膀：“姐姐，你疯了吗？”他转头看向教授，神情慌乱的辩解：“我姐姐身体不舒服，她现在神志不清。”贝奇的语气变得坚定：“是我为了让杰德通过考试才参与了作弊，对不起。”杰德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冷汗顺着额角滑落，他歇斯底里的咆哮：“给我闭嘴！”海内曼·菲尔达维兹教授轻咳一声：“既然作弊事实已经确认，根据校规，你们两个人的成绩全部作废，后续处理稍后再谈。你们现在可以离开了。”杰德和贝奇并肩走出大门，沉重的木门在身后合拢，发出冰冷的闷响。杰德猛地转身揪住贝奇的衣领：“你连个像样的谎话都编不出来吗？非要把事情搞成这样，你是不是疯了？”贝奇说道：“如果再说下去，就不只是你我的问题了，家族的名誉会彻底毁掉，这是最好的选择。”杰德愤怒地咆哮：“毁掉别人的人生之后，你管这叫最好的选择？”贝奇沉思着：“我没脸见父母了，他们是那么渴望杰德能入学，为了这个目标，他们甚至不惜一切。”杰德的眼神中透着凶狠：“我以前还叫你一声姐姐，看来现在没那个必要了。”他猛地举起右手，掌心带着风声挥向贝奇的脸庞：“这次我要好好教训你！”达芙妮死死扣住了杰德的手腕，动作快如闪电。杰德惊恐地瞪大双眼，身体僵在原地。这是什么？达芙妮的眼神中透着彻骨的寒意。先是言语羞辱，现在又是暴力，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你这个可怜的丧家之犬！杰德猛地回过头，眼神中充满惊愕。魔塔领主的代表吗？达芙妮张开双臂，语气变得轻快。这就是魔塔领主和他的合伙人托我转达的话，过一种适合自己气量的生活吧。如果强行追赶，只会撕破你的手帕。杰德愣在原地，那是访客登记簿上的文字，那支笔还有那句话。达芙妮微微歪过头，那是合伙人特意挑选的句子，你喜欢吗？他们还让我转达这句话，本以为你能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但本性果然难移。杰德嘴角抽动，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我的心情本来就很糟糕，现在居然连你也……他猛地挥动手臂，朝着达芙妮挥去。达芙妮微微抬起头，目光如利刃般锐利，直视着愤怒的杰德。卢希尔的手猛地伸出，死死扣住杰德的手腕，禁止暴力。他加重了手上的力度。胡言乱语还不够，你竟然还敢动手！杰德试图挣脱，却动弹不得，声音因恐惧而颤抖。快住手！卢希尔的指尖溢出细碎的电光，杰德发出凄厉的惨叫。啊呀呀！我只是……卢希尔微微侧过头，我听不太清楚。达芙妮注视着卢希尔的背影，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学院里？虽然和平常一样在微笑，但总觉得他现在非常愤怒。这下事情要闹大了。他急忙上前一步，殿下请放手吧，我没事。卢希尔迟疑地松开五指。可是达芙妮摊开双手，如你所见，我没有受伤，我可不想让我的商业伙伴因为这种事登上报纸头条。卢希尔凝视着他的脸庞，眼神中透着担忧。你真的没事吗？达芙妮用力点头，真的没事。这个软心肠的家伙一定吓坏了。杰德捂住生疼的手臂，踉跄着后退。达芙妮问道：更重要的是，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卢希尔说道：原本这只是我的私人访问，但我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他侧过头，冰冷的目光扫向杰德，我觉得可能会有危险，所以过来看看。果然不出所料，杰德紧咬牙关，额头渗出冷汗。为什么要插手别人的家务事？走你们的路就好。达芙妮双手交叠在胸前，目光如冰般寒冷。你管这种暴力行为叫做家务事吗？杰德梗着脖子大喊。没错，家人谈话时偶尔就是会提高嗓门。达芙妮微微眯起双眼，瞳孔中闪过一丝嘲弄。是吗？那就继续吧，请开始你们诚实的家庭对话。他侧过头，视线投向不远处的屏风。我知道你们在那儿，听够了就出来吧。杰德猛地一惊，身体僵硬的转过头。凯尔尴尬的挠着后脑勺，听起来像是在进行严肃的讨论，介入孩子们的事务，总觉得有些尴尬。达芙妮一脸无语，刚才杰德试图攻击贝奇和我，虽然我乔装打扮过，但他们目睹了他对殿下动粗，竟然还能表现得若无其事，这对父母才是更大的问题。他们一直清楚杰德的暴力行径，却始终在装傻。凯尔看向贝奇，你刚才说的考试作弊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已经承认了一切吗？那不是真的对吧？贝奇脸色惨白，支支吾吾的后退。那是。赛利紧紧抓着贝奇的手臂，走吧，去向教授们解释清楚，只有这样，杰德才能重新参加考试。贝奇愣住，甚至在这一刻，母亲依然只想着他。母亲比起我的未来，更担心杰德的前途。在父母眼中，我的生命难道根本无足轻重吗？我也在挣扎，我也很难过。达芙妮走上前，即使牺牲自己让别人快乐，如果你不幸福，那也毫无意义。所以顺从你内心的渴望吧，不要再执着于这段关系。这世上多的是不履行职责的人。贝奇的目光有些失神。我明白了，我曾渴望通过父母的认可来获得幸福，但在这里，我已经找不到属于我的幸福了。他猛地挥开母亲的手，动作决绝而生硬。我什么都不会做的。母亲尖叫着冲上前，死死揪住贝奇的衣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最终还是要抛弃你的家人吗？贝奇直视着母亲的眼睛。我不会再牺牲自己了。达芙妮轻轻拍了拍手，发出清脆的响声。好了，事情现在解决了，那么我可以处理我的业务了吗？杰德愣在原地。什么业务？达芙妮看向杰德。你对那个魔法道具提出了异议，对吧？通常情况下，魔法道具的制造者会承担误差带来的痛苦，但这一次，为了抓住学术作弊者，我们改变了方法，作弊的人将亲自承受误差的痛苦。正好你们都签署了这份确认书。卢希尔指尖轻弹，一道光芒在空中划过，杰德的手腕瞬间被锁链缠绕，雷电般的纹路剧烈闪烁。周围的法师们低声议论：为了让我们活下去，你必须去死。为什么要招惹那个恶魔？卢希尔俯下身，逼近杰德的脸庞。如果按照魔塔的纪律程序，会花上不少时间，但我现在时间紧迫，所以希望你能乖乖配合。锁链猛地扩散，将杰德的父母一并束缚，连我们也抓！快放开我们！呼喊声在光芒中消散。卢希尔微微躬身，手掌抚在胸前。那么，请慢聊，小姐，不给男主角表现的机会，可不是合格女主角的姿态。达芙妮愣在原地。卢希尔微微一笑，那我就先告辞了。达芙妮注视着卢希尔离去的背影，虽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他特意退下，是为了让我能和贝奇单独谈谈吗？贝奇开口说道：“对不起，让你看到了这么难堪的一幕。”达芙妮说道：“没关系，反正杰德那家伙很讨人厌，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贝奇低下头，我需要好好想想。虽然必须离开那个家了，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在一切太迟之前，我终于找回了自我。他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小姐。那我先走了。达芙妮问道：“你有地方可以去吗？”贝奇直起身子，还没有，但我总会想到办法的。我还有年幼的弟妹需要照顾。达芙妮注视着他的侧脸，钱是个问题对吧？要我帮你解决吗？贝奇猛地瞪大眼睛，双手局促地搅在一起。不用啊，我还有廉耻心，您没必要帮我到那种程度。达芙妮伸出手，当然不是免费的，所以你觉得呢？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吗？
达芙妮沉思着，既然杰德无法进入学院，那么发现流行病治疗方法的人就会是贝奇。如果传闻散布出去，说那样的人才曾在我的沙龙工作过，这就是那个贝奇老师工作过的沙龙吗？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广告了。贝奇捂住嘴巴，眼眶微微湿润。小姐，达芙妮嘴角微扬，很好，他上钩了。贝奇猛地弯下腰，对不起，虽然您特意向我发出邀请，但我认为我无法加入您。达芙妮愣在原地，有什么问题吗？难道他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提议了？难道是因为我并非出于纯粹的善意，确实带了一点私心？他注视着眼前的贝奇，我可以问问你拒绝的原因吗？贝奇颤抖着，我是一个即将被举报到学院的人，如果留在您身边，只会给您带来更多麻烦。达芙妮发出一声轻叹，原来只是因为这个。他开口说道，请不必顾虑，我已经把一切都考虑好了。贝奇的眼中充满困惑，什么？您是怎么做到的？达芙妮从怀中取出一份文件，细节以后我会慢慢告诉你。现在我们要不要先签了这份合同？远处传来阵阵喧闹，魔塔成员们大声质问，胡说八道！你知道我们魔塔之主制作的东西有多了不起吗？你凭什么侮辱我们的大反派老板？他们揪住杰德的衣领，就算性格糟糕透顶，你也不能质疑他的魔法。就算要咒骂那个人，也只能由我们来骂。杰德被吓得浑身瘫软，求求你们饶了我吧！卢希尔双手环抱在胸前，他们到底在乱喊什么？身旁的魔法师说道：“我会先把他们和杰德三人全部移送到魔塔去。”卢希尔侧过头，你们几个也跟着一起走，我也该去见见那位小姐了。魔法师们交谈着，你们刚才看到那个穿长袍的女人了吗？我以前从未见过她，是新来的吗？魔塔里竟然有那样的人物？如果那种级别的绝世美女是新人，全国的魔塔分部怎么可能一直没动静？我发誓，刚才那一瞬间，我还以为见到了女神，虽然只瞥见了一眼，但那件长袍下的脸庞简直在发光。我们要不要试着去跟她搭讪？就说可以教她魔法公式。快走，快走！其中一人猛地僵住，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一股寒意从背后袭来。卢希尔眼神冰冷，你们打算教她什么样的公式？我也很想知道呢。魔法师们发出凄厉的尖叫。塔主大人，为什么您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他们互相搀扶着，连连后退。等等，刚才那个新人不是银色头发吗？任谁看都觉得他和塔主大人有关系吧？表现得这么明显，我们为什么现在才意识到？卢希尔的嘴角挂着一抹令人胆寒的笑意。魔法师们落荒而逃，想起来还有事要做，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传送阵的光芒冲天而起，瞬间消失在原地。卢希尔开口说道：“你也先回去吧。”部下询问：“塔主大人，您不和他们一起走吗？”卢希尔脱掉手套：“我还有事要办。我的心情本来就很糟糕，现在居然又变成这样。”部下连忙冲向传送阵，我也要进去。卢希尔走在学院的走廊，小姐现在还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吗？为什么要帮那种女人？如果不是因为她，小姐就不必听那些侮辱性的话语。为了小姐，我可以成为美丽的花朵，也可以成为带着剧毒的尖刺。他停下脚步，眼神变得锐利。比起那个女人，我明明更有用处。达芙妮转过身，露出惊讶的神色。殿下，您竟然还在学院里？卢希尔走到他面前站定，一切都结束了吗？达芙妮微微点头，是的，多亏了殿下的帮助，真的很感谢您。卢希尔说道，能帮上忙我很高兴。小姐现在是要回家吗？达芙妮摇了摇头，我打算去一趟药草园。卢希尔说道，那真是太巧了，我也正要往那边去。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要不要一起走？马车在林间小道上疾驰，车轮碾过落叶，发出清脆的声响。达芙妮坐在车厢内，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我最近真的很经常见到殿下呢，从上次的玫瑰面包店到今天的学院，您每次都让我感到意外。卢希尔发出一声轻笑，哈哈，确实如此。达芙妮微微侧头，眼神明亮。这世界充满了奇妙的巧合。自从开始与殿下合作后，马车轮猛地撞上石块，剧烈颠簸，车厢瞬间倾斜。达芙妮失去平衡，身体向前栽去，发出一声惊呼。卢希尔迅速伸出手，稳稳拖住她。你还好吗？达芙妮慢慢坐回原位。多亏了殿下，我真的没事。卢希尔看着自己的手，即便到了今天，我依然无法读懂这位小姐的情绪，而且只要产生接触，头脑就会变得清醒，连痛苦都减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达芙妮神色慌张，大声呼唤着殿下。卢希尔猛地回过神，眼神略显迟钝。怎么了？达芙妮凑近观察他的神色，您还好吗？刚才您皱眉了，难道又是哪里不舒服吗？卢希尔愣在原地，其实从刚才起就因为晕车感到头痛。他坐到达芙妮身旁，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让我稍微靠一下？马车的座位太硬了，胃里也翻江倒海的。达芙妮连忙点头，当然可以。卢希尔顺势倒下，闭上双眼，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弧度。无论如何，为了弄清楚这种现象，我必须尽可能长时间的待在小姐身边。虽然担心这种自私的欲望会耽误忙碌的小姐，但是达芙妮关切地询问：殿下，您的脸红了很久，真的没关系吗？卢希尔声音低沉：我没事，只要休息一下就会好。达芙妮注视着枕他，想起您说过，如果魔法道具出现错误，法师也会感受到同样的痛苦，这没有对您的身体造成进一步伤害吧？卢希尔摇了摇头，不必担心，那种情况非常罕见。他猛地坐起身，即便真的发生了，那种程度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达芙妮的神情变得严肃，目光紧锁住他的脸。卢希尔愣住，刚才那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说错话了？达芙妮语气坚定，关于痛苦，这世上不存在所谓的不算什么。如果您感到痛苦，就请直接说出来，没有什么比默默忍受更艰难的事了。
卢希尔愣在原地，视线无法从他身上移开。从什么时候开始，体内魔力引发的剧痛已成了家常便饭？这种痛苦早已化作生命中寻常的一部分，甚至让我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可为什么你看起来却比我还要痛苦？简直就像那天的那个人一样。月光洒进阴冷的石室，卢希尔蜷缩在牢房角落，身体微微颤抖。一个声音传来：“祖父叔叔，有人在那里吗？”